在寂静的蓝星上，某一天，灵气开始复苏，在灵气的催化下，进化出了可怕的。是新发现的反恐怪兽猪龙，周边居民警戒避难。传统热灵气无法对付其他的怪兽，因此只能这么极限。觉醒者，这个世界，我们觉醒者来守护。这就是蓝星的涅槃时代。不过，好在经过了一代代的基因进化，人类中产生觉醒者的概率不断提升。如今，所有青年在年满18岁的时候，都要参与觉醒仪式，在仪式上觉醒自身异能。好紧张啊！我该不会觉醒失败吧？担心啥？上一届的成功率都超92%了。老爸，我终于等到觉醒仪式这一天了。今天我一定会觉醒一个超厉害的异能，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马上到我了。哈哈哈哈！太好了，我觉醒的是 A 级火焰异能。哎呦，你好，你是北京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我们大学的话，果然，觉醒仪式是唯一能凭能力逆天改命的机会。同学，轮到你了，请报一下班级、考号和姓名。3年1班20230621林修。哎，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叛徒之子。听说他爸可是拥有雷霆异能，他该不会继承他老爸的异能吧？切，他老爸拥有雷霆异能又怎样？最后还不是做了叛徒？没错，我就是他们口中的叛徒之子。7年前，我曾经是被大家众星捧月的英雄之子。后来，盘古怪兽烛龙袭击了天海市，他们说我爸面对那场灾难不战而逃，直接导致天海市被怪兽蹂躏，居民死伤惨重。那之后，我就变成了受尽众人唾弃的叛徒之子。即便如此，我还能继续留在这里读书，全是因为有我父亲的血脉，有可能在觉醒仪式上获得厉害的异能。往前站，把左手放在引导仪上。是。来吧，让我看看你觉醒什么厉害的异能。这……老师，这屏幕上显示的是啥意思啊？这是经测试没有觉醒任何异能。啥？看他那表情，他该不会还想着在觉醒仪式上一飞冲天吧？真是白日做梦。谁说没继承啊？这不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叛徒生了个废物种吗？真没想到，他是一点都没继承他爹的天赋啊！你们说什么？怎么？骂你是废物，你还不服气啊？没有不服气，但我要告诉你，我爸不是懦夫，更不是叛徒。好了，不要吵了。即便觉醒了异能，扰乱考场秩序，也会被取消资格。好的。今天没有其他课程，没通过觉醒仪式的同学可以直接回家了。黄雪儿，女，18岁，觉醒异能，精神干扰，6人系。张天雄，男，18岁，觉醒异能，钢铁皮肤，奇门系。你们爸，对不起。哟，快看，这不是今天在觉醒仪式上空手而归的林大少爷吗？等等，这枚勋章是老爸的英雄勋章，这是你佩戴的吗？立刻给我摘下来！林大少爷，要是你继承了你那个孬种老爸的雷霆异能，没准我会怕你。可惜的是，你不争气呀！没觉醒任何异能的你，只不过是叛徒生的一个废物。要我说，当初就该父债子偿，把他关进监狱，凭啥让他留在咱们学校继续读书啊？结果没觉醒任何异能，简直是在丢咱们学校的脸。
陈火，你爸和我爸当初好歹也是战友，你就这样落井下石吗？别把你爹和我爹相提并论，我爹可是肩负守护天海市重任的对策局长，而你爹不过是个叛徒。我记得这玩意儿也是你那孬种爹留下的。既然你这么不知羞耻的挂出来，就别怪老子把它捏碎！你敢？还给我！这我力气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哼，弱成这样还出来丢人现眼？哦，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我今天觉醒了异能，正好就是巨力。陈火，你最好别乱来！你是在威胁我吗？不，那是老爸临走前留下的。刚才死鸭子嘴硬的气势呢？想保住孬种爹留下的破玩意儿，就跪地求饶吧，林大少爷。说我死鸭子嘴硬，你给我还回来！老子就剩嘴硬了，又怎样？你干嘛？你是动物吗？还咬人！回来了！混蛋，给我把东西交出来！我就是吞了它，也不会让你拿到。你，老子不仅咬人，还会吞呢！你这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当年只因为我是玲珑尊的儿子，就害怕我、畏惧我，对我百般讨好。现在又因为我是玲珑尊的儿子，就记恨我、迁怒我，想方设法侮辱我。你们说的不错，我就是个没觉醒任何异能的废物。但就算是废物，我也不会放弃。我总有一天会向你们证明，我爸不是懦夫，他没有真逃脱。这种感觉是……成功检测到宿主血液，正在与宿主进行基因绑定。欢迎来到怪兽大主宰系统。怪兽大主宰系统？可是我什么时候……这么说来，陈虎原本是想羞辱我，却在阴差阳错之下，反而帮我激活了父亲留下的这枚琥珀。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怪兽大主宰系统，宿主可选择一只本命怪兽作为初始奖励。本命怪兽？这又是什么？第一位，怪兽之王回龙；第二位，怪兽暴君景天；第三位，怪兽女王娇宠；第四位，火星男人傲狠。这些是盘古时代的怪兽。难道说，只要我选择，系统就会自动生成对应的盘古怪兽吗？是的，但最初生成的盘古怪兽仅仅只是幼年期，需要宿主耐心培养，才能成长为完全体。好家伙，竟然给盘古怪兽当初始奖励，这系统还真大方。当初游历天海市的烛龙就是盘古怪兽，那我拥有一只盘古怪兽，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嘿嘿嘿嘿嘿！
请宿主尽快做出选择，限定时间内未做出应答，将视为宿主弃权。啊？可是这4选1要怎么选呢？难不成不会就选 C 吗？可这怎么看都不适合我吧？啊？这不是雷霆吗？谁说我就不能继承老爸的雷霆异能？就他了，我选奎龙。确认本命怪兽奎龙。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发大水了？变成深海了。愚蠢的人类，统治蓝星还不足1年，却将自己当成世界之主。而当真正的主宰者降临时，整个世界都会在这些古老物种的脚下颤抖。这就是怪兽的压迫感吗？这是什么？这是恐怖的威势！这又是什么情况啊？这难道刚刚只是一个梦？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绑定初始设置，并获得本命怪兽奎龙。不是梦，我真的开启了系统。大以为一位宿主收入怪兽大主宰的储存空间内。可是这紧要关头，你这系统只给我一个龙蛋是要怎样？说好的盘古怪兽天下无敌呢？祝愿宿主早日将本命怪兽孵化成功。真就这么关了？你这么大言不惭，是不是以为把吊坠吞了，我们就没辙了？兄弟们上，给我把林大少爷的裤子扒了！陈火，你干什么？你能把吊坠吞进去，我就能让人把它从后面掏出来。啊，陈火，你疯了吗？这种事都能想出来，你还是不是人了？住手！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我以学生会的名义命令你们放开那名同学，并交出学生手册，准备接受处分。这女生谁啊？学生会算老几？这儿没你事儿，向后转，乖乖给我滚出去！没我事，我正在执勤巡查，而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校规第2章第8条、第9条、第3章第13条，以及什么？我让你滚是给你脸，再不滚，我让你走不出这间教室。别干，这是你干的？给你个警告，别妨碍学生会执行公务。这女生能操纵文具？哟，没想到还来了个觉醒者，但你吓不到我。在这儿的人都是觉醒者，而且我的能力是评级为 A 的巨力。所以呢？所以我劝你少管闲事，别为了一个废物小子把自己给搭上了。陈火，你太卑鄙了，竟然带着一群觉醒者威胁一个女生！少给我废话！老子打你个没觉醒的废物，还不是带了这么一群觉醒者？何况是收拾这么一个一觉醒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妞呢？一觉醒就不知天高地厚，说的是你自己吧？你知道觉醒者意味着什么吗？觉醒者是这涅槃时代中人类对抗怪兽的最后希望，不是让你们贴在身上到处吹嘘的标签。应战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么多敌人，这么说来，老爸在秘境里面对怪兽时，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呢？啊，啥情况？哇！有没有搞错啊？你咋冲我来了？
抱歉，同学，麻烦你先挂一会儿，这边有点危险。兄弟们，上！让他也尝尝咱们异能的厉害。看来是该给你们这群觉醒还不到一顿饭功夫的新手好好上一课。这是自由操纵金属的异能，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让你们知道觉醒真正的含义。怎么可能？别动，小心被划伤。瞬间摆平了陈虎，这女生究竟是何方神圣？老大，我想起来了，这女生不好惹，她是学生会主席苏灵玉。苏灵玉，我只是想收拾一下林修那小子。我转身为孤男，立刻可以把你削成碎片。赶快认输投降吧！能撬劲，比陈虎他们整整高出了一个境界。你不敢！我爹可是陈才良。出血了！我劝你最好放弃那种幼稚的想法。觉醒者的异能没有保险钻，擦枪走火甚至暴走都有可能。而且发起异能对决的人是你，所以即便是我失手杀了你，陈将军也没有过问的理由。等，我投降！我投降！这下理解觉醒者这个词的分量了吧？希望你好好记住这一刻，怀着轻佻的心态当觉醒者是会送命的。觉醒者的荣誉伴随的是直面死亡的勇气与牺牲自我的决心，明白了吗？明白的话，把学生手册交出来，明天一早到训导处接受处分，然后就可以滚了。苏灵玉只用了不到3分钟，就摆平了一切。虽然很讨厌陈虎这家伙，但看到他那副惨样，却完全高兴不起来呀。我清楚地见识过觉醒了巨力能力的陈虎有多强，但苏灵玉却可以将他轻松秒杀。他只比陈虎高了一个境界，实力上却是天差地别。想要揭开老爸失踪之谜，证明他没有临阵脱逃，这条路上不知要面对多少强者。我真的能搞定他们吗？你就是那个灵修？是又怎样？哼！你要干嘛？这女人不说话，一直盯着我干嘛？别把与学习无关的东西带到学校来。这个其实是他们从你手里抢的吧？谢谢你帮我。学校安排你们下午回家，是为你们好。没觉醒的人最好尽早学会不要和觉醒者扯上关系。觉醒带来的实力差距是一条鸿沟。他说的没错，现在的我确实无法靠寻常方法追赶上觉醒者，我只能靠老爸吊坠激活的系统。既然无法成为直面怪兽的觉醒者，那么我就当一个直面觉醒者的怪兽主宰。累死了！这卫生要啥时候才能搞完啊？这都快8点半了。老大，话说为啥咱们要留校打扫教室？这种杂活让灵修那废物小子来干不就好了？就是，我9点还要去上补习班。让你们干就老实干，别啰里啰嗦的，那么多废话。老子可不想再招惹苏灵玉那婆娘了。可恶！查了一下午，一点进展都没有，与盘古怪兽沾边的信息都少得可怜。不过也难怪，毕竟世界上迄今为止出现过的盘古怪兽只有烛龙一头。但是那时我确实感受到奎龙身上蕴藏的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所以我必须找到奎龙的孵化方法。宿主已开启系统任务。嗯？
系统任务：尽快孵化本命怪兽奎龙，奖励系统技能驯服。系统，你终于出现了！这一下午你跑哪儿去了？哎呦！本系统依靠宿主的本命怪兽奎龙的能量运行，目前奎龙尚处于孵化期，因此只能低耗能运行，只在重要情况下开启。还请宿主尽快孵化本命怪兽。我下午都差点被人圈圈叉叉了，这都不算重要情况吗？而且我查了很多资料，压根找不到盘古怪兽的孵化方法。这很正常，人类从古猿进化至今，也只有区区500万年，而即使是最弱小的盘古怪兽，寿命都以1年计算，孵化期少说也要500-600万年。500-600万年？你耍我啊？那我还孵化个蛋呢？靠自然孵化的话，确实不可能。不过，本系统既然叫怪兽大主宰，自然有加速孵化的办法。什么办法？怪兽晶核。怪兽晶核？不错，怪兽受灵气催化产生，从灵气中汲取生存和生长的能量。它们会将吸纳的灵气凝结到一颗只有人类拳头大小的晶核之中。盘古怪兽生长发育之所以缓慢，是因为蓝星地表灵气过于稀薄，因此只要用晶核里储存的灵气来补充，就可以加速孵化的进程。你确认不是在说妖怪的内丹？不过怪兽晶核又该如何入手呢？请放心，本系统已经在宿主家中探测到怪兽晶核的存在。真的？你不会搞错吧？难道老妈还背着我藏了这种宝贝东西？就是这个，经检测，这是用100万吨级怪兽的晶核打造的，其中蕴含的灵气足以支持盘古怪兽的孵化。老爸的英雄勋章。自从老爸出事后，我就一直把老爸的这枚英雄勋章带在身边，发誓终有一天要为老爸洗刷污名。但今天下午，如果不是那个苏林玉出手，怕是已经被陈虎抢走了。现在的我，别说捍卫老爸的荣誉了，就连保护这枚勋章的能力都没有。系统，说吧，要怎样加速？目前宿主的怪兽大主宰空间还无法存放怪兽，所以需要先将奎龙蛋实体化。实体化？大功告成！现在宿主可以直接将怪兽晶核放入奎龙蛋里面了。系统，你这是认真的吗？这画的还没我7岁时画的好呢。哎，放了。好吧，就信你一次。啊！被吸进去了！地震了吗？这是……那是鱼龙？这就是传说中的盘古怪兽？狗系统，你这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落差也太大了吧！恭喜宿主顺利完成系统任务1，任务奖励已发放，请宿主及时查收。啊！竟然转移话题，哼！好吧，让我看看。这是只要触摸怪兽下颌就可以将怪兽收为己有？哇！有这样的神技能，你为啥不一早拿出来？因为这个技能要求驯服对象的等级不能高于宿主的本命怪兽。好吧，我早该知道你没有那么便宜的好事。为难直接送来个盘古怪兽的蛋，使用前还要自己孵化，给个收怪兽的技能还有这么多要求。这会要干嘛？哎，喂喂，你干嘛一直咬我裤子啊？咋又绕圈起来了？他是想要吃掉自己的蛋壳？我记得书上说，爬行动物有吃自己蛋壳补钙的习惯。行吧，想吃你就吃吧。这么个小家伙，感觉完全靠不住。
狗系统不会要说需要500万年才能把它养大吧？竟然还噎着了！喂，你可不能有事啊！你可是我拿老爸遗物换来的。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奎龙蛋壳，进化点+5。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奎龙蛋壳，进化点+15。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奎龙蛋壳，进化点+8。这是系统中病毒了？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消耗200进化点，完成了体型成长。系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货突然间就变大了？你的眼睛是摆设吗？面板上不是写了，这是奎龙的初始技能吞噬，能够靠吞噬快速成长。那么说，我选这货选对了。不对呀！话说你这家伙能不能挪一挪屁股啊？哎呀，我的腰都快被你压断了！糟了，是老妈回来了。林修啊，你小子怎么回事？老师来电话说你又和同学打架。妈，不用怕，这是我刚刚绑定的本命怪兽奎龙。喂，你快过来跟我妈打个招呼啊！果然，这种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的。喂，系统，话说你能先把这货收回到怪兽大主宰的空间里吗？我不是说过了，宿主现在的怪兽大主宰空间，他无法重用怪兽。没办法了，看来只能先把这货弄走，然后和老妈慢慢解释。你又干嘛？你到底想干嘛呀？什么声音？出什么事儿了？连警报都响了，这下邻居们都惊动了。快走，再不走就要被大家发现了。抱歉了，老妈，等我回来再慢慢向你解释。林修，你个小兔崽子又在胡搞什么？不愧是老妈，这么快就恢复过来了。不过看他这样子，还是等他气消了再回去吧。话说那个系统说你可以通过吞噬不断升级。是的，奎龙可以靠吞噬夺取灵气，将其转化为进化点，不断成长进化。你吓我一跳！你现在咋出来的这么勤了？宿主目前还无法和本命怪兽顺畅交流吧？不过请放心，随着奎龙不断进化和成长，他很快就能理解你的意思。你突然跳出来，不会是专程来和我说这个的吧？宿主圣明，本系统是来隆重推荐因奎龙孵化成功而激活的重要系统道具之一——怪兽雷达。我信你个鬼！给个怪兽还有孵，给个技能没啥用。你说吧，这怪兽雷达又是什么东西啊？只要使用这个雷达，宿主身边含有灵气的，无论是生物还是物品，都可以被立刻发现。怪兽雷达可以帮助宿主检测到附近范围内的一切灵气反应与浓度。从此以后，奎龙靠吞噬升级将事半功倍。啊，这听起来确实挺方便的。地图中心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奎龙吧？那么奎龙身后这些散光的亮点应该是刚刚奎龙吃剩下的蛋壳吧？是的，亮点的大小及亮度代表对象还有灵气的强弱。等等，这么说的话，这边有个远比那些蛋壳大得多的亮点，而且看这亮点都有奎龙大了。我们这样，那样。烤鸡，明白了吗？果然，这家伙就是个吃货。不过，吃货加上吞噬，等于最强。文文，抓稳这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准备就绪，出发！能想到这种方法来隐藏奎龙，我真是个天才。按雷达显示，
似乎就是这里了。可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怪物出没的地方啊！再说了，这种管理严格的公寓，怎么可能会让我们进去啊？喂，你想干嘛？你别胡来啊！这都没被撞垮，不愧是烛龙入侵后建的抗震楼。这里，怪兽住在高档公寓里。可是这里无论怎么看，都只是个女生的卧室啊！狗系统又在搞什么鬼？竟然把我指到这种地方来！喂，我说你不要在别人家里乱闯啊！啊，这是大议会的勋章。蓝星上绝大多数灵气都聚集在被称为秘境的异次元空间内，在灵气滋润下，秘境中诞生出各种珍奇物产和凶暴怪兽，是觉醒者进行探险和修炼的难得场所。因此，秘境在世界各国都被严格管理着，就算是觉醒者，也需要通过层层考核和审查，才能获得进入资格。而大议会徽章就是华夏国颁发的秘境通行证。据说这个徽章允许每个觉醒者自行设计，我记得下午有见过这个，所以这枚徽章应该是属于这扇门后面的主人苏林玉。完了完了，去哪儿不好，偏偏带我来这儿，有他在，就算有怪兽也早让他当成刺身了。这家伙居然还想着吃！葛西腾，你是坑我坑成瘾了吗？什么人？糟了！快跑！再不跑，你就要被宰了端上餐桌了！谁在那儿？是错觉吗？喂，这不是我家那4层楼啊，这可是40楼啊！还活着！恭喜宿主成功找到灵气源，顺利开启系统任务2。你还有脸出来？那个怪兽雷达上的亮点怎么是个人呢？我说过，雷达检测的是灵气反应和浓度，并不包括对象的种类啊。况且，觉醒者和怪兽都是伴随着蓝星上灵气复苏而诞生的，所以在觉醒者身上有着和怪兽相同的灵气，这也不奇怪吧？用你说这个，你给我滚！系统任务2的奖励，宿主一定会喜欢的。你确定不看看吗？哼，我才绑定不到1天，已经被你坑了多少回了？再信你，我就是……奖励系统技能能力投影。哦，啥？能力投影是什么东西啊？原则上，宿主只有在获得技能后才能查看技能说明。不过，为了调动宿主的干劲儿，本系统这次就破例向宿主透露一下吧。将拥有怪兽的30%全部属性投影到我身上，获得这货30%的全部属性。等等，刚刚看怪兽雷达时，这家伙亮点的大小和苏林玉不相上下。如果获得这家伙30%的实力，那我岂不是至少有您血境中期的实力了？发了！龙哥，我这就带你去吃大餐。啊？你说我阻止你2次没吃到东西吗？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而且这次一定让你吃个够。你看，我刚刚拿到了这个大议会徽章，华夏国颁发的秘境通行证。到了，就是这里了。秘境 A86，距离我们最近的秘境。有了这个大议会徽章，我就可以带你进去秘境里面大吃大喝了。
还好这里只是个1级秘境，安保比较松散，连个看守的都没有。走，快进去！这里好像之前是建筑工地啊，但是秘境入口开启后就停工了。那是，这就是秘境的入口，我们进去吧。老爸，我也要进入秘境了。即便没有觉醒异能，即便失去了老爸所有留下的东西，我也依然不会放弃。现在，我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太惊人了吧！这就是秘境吗？虽然只是最低级别的秘境，但和现实也是有着巨大的差别。好痛啊！拜托，这里可是秘境，你稍微靠谱一点好不好？喂，你想干嘛？你喊那么大声干嘛？又怎么了？什么声音？啊！怪兽出现了！有本系统在，宿主不必害怕。啊！你总算在关键时候出现一次了，快说说有什么好办法？回禀宿主，你面前的并不是怪兽，只是极其普通的史前生物罢了。啊！这么大只还普通？什么鬼？一掌就把这么粗的树打断了？这要是拍在我身上，我就成肉泥了呀！就这还普通？你坑林北呢！要不是我躲得快，小命都没了。宿主已经激活了怪兽图鉴，打开图鉴一看便知。短面熊，此前在天地异变的时候，有部分史前生物偶然进入秘境，得以幸存下来。他们在秘境中生活，久而久之也沾染了些许灵气。你不能直接说重点吗？好吧，重点就是史前生物虽然体型巨大，但论强度，在怪兽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哼，原来是小渣渣，雷达上的亮点还没有奎龙的一片蛋壳大。既然如此，那老子可就不客气了。初次进入秘境，正好拿你练练手。上吧，奎龙！哦，系统，我龙呢？雷达显示就在这儿啊！奎龙是有自己意志的生物，本系统也不清楚。奎龙，你哪儿去了？再不出来我就要死了！帅啊！屁股就坐死了。之前我还真是命大。吞噬吧，奎龙！吞噬就可以获得进化点，有了进化点就能升级。只要让奎龙进入成长期，就可以获得能力投影的技能。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短面熊，进化点+1。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短面熊，进化点+1.5。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短面熊，进化点+2。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短面熊，进化点+1。这每口才+1或者2，你确定不是在逗我？系统，算算这次一共获得多少进化点？本次一共获得19进化点，宿主是否要消耗19进化点进化？啊，进化！
看来在秘境里灵气也不是随处都有，靠吃史前生物升级根本没戏。系统，打开怪兽罗盘。有了，这里有个大很多的光点。奎龙，别抱着骨头啃了，哥带你吃肉去。离他挺远的，这么快就到了。看来奎龙的速度还可以嘛。咦，这一圈围过来的亮点是……我们这是被包围了。系统，这又是什么？变异犬，一级怪兽。一群皮包骨的小身板，你就当啃鸡脖子磨牙吧。就凭你们也敢把我们当盘菜？有本事就上来呀！啊！来了，准备。嘿嘿！恭喜宿主，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500。恭喜宿主，你的奎龙第一次吞噬变异犬，获得奖励进化点1000。发了！吞噬1只变异犬奖励的进化点竟然超过26只短面熊，没想到这狗东西皮包骨头的，还是进化点大礼包啊！原来如此，上吧，奎龙，只要吃不死，就往死里吃，一口吃到成长期。统统吃掉！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499。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51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503。哇，哈哈哈！转眼就获得2502进化点了，哥这是要发达了呀！系统，把这些进化点都给我拿来进化。消耗2502点进化点，体型提升。好险，差点就摔下去了。这才刚吞几只，任务就已经50%了。要是把整个包围圈都吞了，肯定可以入手能力投影技能。这才是秘境的正确打开方式。这家伙是犬王，刚才太得意忘形了，居然没注意到他。他跟这帮小弟说了什么？怎么感觉他们眼神都跟刚才不一样了？这狗东西怎么冲我来了？他刚刚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了我。这些家伙接二连三的朝我扑过来，这就是那犬王的计划吗？想用我来牵制奎龙？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变异犬虽然只是1级怪兽，但那一口尖牙却能轻易穿透奎龙的鳞甲。要是他们鼓足勇气蜂拥而上，后果不堪设想。可恶，还只差30%就可以完成系统任务了。但是，显然这帮狗东西是不准备给我机会了。可真是够无聊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一套。仗势欺人，欺软怕硬，是我错了。也许没有觉醒任何能力的我，确实是个软柿子，但我也绝不会让你们随便拿捏。回龙，看到那棵树了吗？想办法去到树下。走。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我还是想试一试。既然他们都那么喜欢捏柿子，我就给他们这个机会。现在我和奎龙分开，可以分散变异犬的注意力，同时没有我这个累赘，奎龙也就可以放开手脚。相信用不了多久，这里吃货就能吃到升级。唯一不确定的是，面对变异犬的围攻，我能撑多长时间？在学校没少玩单杠，这个高度应该不是问题吧？哼！傻瓜，快点吃啊！还跟着我干嘛？追呀！有本事把你们同伙都叫来追呀！等等！喂喂，怎么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啊？来不及了，要是落到狗群里，肯定会被咬个稀巴烂。系统，赶快消耗所有进化点净化！
消耗2182进化点，回龙体型提升。恭喜宿主，体型提升后，回龙已经成长至身长4米，体重3.5吨。恭喜宿主，回龙已成功进入成长期。系统都混上眉毛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快把系统任务2的奖励给我！恭喜宿主顺利完成系统任务2，任务奖励已发放，请宿主及时查收。这是将回龙蛋实体化时的那个。没错，它叫怪兽投影筒。怪兽投影筒的使用非常简单，首先，宿主需要把投影筒的末端贴近眼睛，这样。然后旋转投影筒上的旋钮，找到想要投影的怪兽，最后按下投影按钮即可进行投影。哼，剪变个头！这个技能弄得这么麻烦，你是不是存心想害死我啊？可恶！哎呀，机会一！这就是怪兽的力量。哼，很好，把老子当做软柿子是吧？接下来就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老子的愤怒！去死！居然这么灵活！看来只能硬拼了。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503。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499。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510。这是回龙，刚进成长期就已经是这样的庞然大物了，这个成长速度真不愧是盘古怪兽。怎么样，哥说要带你饱餐一顿的吧？好凶啊！怎么了？喂，你干什么？你为什么擅自离开？什么人？谁在说话？离开我很危险。妈呀！你说话了，妖怪啊！奎龙说话有什么新鲜的？大惊小怪。宿主，你该不会以为统治蓝星数百亿年之久的盘古怪兽只是一群身大无脑的低等生物吧？他们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可是进化出了超高等的智慧，对他们来说，掌握人类的语言根本不是一件难事。你弱，不可以冒险。你刚才不是也拿我当诱饵去抓短面熊了吗？不一样，我强，我有把握。你礼貌吗？再说了，我也有把握，而且要不是我当机立断，说不定我们已经被那群狗撕成碎片了。难不成这家伙其实是在担心我？哎，好了好了，不管怎么说，就第一次进入秘境而言，我们搭档的还挺成功的。现在我们该做的是赶快回去，趁夜把徽章还给苏林玉。糟了，徽章丢了！难道是刚刚打斗时从树上摔下弄丢了？快点，我们得把徽章找回来，不然我们出不了秘境。好。该死！刚刚战斗过的地方已经摸一遍了，还是没有，这下完蛋了。这气味有狗出没。只听说乌鸦会偷亮闪闪的东西放巢里，没听说狗也喜欢偷的。等等，这是变异狗的气味，还有苏林玉的气味。怪兽能力投影，竟然还能强化我的嗅觉。就是这里了。走，过去看看。找到了，徽章果然在这儿。看来他们并不会轻易交出来。小变异犬是变异犬的幼崽吗？你是脸盲吗？他们长得都不一样，怎么会错认成一家人？小变异犬是小型犬，在灵气催化下进化出的小型怪兽。它们身材短小，所以单体战斗力并不强，但是生性好斗，一旦集结成群，就会
经看到了。等等，手下留狗，不如我们把他们留下，给我试验下刚得到的驯服技能。能从45楼的阳台潜进来，却无法安然离开，难道是强化肉体的奇门系觉醒者趴着墙爬上来的？可是这么大的坑，是人类能弄出来的吗？这是灵修？这么说来，今天下午执勤巡查时，我就曾有一瞬间感受到了怪兽的气息，但顺着那股气息查找，却只看到了一帮男生在教室里打闹。事后我还特意拿着他们的学生手册一一查对，只是他们觉醒的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异能，但假如那一瞬间不是错觉的话，确实名义上没有觉醒异能的灵修最为可疑。但是这可能吗？觉醒引导仪判断出错的事前所未闻，也从没听说过有操控怪兽的异能。是控制心灵的六人系吗？而且假如他真有隐藏本领，为什么今天下午被欺负的那么惨的时候还不使出来？完全想不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假设灵修觉醒了某种能够操纵怪兽的能力的话，那么今天发生的这一连串怪事就都能解释通了。不对，还有新的问题，这小子大半夜跑到我家来干啥？而且他怎么知道我住这儿？一个1级秘境竟然发出红色紧急联络，什么情况？等等，手下留狗！还说自己说话算话，这已经第3次阻止我吃了。这几只小的亮点比短面熊大不了多少，即便你吞噬掉它们，也没几个进化点，还不如留给我，让我试试刚刚得到的驯服技能。这个技能的要求是，驯服对象的等级不能高于宿主的本命怪兽。之前获得驯服技能时，我还在想，真会有低于这货的怪兽吗？可是现在，这才过了1-2个小时，这货就已经长成这样的庞然大物了。果然，吃货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救命啊！完全不疼，没想到能力投影的技能这么好用。宿主，我要提醒你一下，能力投影的使用时限就要到了，超过时限，如果人无法摆脱小变异犬的攻击，就会受重伤哦。你倒是过来帮帮忙啊！不去，怕弄伤宠物。对哦，我是要驯服他们来着。来吧。恭喜宿主顺利驯服怪兽小变异犬。这三连咬人说的一点不错呀。不愧是我忠实的小狗腿子。恭喜宿主顺利驯服怪兽小变异犬，顺利驯服怪兽小变异犬。提醒宿主，根据驯服技能目前的等级，宿主一共可持有5只怪兽，目前已有4只。坑啊！这么重要的事，你咋不早说？一共才5个名额，我为啥要驯服3只小变异犬啊？话说，你刚刚不是还和他们一起玩得很开心吗？不过，宿主不必担心，本系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系统任务3：获取1颗怪兽晶核，将怪兽大主宰系统升至2级，奖励系统技能怪兽空间。我还当是什么办法？又是系统任务，而且这次还要求给你升级。宿主不知，升级怪兽大主宰系统的好处多多，不仅驯服，目前宿主拥有的系统技能都有机会得到强化。说的容易，
你当怪兽晶核随便就能入手吗？为了孵化奎龙，我可是把老爸的勋章都搭上了，怎么看都不是在这个1级秘境能弄到的。算了，还是趁苏灵玉发现前，赶紧把他的徽章送回去要紧。乖，把徽章给我。你们控制一下。3只你搞不定，用得着你多嘴？看哥的！这徽章被设计成了相框吊坠，里面装的是老爸。老爸的照片为啥会出现在苏灵玉的徽章里？我该不会是误打误撞的发现了老爸失踪的真相？喂，竟然是苏灵玉！来我家偷走了老娘的大议会徽章。苏主席，你说什么呢？糟了，他已经发现徽章被偷了。哼，少装糊涂！你现在人在 A86秘境吧？我刚刚接到 A86秘境管理中心发布的紧急通知，15分钟前在 A86秘境里测到2吨级以上怪兽的反应。啊，2吨级以上的怪兽？没错 ，A86是1级秘境，怪兽应该都在1吨以下，所以才被用作凝血境的训练场。2吨级以上的怪兽至少具有灵窍境的实力，十分危险。等等，10分钟前2吨级以上的怪兽，难道2吨级以上的怪兽说的是奎龙？完蛋，闯大祸了！我光想吞噬升级，竟忘了这里是秘境，对怪兽的量级有超严格的监测。为今之计，只有趁事态扩大之前离开这里了。听起来确实情况紧急，不过好像和我没啥关系。是吗？那我接下来说的可能会和你有关。你知道吗？秘境不仅有联网的门禁系统，更有完善的安防措施。现在估计对策局的别动队已经抵达 A86秘境，正在对秘境展开拉网式排查。对策局，这下麻烦大了。哼，这次的反应不错，看来你终于理解情况的严重性了。好了，紧急通知已经转达完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假如你能够带着你的伙伴平安离开秘境，到时就再联系我。记住，你偷我徽章的账，我还没跟你算。这女人都知道些什么啊？有机会一定要找到她，把这一切都问清楚。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要从这个秘境脱身。发生什么了？情况有点糟糕，你的存在已经惊动了对策局，现在他们正在对 A86秘境拉网排查，试图捕捉我们。好吃的上门了！吃你个头啊！赶紧帮忙想想办法，怎么躲避追捕？再说，人家主抓的还是你啊！这3只小东西是怎么了？奎龙，能听懂他们的叫声吗？他们说前面有地洞，又大又深，可以躲避。钻地洞里躲人类，感觉自己也变怪兽了。系统，钻入地洞可以掩盖怪兽身上的灵气吗？不知道。不过刚刚怪兽雷达确实没发现这几只小变异犬。本来只想试试驯服技能，没想到关键时刻他们还能帮了大忙。既然也没有别的办法，那就试试看吧。之前就觉得这里的地形很奇怪，这么说来，这些石头下面都是地洞。他们说前面有更大的，可以容纳我们。到了。这洞好大好黑啊，完全不想进去。我下去，你等在这里，不许乱动。喂，你们等等！系统，查看一下，这个地洞是否真的可以掩盖怪兽身上的灵气？遵命。如宿主所见，怪兽们的灵气反应已经降低了很多。洞穴确实可以削弱灵气反应，但还不足以将奎龙彻底隐藏起来。
我得告诉奎龙，让他再往深处走一点。让你在上面，怎么下来了？是你没藏好，我才要下来告诉你。这地洞又大又深，还能掩盖灵气，我们真走运。你高兴早了，看这里，挖掘的痕迹。挖掘痕迹？你是说这么大、这么复杂的地洞群是挖出来的？而且这宽度也让我很担心，动物不会挖比自己宽很多的坑道。难道说这里面会有个大家伙？不可能吧，这是一级秘境，如果真有那么大的怪兽，早该被发现了。等等，这地洞……没错，这地洞能遮盖灵气，我们才下来。怎么了？前方有不得了的东西。喂，你们去哪？别丢下我！这究竟是什么鬼？堆积成山的动物尸骨，最上面的似乎还是新鲜的。肉！喂，不得了的东西不会就是指这个吧？你再吃，体型继续变大，到时这地洞可都藏不住你了。怎么震上了？难道这洞不结实，要塌陷了？这是凶兽风息。有什么掉下来了？那是白色的魔发，是刚刚围攻我们的那只狗头领。他们好像误以为是我们挖坑，陷害他们。既然他们是在逃跑路上误掉进这里，文文，现在可不是我们互掐的时候。敌人的敌人就是……好吧，就是一盘菜。太残暴了！3只变异圈转眼就没了，连个拉拢的机会都没给啊！看来只能靠自己硬扛了。什么？这就是超5吨级的怪兽，好可怕！这也太强了！汪，是啥意思啊？奎龙自来对他们说话。喂，奎龙是让3小只脱我离开。他朝这边来了，别管他，往洞里跑！卡住了！什么鬼？这怪物一口就咬穿泥土壁了！以后都咬不动，就试试这样。好。刚刚奎龙的攻击似乎并没留下什么伤，怎么会这样？奎龙猛烈的攻击甚至无法破对手的防，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虽然奎龙等级确实低于风息，但也不至于这样吧？等等，这种情况我以前玩游戏时经常见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怪兽有特异性的防御强化，只有击打弱点部位才能奏效。从风息的体型上来看，弱点部位一定是身体下方的大肚子。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个告诉奎龙。宿主，午夜0点已过，是否选择进行签到？签到？
不错，宿主可以通过签到获得进化点、盗取物品，甚至是技能。签，马上签！签到一日，签到奖励回龙专属技能爆裂毒气。怪兽弱点 get， 必杀技 get， 恭喜！就等着变成红烧的进化点吧！问呀，宿主行不行？请认真看技能说明。爆裂毒气作为奎龙的终极必杀技，确实威力无比。但也正因为如此，该技能需要奎龙凝聚体内的所有能量，也就是说，需要用很长时间来准备。宿主觉得，目前这个状态下可能吗？看起来的确有些困难，得先把奎龙从目前的不利状况中解救出来。不过目前能出动的怪兽只有这3只，搞毛线呢！我需要强力一些的怪兽，至少拥有奎龙1半的能力。等等，1半虽然困难，但我或许可以搞定拥有奎龙3成能力的怪兽，那就是自己。系统，话说既然可以签到，那投影能力是不是也重置了？是的，宿主随时可以使用。这把稳了，利用能力投影可以得到奎龙30%的属性，有了这个，我就能放心的冲上去牵扯风息的注意力了。只要我能牵扯风息一段时间，把注意力从奎龙身上引开，奎龙就有机会用爆裂吐息命中他的要害，一举歼灭他。所以，作战的重点在于如何尽可能长时间的分散风息的注意力。喂，3个跟我说，我有个计划。他们似乎能听懂我说话，虽然不知道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一会儿冲出去之后，你们2个想办法引起风息的注意，给我打掩护。然后你负责直奔奎龙，找机会把我们的作战计划告诉他，而我则藏身在坑壁上，瞅准时机，打那只野猪一个措手不及。嘿嘿嘿嘿嘿嘿，都听明白没有？这帮小家伙似乎还挺靠得住。奎龙，趁现在营救奎龙作战计划开始，出发！干得漂亮！不枉费哥花费3个宝贵名额驯服你们，接下来就看哥的了！丑猪，吃我一招！走了，奎龙！他朝这边来了，杨戬，不要怕，就算只剩我一个，我还有能力投影的加持。既然我选择了探索秘境，就势必要经常与怪兽搏杀。在生死搏杀中，薄弱的心理素质是致命的，我必须要保持冷静。说起来容易，这些怪兽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巨大、凶残。只是站在他们面前，就已经吓得我大脑一片空白。有能力投影加持也没用，别说战斗了，就连转身逃跑，都要鼓起12万分的勇气。老爸，你一直都是在和这样的怪兽战斗吗？你别过来！时机正好，发射！你觉得奇怪吗？告诉你，会刨坑制造陷阱的可不止你一个。爆裂吐息！队长，2点钟方向发现巨型坠落物，从轨迹看推测为怪兽，身长8到10米间，极可能是搜寻目标。走，去看看。啊！看着这个就会觉得，这就是史上最强嘴炮的威力吗？
刚刚还在为作战计划而自鸣得意的自己，简直是个小丑。先假装失误砸奎龙，让敌人放松警惕，然后再攻击敌人，吸引其注意力。随后，奎龙趁机绕到下方，发动袭击。真可惜，最后也没看到你攻击风息。我能有啥办法呀？那可是5吨级的怪兽，它地上有3层楼高，只是在那站着，我大脑都已经一片空白了。别说攻击了，连逃跑我都要鼓足所有的勇气。最后能想起来喊你，我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476。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山帮子，进化点加52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短面熊，进化点加31。你的奎龙成功吞噬。那又吃上了！你忘了我们为啥要钻进这个破地洞了吗？居居在外面拉我们搜查，说不定已经到附近了，还想要命我！好疼啊！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怪兽金河吧？没错，这就是怪兽金河。虽然只是一块碎片，但也足够使系统升至2级。这不是给你吃的，这是要拿来升级系统的。系统，我要升级。宿主，只要将怪兽金河放在屏幕下方的传输口就可以了。哇，吸收了！恭喜宿主，怪兽大主宰系统已经升为2级。恭喜宿主顺利完成系统任务3，任务奖励已发放，请宿主及时查收。这就是怪兽空间，好难看呐！宿主可不要小看这个书包，只要进到里面，宿主就会发现这里面别有洞天哦。进入，这里是……宿主现在通过的是怪兽空间的玄关，这是一条时空夹缝，可以很好的保护宿主的隐私。主体部分是长宽高都是30米的立方体，可用来存放宿主的怪兽，以及见不得人的物品，从外面是绝不会发现的。放怪兽，而且不会被人发现。有这样的好技能，还窝在地洞里干嘛？别吃这个了，走，哥带你吃好吃的去。找到了，嘿嘿，这家伙掉的还挺远。啊，这个这么大块的，也是怪兽金河吗？是的，而且从裂痕上面来看，宿主刚才捡到的就是从上面掉落的。可是，不是说怪兽金河都生长在怪兽的脑袋里吗？正常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眼前这个情况似乎比较特殊。宿主，请仔细看这颗怪兽金河的边缘。边缘？好像手术的缝合线。难道说是有人将这个……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宿主伤后，怪兽大主宰系统正在加载2级怪兽图鉴。风息这种生物因其独特的生活习性而进化出一种特殊能力，它们在挖掘坑洞和巢穴时，会分泌一种特殊成分的口水，这种口水具有掩盖灵气的功能。在上古时代，曾有人饲养风息，将它们用作收集灵气、帮自己修炼和提升异能的容器。饲养风息，用作修炼和提升异能的容器。愚蠢的猴子就是这样，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主宰，肆意践踏其他生命。哪儿都有你，给我回去！没有同意不许出来，探头也不行。这件事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人竟敢在对策局的眼皮底下饲养上古凶兽？警报！警报！有高浓度的灵气反应正在靠近。一定是对策局过来了，我得赶快离开这里。可是，这颗怪兽金河丢在这里有点可惜。我去！
拉不动啊！好结实啊！队长，铁定是这个，看着块头就错不了。大壮，你带人检测一下，看这头怪兽是否还有生命体征。卷毛，你再用探测仪把这周边探查一圈。遵命。好悬呐！刚刚真是太危险了。为了这块怪兽晶核，险些就要和对策局打个照面了。宿主不亏，这块怪兽晶核里面的灵气足够让系统连升3级。喂，这块怪兽晶核并不是给你，是给苏林玉的。我们能进秘境，全是托他徽章的福，战利品理应优先给他。而且，我也不想欠那个狡猾女人的人情。队长，附近发现有怪兽的强烈灵气反应。还没死！系统，你不是说爆裂吐息威力无边吗？竟然也奈何不了风息！你居然质疑我！爆裂吐息确实威力无边，不过这次攻击恰巧击中了怪兽晶核，被怪兽晶核吸收了大量的能量，这才让风息逃过一劫。后撤！后撤！我离开这里！这还真是意外，不过也没什么可怕的。怪兽和觉醒者一样，都是灵气的产物。队长，您放这儿，别弄脏了。什么鬼？那不是我家窗帘吗？肯定是打短面熊的时候落下的，被他们捡去了。完蛋，被老妈骂的素材之下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只是，人类用灵气进化出实现梦想的异能，而怪兽则是用灵气来构筑自己的血肉之躯。队长，小心啊！那头怪兽目测至少也是5吨级以上。然而，人类里面也有像我一样脑筋死板、全无梦想的无趣之人，只会用灵气来强化自己的肌肉。我最合适做你的对手了。太浮夸了吧！那一身肌肉是什么？这一掌就把这只连奎龙都束手无策的风息劈了个身首异处，神府境觉醒者简直就是怪物！喂，可别记恨我。遵循对方的法则了结纷争，是我表示尊重的方式，总比被那边的家伙拿枪从远处射杀要好得多吧。报告，已对周围区域进行了探测，未发现其他灵气反应。准备收队，把那只怪兽绑在车上，带回驻地去。是。还好，他们已经认定风息是警报里的目标怪兽。终于返回风息的地洞里，不用再躲躲藏藏了。看见没？这些都是你今天的任务，你要努力把它们吃完。你就给我吃这儿。风息被抓走了，现在只剩下这些他吃剩的食物了。我们拼了命才打败 BOSS， 说什么也不能放弃升级的机会。是。好吧。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467。在这家伙吃的时候，我也不能闲着。宿主，你在干什么？我估计奎龙一顿吃不了这么多，别浪费了。剩下的这些我打包带回去。宿主，这是怪兽空间，不是怪兽打包盒。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变异犬，进化点加42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山蹦子，进化点加48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短面熊，进化点加26。
你的奎龙成功吞噬。A few moments later。哇，已经进账了32838点进化点了。要是把这些进化点都拿来进化，不知道会咋样。哎，系统，把这些进化点都给我拿来进化。哇，居然长得这么大！好了好了，既然都吃饱了，也该回家了。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估计外面的世界也该天亮了。不过在离开之前，还得做一件事。苏西，虽然你是一只又丑又邋遢、又狡猾又贪婪、令人讨厌的大野猪，不过毕竟你在这个秘境里面救了我们3次，是你挖的地洞让我们躲过了对策局的搜查，是你的怪兽晶核让我的怪兽们获得了可以藏身的怪兽空间，最后在紧要关头，又是你吸引了对策局的视线。如果有来世，愿你在一个接纳大型怪兽的高级秘境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吧。啊，终于出来了！这一夜感觉活出了几辈子的份。只可惜徽章今天就要还人家了，不知今后是否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还有，我希望可以刷我自己的徽章。哦，对了，约苏林玉上午见个面，好把徽章还给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啊！拿了人家的徽章，终归是要送回去的。可是承认徽章在我这儿，就相当于承认我闯入他家，而且他一定会问我去秘境干什么。他好像知道我有怪兽的事，可是又不清楚他了解到什么程度。啊！这完全就是一团乱麻，一个疙瘩都解不开啊！这种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这颗怪兽晶核了。希望苏林玉见到怪兽晶核后喜出望外，啥都想不起来问。到了，就是这里。可是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有活动的样子呀。喂，苏主席，你在吗？我到了，你能出来一下吗？天都大亮了，为啥体育馆里这么黑？我手上有事在忙，出不去。你直接进来吧。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在体育馆里漆黑一片，能忙什么？不过既是来道歉的，应该还是照着做的好吧？苏主席，我进来了。你的大议会徽章确实在我这里，不过这里面有个误会。这是怎么回事？惊讶吗？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这……你这个偷窥别人洗澡的变态，加盗窃徽章的小偷！哎，不，这里面有误会，你听我解释啊！哼，误会？徽章已经被他拿走了。赃物证物俱在，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又是这条拿来藏奎龙的破窗帘，这都快成四处被人揪的小辫子了。你也看到了，这个体育馆现在已经被布置成了天罗地网，你肯定没法像昨晚那样逃出升天的，所以最好坦白从宽。什么？没法了，硬着头皮上吧。对不起啊，昨晚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拿了你的徽章。不过昨晚我在秘境里捡到了这块巨大的怪兽晶核，我想把它送给你，以此谢罪。嘿嘿。苏林玉，你这是干什么？交代问题不要避重就轻，说重点。先说说昨晚你是如何潜入我房间的。记住，不许隐瞒，不许说谎，否则下次被打爆的可能就是你的头了。这么狠吗？不至于吧？我只不过是接有了一下勋章而已，罪不至死吧？而且这事你要我如何解释啊？难道要告诉他我绑定了一个怪兽大主宰的系统，系统的雷达把我引到你家，然后是盘古怪兽背着我上去的？让我上，干掉他！你干你个头啊！这里是学校，你闭嘴！他在和
自己的书包说话。奎龙那家伙让他在这儿打起来，还不把整个学校都拆了？可是好像也没别的办法。今天分的怪兽投影已经在打风息的时候用掉了。啊，等等，怪兽投影！看来是没法期待你自己开口了。系统，把怪兽投影筒给我。宿主，我提醒你哦，奎龙的投影今天凌晨已经用过了，目前可以使用的只剩下小变异犬的投影。这投影该不会让我属性不升反降吧？不管了，学我这一招！苏林玉，你打一个没觉醒的人，真没人性！幸好我反应快，一瞬间想到怪兽投影的筒还能这样用。怎么样？习惯了黑暗的眼睛，一定受不了这种强光吧？所以，趁现在逃啊！可恶！本来就想还了徽章道个歉，不知怎么的演变成这个局面。不管了，反正徽章还了，签到了，谢罪的礼也送完了。这小子果然华不留手，城府还深，难怪昨天下午被欺负的那么惨，还能憋着本领不用。我今天非让你露馅不可！快到门口了，只要逃出去就好了。啊，什么时候？反应速度这么快的吗？啊，喂喂，小龟不是说要爱护公物吗？你咋还拆成家了？你昨天才处罚过陈虎他们呀！哼，过分了呀喂，还能这样？你高达呀！既然你不愿意说昨晚是如何潜入我房间的，那么我就换个问题。这次你必须要老老实实的回答，和你一起潜入的那个伙伴是谁？现在在哪儿？伙伴？对了，之前苏林玉打电话时也特别提到过，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徽章被盗或者被偷窥而生气，他设这个局其实是想逼我交出回龙。我就说嘛，要是专门为了对付我弄这么个阵仗也太夸张了。这女人果然诡计多端，哼，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同样的办法还想用2次？磁力感应！这是什么鬼啊？我打不开这窗户了！不是吧？又来！王八蛋，烦死人了！球！救命啊！没想到你还真藏了不少本领，但这次我让你插翅也难逃。这是林修刚刚说话的那个书包。喂，你听见吗？快起来，换我上，吞了他！哼，他昨天背的不是这个包，难道说这包有蹊跷，里面藏了怪兽？不可能吧！我探查过那个坑，那少说也在2米上下，不可能装进这么小的一个包里。起来，快点起来啊！妈，你别打了，我起。喊谁老妈呢？我这是……对了，我刚刚投影了小变异犬，被苏林玉追杀。好悬！投影小变异犬不仅力量属性下降，感觉连智商都变低了。我记得我最后好像是从2楼摔下来了，然后就……等等，我的书包，那是我的包，还给我！还给我！从你的反应来看，我似乎找到了正确答案。你的伙伴就藏在这包里。不，快把包还给我！这不是闹着玩的，包里那个家伙厉害得很，我可是没本事收住的。要是在这儿打起来，整个学校可能都会被夷为平地。既然是这么危险的东西，那就更要开包检查了。希望你配合。
他这是完全不信我说的话呀！发生了什么？好吧，随你们便吧，小心房顶就好。小心房顶。这是林修，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这是带了个什么东西来学校？它叫奎龙，是一只盘古怪兽，不过刚刚度过幼年期。盘古怪兽？哼，你小子还真是整出来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哎，等等，大姐，你该不会想和他干一架吧？那当然，能和盘古怪兽一较高下的机会不多。你别胡来，出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不用担心，我就是变大了，我也会。怎么样？凭这个，我有没有资格和你的怪兽伙伴打一场？厉害了，我的姐！奎龙，他不是敌人，也不是食物，吞噬和爆裂吐息什么的，通通不准用。知道了，我收着点力气。喂，我都听到了，你们这也太不把我放眼里了吧！四长铁拳！快点快点，被那件钢铁碎片砸到就死定了！回龙，得救了！嗯，苏林玉呢？该不会被跳高架砸到吧？嗯，苏主席，可恶，放我下来！还有，这3只狗也是你的吧？让他们走开！好的，没问题。不过在这之前，既然我已经回答了苏主席的问题，也请苏主席回答我一个问题吧。我爸的照片为什么会在你的徽章里？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这变态流氓！你凭什么来翻我东西？啊，不说嘛，那我可就走了。啊，等等，我说就是了。林兄，你也知道吧？7年前，盘古怪兽烛龙袭击了天海市，烛龙破坏了大半个城市。在那场灾难里，我的母亲被压在了废墟下。就这样，他救下了我和我的母亲。我就说，老爸不会拎着逃脱的，没想到还给了那头烛龙一拳，真棒！是的，我一直都希望能打出像他那样的一拳，可没想到，苦练多年之后，我的拳头面对刚过幼年期的盘古怪兽，也还是这么不堪一击。喂，你别拿我的奎龙练手啊！他叫奎龙吗？不愧是盘古怪兽，真的好大。话说，我能吃了它吗？啊，你平时住哪儿啊？你家吗？你该不会一直把它闷在那个书包里吧？总不能说他也是昨天才来的吧？算是吧。对了，小家伙，你要不要来我家住？那样我们就可以每天对练了。谁会傻到去给你当沙袋？忘了说了，我家就在秘境里，地方要多大有多大，食物要多少就有多少。哟！喂，你别当着人家主人的面诱拐怪兽啊！啊哈，抱歉，差点把你忘了。其实我也欢迎你来的。也欢迎我？这又是几个意思啊？话说回来，那之后怎么样了？我爸和烛龙……抱歉，后面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了。我和母亲被对策局的其他人救走了，不过因为伤势过重，母亲很快就过世了，而我则被现在的父亲领养了。后来我被父亲领着去对策局送锦旗，这时才知道他叫玲珑尊，同时也听到了那些不堪入耳的传言。哼，那些传言……等等，不对啊！根据苏林玉的回忆，对策局里应该有不少人目睹了我爸和烛龙的战斗。那么，为什么那些丑化我爸的流言蜚语还会传开呢？哎，想什么呢？别走神儿。接下来才是今天找你过来要说的重点。不知道林叔叔下落的我，只能返回自家的废墟纪念。
可是我却在废墟里发现了。啊，这是林叔叔戴的大议会徽章，他该不会遭遇什么？不可能，绝不可能，他那么巧。那现场还有别的？警报！警报！怪兽雷达在宿主周围发现可疑灵气反应。又是红色警报。所以今天我本来是想把这个……等等，似乎有情况。系统，打开怪兽雷达。这个可疑灵气反应的亮点，也就是小变异犬大小。系统现在真是越来越大惊小怪。那这雷达上的位置，难道这家伙已经进体育馆了？现在就在我们身后。错，目标就在宿主背后，只是隐身了，所以宿主看不到。但是他却逃不过本系统的法眼，本系统已为宿主解析了目标怪兽的身份。邪眼吗？啊，他们似乎可以看到邪眼的存在。对了，狗狗有敏锐的嗅觉。哈哈哈！邪眼，这回你遇到克星了。孩子们上，闻着味儿，把他给我揪出来。林兄，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体育馆里进了个隐身的贼，你看我。对了，我身边这不就有一个天天喊着天罗地网的吗？我咋把他给忘了？苏主席，麻烦你现在立刻在体育馆四角做一个3米见方、侧面开盖的铁笼子。啊？好吧，我知道了。快，把邪眼往笼子里面赶！就是现在，关上笼门。这怪兽长得好像一个监控摄像头啊。其实不止长得像，功能上也很像。邪眼的雌雄体在分离后，通过一种灵气波交互信息，这种灵气波甚至可以穿透秘境的障壁。因此，在某些地方确实会将这种怪兽当作能穿越秘境的窃听、偷窃工具。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人在窥探我们。而且，刚好是一说到老爸的徽章就凑过来，这难道是巧合吗？不过，既然用怪兽来监控我这个怪兽主宰，不管你是谁，都是自讨苦吃。啊，这就是邪眼吗？哦，以前在父亲的书里见到过，但还没见过活的。先拍一张，然后发个朋友圈啊。对了，再艾特一下父亲。啊，果然，很快电话就打来了。稍等，爸，没错，就是那个。您别管怎么抓到的，我就是想查查是谁派来的。直接问不好吗？这吊坠也是老爸送的。老爸，你怎么缝了个这么难看的布偶啊？你看这个小怪兽多坚强、勇敢、强大，爸把它送给你，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像他一样勇往直前，毫无畏惧。老爸，你瞧着吧，我现在可是比怪兽还厉害的怪兽主宰。系统，我的驯服技能现在还有多少空位？开启之后，宿主的驯服技能一共可持有7只怪兽，目前还有3个空位。哦，很困难吗？首先要准确地找到发送灵气波的器官，然后再将其释放的灵气波收集起来，进行分析处理。似乎没办法。虽说从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非常复杂，成功率极。没关系，我已经搞定了。薛教授，对策局把风息送回来了，但金盒已经被人偷了。不过，为什么您会那么在意？我们又不是只养了这一头。你来看看这个就明白了。这怪兽是早上派去 A86 秘境入口的邪眼雄体已经失联了，这是他最后发回来的。风息不可能被发现，对策局观测到的怪兽应该是这头。可是这怎么看都有10吨级了吧？如果不是对策局蠢到连这种关键信息都搞错，那就说明这头怪兽只用了1个晚上，就从几吨成长到这样。怎么可能？1、2、3、4，去吧！
盯住那头怪兽，我要了解它的方方面面。薛教授，快看，邪焰磁体自行接通了全息投影通话。好像这样就可以接通了。凌修，你别瞎弄，小心弄死了。这里是 cosplay 会场吗？怎么会黑进来的？可是这屏幕连接的是怪兽啊！就是你们俩派大眼来监控我们的吗？大眼儿，只邪眼雄体吗？他被你控制了，手段不错呀。别转移话题，说为什么监控我们？我其实只是想和你做笔交易。哦，什么交易？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这头怪兽带来，让我从它身上采集一些基因。让你们采集基因？凭什么？这是在距离天海市4000多海里的地方，有一座岛屿，名为极渊岛。而这是64年前人类议会科考队的幸存者从极渊岛发回的影像。这头怪兽仅凭一己之力就摧毁了整个科考队。为获取它的信息，我在极渊岛进行了长达12年的探索研究，最终发现它早在20年前就从岛上销声匿迹。可谁能想到，如今我却在天海市里找到了一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怪兽。一模一样？我毕生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怪兽乐园。为此，我培育收藏了数以万计的各种怪兽，但我的这些藏品和你拥有的那头怪兽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我只采集基因，不会让你吃亏，而且，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提供一些有吸引力的情报作为酬劳。那些怪兽和风息一样，身上都嵌着怪兽晶核，也是用来吸取灵气的吗？好恶心，感觉这人就像一只大寄生虫。你会提供什么情报？凌修，我知道你叫凌修，也知道你正在寻找你的父亲玲珑尊的下落，而我则知道一些关于玲珑尊的有趣信息。极渊岛上的怪兽销声匿迹是在20年前，你的父亲搬来天海市住也是20年前。而你刚好拥有一头和极渊岛上一模一样的怪兽，你不会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吧？这一切都指向极渊岛，而我手里刚好有12年来探索极渊岛的资料。怎么样，要不要合作？从我咬碎老爸的吊坠开始，这一切确实无法只用巧合来解释。但是，凌修，你别上当。我刚刚想起他是谁了，他叫薛木，本来是生化和怪兽学方面的天才，但是因为从事人体改造、基因改造、怪兽繁育等多项被明令禁止的研究，而被对策局通缉。凌修，不用你说，我也不会和这个讨厌的家伙合作。况且，既然能用偷的，我为啥要和他谈判呢？偷？对，大眼2345号，给老子上！什么？小子手里应该只有一只邪眼雄体才对。薛教授，我们被骗了！不知道这小子用了什么手段，控制了研究室的邪眼磁体。现在就连您刚摘下来的4只邪眼雄体都被他控制了。哼，慌什么？磁体反而更好解决。大眼，你怎么了？你对大眼妈都做了什么？大眼妈是邪眼的磁体吧？听着真别扭。你能诱使我的怪兽反水，却不知道我操纵他们的方法吗？我觉醒的是奇门系手术异能，能在动物体上随意切取或嫁接任何器官。于是我利用这种异能，在怪兽身上嫁接了内嵌芯片的晶核。我可以利用这些芯片遥控晶核，吸收怪兽的灵气，控制它们的成长，或者将晶核内的灵气转化为电流，对不听话的怪兽进行惩戒。又或者像现在这样，
让晶核一瞬间释放全部能量。你见过吹爆的气球吗？快住手！想要我住手很容易，你自己放弃对它的支配不就好了吗？不是，我只会驯服，不知道怎么退还。怎么样？重新考虑一下，要不要跟我合作呢？你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在这只叛徒咽气前，灵气波断了的话，你既无法作答，也无法再对这里的邪眼雄体发出指令。失去磁体输送的灵气，这些雄体立刻现出了原形，哪里疼？好吧，我知道了。我拒绝，老子就算一辈子找不着爹，也不会和你这个死变态合作。你这疯子，压根儿就没把怪兽当人看呢。怪兽是人吗？你说奎龙基因就是大眼儿，我也不还你了。云霄，你冷静一点，那只是个全息影像。那我要揍他一拳，打不着，吐他口唾沫也好。奎龙，你干嘛？哦，这是……哇，什么鬼？这就是教授心心念念的极人老怪兽吗？明知是虚拟影像，但还是感到害怕。你就是那只肆意践踏生命的愚蠢猴子吗？竟敢把怪兽当成玩物！太棒了！不愧是我追寻了12年的超级怪兽。怎么，你想咬我吗？来吧！没人想吃你这种恶心的家伙。不过，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怪兽的愤怒。奎龙，别吼了，这隔着屏幕，你发火也没有用啊！不对，云霄，你看，高大有力的身躯，这王一般威严的咆哮，简直完美。这些怪兽在响应奎龙的咆哮，一呼百应。难道这就是怪兽之王的号召力？你看不到吗？那是灵气的效果。奎龙正在通过邪眼的灵气波向那边大量传输灵气。对了，邪眼雄体与本体间是用灵气波来传递信息的，所以可以承载灵气。研究室里虚弱的怪兽接受到来自奎龙的灵气，所以才振作起精神。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不愧是我看中的怪兽。这不是你该看的场面。大眼3号，趁现在赶快离开那里，到我们这边来。大眼，听他指挥。系统，发送雷达的定位信息给大眼3号。薛教授，邪眼雄体带着存储设备跑了，怎么办？追不追？不用担心，既然盯上了他，他就跑不了，我自有办法。对不起，薛教授，都怪我一时大意，让您多年来耗费心血培育和收藏的怪兽。不怪你，过来。这都不算什么，我们可是得到了关于那头极渊岛怪兽的情报啊！与那头怪兽相比，之前培育的这些，充其量是试验品。哼，我完事儿了，你进来吧。可是，薛教授，那小子还偷走了您探索研究极渊岛多年的资料。让他拿去也好。那些资料就像一个鱼钩，可以勾着那小子不脱离我们的视野。何况现在的极渊岛，可不是凭人力能轻易抵达的地方。奎龙，你怎么了？系统，奎龙这是怎么了？
垃圾系统，每次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苏主席，你也过来帮忙看看呐！通话刚结束就变这样，会不会是那个薛木又做了什么？奎龙的这个状况恐怕与薛木无关，这是灵气窒息的症状。灵气窒息？没错。既然如此，就只有这样了。你住手吧！我是说灵气窒息，不是窒息。灵气窒息是说，觉醒者在蓝星地表大量使用异能，消耗灵气之后，若得不到及时补充，就会形成类似窒息的症状。这是因为蓝星地表的灵气非常稀薄且不安定，无法提供持续的灵气补充，而怪兽在这方面承受的压力只会比觉醒者更大，因为他们的整个躯体都是以血肉混合灵气的方式构成的，连正常的生理机能都依靠灵气来维持。所以奎龙刚刚的王之咆哮可以说是自杀行为。打个比方的话，就像是在高原反应的情况下还在剧烈运动。我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是的，你好像完全感受不到灵气的存在。不过某龙肯定是明知故为。明知故为？奎龙竟然这么拼。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在目前的状况并不严重，而且刚好我这里有常备的药，这药能抑制体内灵脉系统的兴奋，让灵气在体内收缩凝聚。你可以拿给奎龙试试。谢谢，感觉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在被你帮助。感受不到灵气，那应该是还没觉醒异能。这小子到底是获得了什么能力啊？是血眼雄体回来了，看，极远岛资料盘也顺利入手，这局大获全胜。到的只有这2只，剩下2只都遇难了，这算什么胜利？只是趁人不备偷了东西逃回来，而且还损失惨重。这东西，林兄，你干什么？那可是来之不易的资料，你不想揭开你父亲失踪的真相了吗？这次的胜利不过是侥幸，那个薛木不会就这样轻易丧命。作为同样与怪兽打交道的人，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再次出现。谁知道这个资料盘是不是他下一个轨迹的开篇呢？如果不是今天这种状况，而是正面硬刚，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我们没有胜算。我不能拉着我的怪兽冒这样的险。他们是真的把生命交付给我，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一死。所以，我有义务保护好他们。至于那些资料，等有了实力，我可以自己收集。这小子昨晚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吗？明明昨天下午还是被欺负，一直会嘴硬说大话的能力。现在的他，或许真值得小小的期待一下。给。这是你已经自恋到拿着写真海报到处发的程度了吗？这是大议会的会员资格考试宣传海报，虽然这海报确实很羞耻，考虑一下参加大议会的会员资格考试吧。不管你将来作何打算，肯定都绕不过秘境。考一个徽章会很方便，而且本季度的考试在下个月，还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怎么样？大议会徽章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是可惜我不是觉醒者。啊！他考，我替他定了。奎龙，你别瞎定啊！打从刚才开始就怕这怕那的，怕啥？谁挡路，我吞了他！确实没那么简单，而且话说你身上好像冒烟了。哇，越来越重了，你赶快躺下来休息啊！苏主席，奎龙这又是怎么了？这是要发挥作用了，奎龙体内的灵气正在收缩凝聚。你搞什么苏凌月？你给我的是 APTX4869速效药吗？今天发大议会资格考试科目1的成绩，紧张死了。话说，奎龙还没有接到通知成绩的电话吗？喂，奎龙，和你说话呢，你咋了？手机借我，我查资料。
查资料，都过2个月了，难道他还是对吉原岛不死心？既然如此，那就只有这一条路了。回龙这家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哼，跟他们拼了！大哥，你这不是在玩游戏吗？不过现在这个位置起手开大，恐怕果然被一招毙命了。这已经是输第26次了。可是你一上午都在这沉迷游戏呢。倒闭你也别拿我的手机撒气呀！不，我这是在用模拟战的方式调整爆裂吐息的实战用法，让他们知道爆裂吐息真正的威力。好高端的粉饰啊！你是耍什么酷？还我手机！秋，你个混小子，好端端的，为什么欺负人家奎龙仔？妈，您进我屋就不能敲下门吗？敲啥门啊？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来，别理那个混小子，撸串，我给你现烤的。妈，您这也太偏心了。你儿子也是一大早还什么都没吃呢。啥偏心啊？不是你说奎龙仔正在长身体吗？得吃好点。要不你先拿2串烤面包垫垫，过会儿吃午饭了。午饭吃啥？哦，还有昨晚吃剩的菜，给你拿微波炉热一下。为啥他吃肉，您儿子就只能啃面包片就剩菜啊？哼，那你咋不说说，为啥人家奎龙仔天天趴这儿学习，你就只知道赖在床上？你没事吧？他那是在沉迷游戏，好不好？瞅瞅，自己懒不说，还贬低别人。不会吧？你们俩啥时同步率这么高了？当初我还担心我妈接受不了奎龙，没想到到了最后我才是充话费送的那个。太惨，说说你那个考试咋样了？成绩下来没？还没，说是一早就会通知成绩，可都10点多了还没接到电话。你瞅瞅，你突然说要参加那啥考试，我也支持你了。咱家啥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给你报名，可是把家底都掏空了，那可都是我留着准备给你将来买房娶媳妇的钱。考不上，将来你就等着打一辈子光棍吧。女生在吗？科目1考试成绩出了，给你打1上午电话都不接，害我还得跑过来通知。咋回事？是不是你给我挂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定是这家伙。之前不是你说让我放心去考，有啥事你担着吗？亏我还觉得你可靠，狠狠感动了一波。你这家伙，整个就是一个大骗子！胆肥了吧？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小样，还收拾不了你们了。哎呀，这不是苏玲玉吗？每次参加家长会都看你在上面演讲。阿姨也在啊。您今天没去烤串店吗？今天这不是出成绩吗？为给这小子报名，我把多年的积蓄都搭上了。我倒要听听这小子考得怎么样。阿姨，灵修考得不错，以第1名通过了科目1。不愧是我儿子，这第1是不是就入会没跑了？哎，怎么回事？你们看起来并不高兴啊。科目1是笔试，只是考核关于秘境和怪兽的基本常识，真正难的是最后面2科。科目2体能测试历年通过率都不到10%，科目3实战测试更是每年内容都会变，经常全军覆没。妈，您放心吧，您儿子一定能考上的。虽然没有觉醒异能，但我自有其他本领，而且这次不同觉醒仪式，我会做好充足的准备。就是要这样。阿姨，我今天跑过来其实也是为了这个事。我希望您允许灵修住到我家，进行为期1个月的考前特训。什么？苏主席，你这个也太突然了吧，我总得收拾收拾吧。收拾什么？我那儿啥都有。你们至少吃了饭再走啊！真是儿大不中留啊！本来还想给他个惊喜，好好庆祝一下，
现在只能我一个人吃了。这小子，难怪突然和我说，要参加那莎会的考试呢，原来是准备一石二鸟啊！长本事了。啊，苏主席，这是哪里？不是说去你家吗？对啊，这里就是我家。等等，难道你爸是那鼎鼎大名的怪兽博士苏天才？不过你家住研究中心？不，准确的说是入口在研究中心地下停车场的秘境里。我去，竟然真的住秘境里啊！我父亲平时都在进行怪兽研究，比如行为观察、生理生化研究，所以住秘境里比较方便。这好像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吧？啊，你不知道吗？秘境是可以由个人承包的。世界各国对秘境采取的都是无主地先占先得的原则。在华国，探索、勘测和开发秘境的任务都是由大议会承担的，因此大议会持有华国绝大多数秘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持有过多，管理起来会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大议会就会把一些安全稳定的秘境拿来出租。比如你去过的 A86 秘境，就是租给对策局供凝血境修炼的秘境，承租者只需要是大议会成员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只要通过了大议会的考试，就具有了申请承包秘境的资格哦。啊，我自己的秘境，可以把奎龙仔、小狗子和大眼都放出来，一起快乐的生活，感觉这才是怪兽大主宰应有的待遇啊！不过每次回自己家都要经过这样一个办公楼，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并没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直接的出入口。我们只是顺便过来接个朋友。这是经过了2个月的治疗，现在你的斜眼已经完全恢复好了，你可以带走了。大眼妈，你复活了？不对，你不是大眼妈，你是大眼1号，对不对？2号和3号也在。你是怎么能分清的？苏主席，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大眼1号会变成大眼妈？难为你还给他们每个都起了名字，但其实他们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生命体。所谓雄体，其实只是可以脱离本体独立活动的捕食器官而已。不过当雌体受到严重损伤时，就会有雄体转化为新的雌体。原来如此，难怪当时摸了一只雄体的下巴，就驯服了整个斜眼。抱歉啊，让你白白难过一场。不过你发誓守护怪兽的样子还蛮帅的。大姐，合着你一直在旁边看我热闹啊？不过不管咋样，结果算是大团圆了。你在这儿等下，快到包里来，我去打个电话先。哇，好可爱的一只小龙龙！大哥哥是觉醒者吗？身边竟然还带着这么可爱的怪兽，太酷了！哪儿来的丫头？机会难得，可以让我们握个手吗？握手？可以啊。谢谢大哥哥，我还从没有和怪兽握过手呢，这半个月我都不洗手了。白高兴了，原来不是跟我呀。怎么？手拉不开了？这难道是什么异能？太抬举我啦，只是个雕虫小技而已。这叫八极拳，是一种擅长借力打力的拳法。八极拳？你被抓住的手使的力道越大，身体所需要承受的力道就越大。好重啊！被自己的力道扔出去，感觉如何？虽然奎龙吃了苏灵玉的药，体重没有之前那么重，但即便如此，奎龙的力气却还是很大的，怎么会被这么轻易的甩出去？耍这种小聪明就想击败我？哎，我可没那么天真，是你和司主贴太紧了，不制造个间隙，我怎么插进来呢？
不少觉醒者都总喜欢用华丽的招式恐吓对手，纯粹哗众取宠。想让对手感受到生命威胁，一把水果刀足矣。又不是变戏法，越热闹越好。而当人感受到生命威胁时，就会不自觉地抓住救命稻草。把它交出来吧。你究竟是什么人？哎，放心，如果我真想杀你，从进门开始一共有4次机会呢。对嘛，这才乖。苏姐特别叮嘱说，你拥有瞬间增强的能力，靠的是这个吧？哦，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苏姐找来负责你这次特训的教练，名叫方天戟。姐你个头！你比我大7岁，装什么呢？哎，你来啦！看来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介绍你们认识了。林修，这是我特地给你这次特训找来的陪练。他已经连续10次参加大议会资格考试了，可谓是非常资深。喂，你这是什么介绍啊？就好像我连续10次都考不过一样。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我那是增加实战经验，百炼成钢。苏姐，这就是你寄予厚望的黑马吗？这玩意完全没戏啊！不管能力、反应还是实战经验，去了也是白花报名费。喂，我还在这儿呢。小怪兽，还想来场复仇战？你觉得我会怕吗？对，来呀，怕你啊！大哥哥，你的怪兽要吃人，你管不管？苏姐，你找的陪练靠不靠谱啊？你们2个够了！姐你个头啊！怎么还带传染的？方天戟，你给老娘认真点儿！找你来白吃白喝的！是这小子实在太弱，人家实在提不起兴致嘛。我才是，才不要一个10进攻的家伙做陪练。哼，这2个家伙，幸好我早有准备。既然如此，我们打个赌吧。方天戟，如果你能让灵修认输求饶，这一整包怪兽晶核就都是你的了。我要！哇，苏姐，你压住这小子也太大手笔了！哦，这该不会是……不错，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就是之前你从 A86 秘境里带出来的那块。切！不过，话说敲成这么细碎的怪兽晶核也值钱吗？你该不会把怪兽晶核当钻石了吧？越大越值钱。在涅槃时代，怪兽晶核就像是煤矿或者石油，是供应各种工业机器和武器的能源，所以其价值只和纯度有关，与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苏姐，所以你打碎这些怪兽晶核是因为知道这些？送给我的东西，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如果你无法让他认输，就要为他设计一套详尽的特训方案。这家伙也上吗？奎龙不上。所以你只让灵修认输就行。苏姐，你得多宠他才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认输，只要他一直嘴硬死不认输，我也不敢真把他咋样。哼，你以为我是小孩子啊？不如这样吧，这是他的强化道具，刚好在我手里。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这个抢回去，就算他赢。怎么样？刚刚奎龙都被这小丫头扔到一边，以我目前的速度和力量，肯定没有办法靠近她。跟我打！不行，你不能上场。以你的体型和吨位，只要出现在考试会场，就肯定会引发骚动。所以，任谁上，你都不能上。任谁上你都不能？这话里好像有话呀。对了，就算奎龙仔不能上，我书包里还有其他小伙伴呢。这小子一直都这么神经兮兮的吗？对，这是他独门对话式思考。好，就按你说的办，谁怕谁呀？喂，小子，你是把我当成持刀的歹徒了吗？怎么还用上女子防身术了？对付你，我可不需要匕首。这可是你说的，看招！区区障眼法。林兄，你还没想明白吗？这种单调的抛物线运动，不管你扔多少个，对我来说都毫无难度。不对，神呢？什么鬼？玻璃中的狗？暗度陈仓啊！
点想法，单凭3只狗就想牵制住我，慧明也太小瞧人了吧！看我给你一勺烩！嘿嘿嘿，我就在你的勺里，把头移交出来吧！我去，你这是包还是蓝胖子的豆啊？而且这是怎么把自己塞进这么小一个书包里的？哼，到手了！可恶，竟敢戏耍我！嘿嘿，这是……这场赌局是我赢了。看来是这样的，连环计的手法和紧急状况下的反应都可圈可点。哈哈哈，这回老实了吧？看到底是谁白花报名费！我可警告你啊，现在的我可不是用一把水果刀能威胁的，这身鳞甲哪怕变一犬的牙齿都咬不透。不过是变个身，就这么有自信了？那你看看这样如何呢？你杀人呐！哼哼，再尝尝胡椒粉的威力！哎呀，哎呀，可恶！我不会放过你的，太阴险了！嘿嘿嘿嘿嘿。让你顺风就飘。可恶！要让你知道厉害，吃我一拳！对了，其实苏姐找我来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和你一样，不是觉醒者。啊，不是觉醒者？不是觉醒者，你不早说呀！我差点就打上去了。现在说也不晚啊，这不是错开了吗？这拳头已经不亚于我之前的那一拳了，至少也有灵窍境的威力。你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呢？是在后怕吗？是不是觉得我不是觉醒者，所以一定接不下你这一拳呢？当然了，要是这一拳打在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上，你早没了呀！哼哼，你错了。哟，快快，你那么大本事吗？啊？不，我的意思是，即便是绝大多数觉醒者，挨这么一拳也会是这个下场。啊？有什么好奇怪的？刚见面时我不就和你说了，想要让对手感到生命威胁，一把水果刀足矣。觉醒者的体魄虽然会强很多，但依然逃不出血肉之躯的范畴。所以，这拳头是绝不能打在人身上的。这次比试是我输了，我会依照约定为你制定特训计划的。首先，既然你已经展示了自己的资格，那我也不应该藏着掖着，我确实是大议会的成员哦。你不是连续10次参加大议会的考试？哦，我忘记说了，是作为陪考官。啊，陪考官！哇哦！方天戟，你又不是第一次来我家，装什么好奇宝宝？话说，我能提个问题吗？你真的没有觉醒吗？是的，如假包换，没有任何异能，所以我可以打包票，我的特训计划一定能让你通过大议会的考试。大议会的资格考试一共分为3项，分别是笔试、体能测试和实战测试。只要在3项测试中所取得的综合分数达标，就可以获得资格。与觉醒仪式不同，这3项考试里完全不包含对异能的检测。那为什么说就算是觉醒者，想要获得大议会徽章也不容易呢？当然是因为第3项的实战啦。每次天海市大议会资格考的通过名额只有10人，但参加者却有数百人，而且这数百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觉醒者，可见实战这一轮的淘汰有多么残酷。所以只要在实战测试中胜出，就肯定可以安全过关。可是实战测试非常困难吧？据说每年内容都会变。万变不离其宗，毕竟核心的目的是淘汰，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赶在这个增强的时间内，主动去淘汰掉所有参赛者，不就 OK 了吗？对哦，我怎么没想到还有这个办法？凭灵修刚刚展现的那一拳，
15分钟内淘汰其他参赛者，一定没有问题。苏姐，你想的太简单了，对这个家伙来说是没戏的。为什么？你问他，他敢用拳头往人身上招呼吗？为了获得大议会的资格，我可以。可以什么？人和自己的内心作对没什么好处，只会成为战术计划中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不会逼你用那个拳头打人的，放心吧。所以我们这次特训的目的就是帮你找到一个不重伤敌人，但能让敌人失去战斗力的打法。警报！警报！怪兽雷达在宿主周围发现浓烈的灵气反应。这个时候，不会吧？不好了，好像有很强的灵气正在向我们靠近。这档口有怪兽来袭，咱几个偷偷瓮中之鳖。大姐，你连自己的乐子都看呢？放心吧，这虽说是 C 级秘境，但有着完善的安防措施。缆车的索道两侧都有驱赶飞行怪兽的超声波装置，所以十分安全。你感受到的多半是下面湖里负责看家护院的小龙虾。哇，用小龙虾看家护院，真豪华，看起来仿佛很好吃的样子。你饿疯了，这也能吃啊？先这样，再这样。我要吃，我要吃！云兄，快制止奎龙仔！现在他的身体处于亢奋状态，疯狂地从空气里吸收灵气，这样下去恐怕会……龙龙一吹就鼓，像气球一样，真好玩。这是药物突然失效了？不，这是秘境，有充沛的灵气，所以即便用药物将体内的灵气压缩凝聚，但只要身体持续处于兴奋状态，就能从空气中获取源源不断的灵气进行补充。我要吃！这么下去，缆车会承受不住掉下去的吧？都是你，非要当着吃货的面讲美食。气球龙龙好帅耶！话说，这缆车最多可容纳6人，奎龙仔多重？9.6吨。这都快超20倍了，没理由不掉啊！完蛋呐！真掉下去了！没有奎龙的话，或许我们还有救。哇哦，跳楼机真刺激！总算是活下来了。别开心太早，这是缆车，不是船。糟了，水已经漫到小腿了。哇，还有小鱼和小蟹！快，我稳住车厢，你俩先逃。快！妈了，大龙虾呀！啊！这是什么逆天加贺力？连缆车车皮都可以一下夹爆！不好，这时的苏林玉手无寸铁了。虽然无论如何都不想再用，但也只剩这招了。投影小鞭一拳！快上来！这个是那时候的。别婆婆妈妈的，快走喽！哇！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快往水里钻！哇哦，夏夏还会打水炮，夏王威武！不能！危险，别乱动！回龙的声音，他在哪儿？老爸，我可以带2个同学来这里特训吗？
好像是说中午到，可是这都快晚上了，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憋死了！苏姐，快上来！凌霄，你跑得快，先带着他们走。好的，长官。喂，你干嘛？遇到大危机了，所以轻装上阵一下。牛啊，大姐！您这一身带的都是啥呀？一点点防身小道具啊，匕首、枪管、吹管、毒药。哇，干得漂亮！后面就交给我吧。节肢动物的复眼虽然有更广泛的视觉范围，但是却无法像脊椎动物那样清晰成像，所以，等等，林渊好像说过，爆裂突袭！哇，你的炮真好用，一炮下去它就熟了。终于变回来了，感觉头脑都清晰了不少。哇，好香啊！饿了。香味是从这里飘来的，找到了。但是这么硬怎么吃啊？我来，吃小龙虾我最熟，我吃过的小龙虾没有10000也有8000。当当当！这大龙虾真香啊！我想到你快速通过考试的方法了，不用拳头的力量，用电不就行了吗？这样一来，就不用贯穿敌人的身体，也能快速让肌肉麻痹。对哦，就和之前你爸爸的雷霆铁拳一样。和老爸的一样。天都黑了。我们回来了。你们终于来了。你们休息一下，我去准备下晚饭。来来，大家趁热，尝尝我的手艺。来，多喝点，明天就特训了。瞅啥呢？你这话怎么听着像要送我上路啊？你又准备整啥活？哎，别怕，不难的，我都想好了。这1个月特训就安排你抓龙虾。话说，要不你先把嘴角上的虾肉渣擦干净再说。你可别小看这龙虾，只论身体强韧度，它可远超一般觉醒者。只要你有办法让它失去行动力，比如像这样折断1、2只手脚，咔吧一声，一切搞定。大姐，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让人脊背发凉啊！天极，你别逗他了，时间紧，任务重，直接说你的想法吧。哎，好吧好吧，苏姐就知道护犊子。想法？你不是抗拒自己一拳把别人打个稀巴烂吗？反正这龙虾壳厚，打不穿，刚好适合让你练练雷霆铁拳。可是雷霆铁拳要怎么打呀？先练呗，拳是练出来的，久练为熟，熟能生巧。你不觉得有一种可能会是拳还没练出来，我就丧命虾熬之下了吗？哼，什么特训教练员，一点都不靠谱。果然，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地面裂了，地震了！原来是你啊！大半夜不睡觉，搁这整啥杂耍呢？我在练雷霆铁拳。你不懂，久练为熟，熟能生巧。你是不是以为肚子大就能吐爆裂吐息，胳膊粗就能打雷霆铁拳？太天真了。那你说我该咋办？有没人教我？哼，用你脑子想想，你那个怪兽投影是怎么用的？
啊？怎么用的？这么说来，我想闻空气里的气味，于是就投影到了你的嗅觉；我想攻击变异犬，于是就投影到了你的龙爪。没错，投影只是让你借由系统复制了我的属性，与你自身能力无关。也就是说，其实我也能投影到你的雷霆能量。是的，只不过你不知道如何驾驭雷霆能量而已。现在知道求谁了吧？快教我！本来不想管你的，跟我出来吧。你真的要让林修去抓龙虾吗？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就是去送死啊！切，你那么担心他，咋不把他含嘴里？我没和你说笑，只因为他爸会雷霆铁拳，就赌他能会，这太随便了。哎，放心放心，那小子天生公主命，宠他的不止你一个。你没听见下面闹那么大声吗？林修和奎龙仔，他们在干嘛？我下去看看。哎，你这个女人，在地上趴好，注意力集中，把身体的力量凝聚到一个点。这动作好奇怪啊！这是怕打不过龙虾，训练挨打吗？准备好了吗？雷霆能量觉醒引导仪式开始喽！雷霆啊，赐予我力量吧！你在做什么？确定没搞错吗？别捣乱，继续趴好，仪式还没有完呢。这怎么看都不靠谱吧？保佑我的拳头重如五雷轰！怎么样，感受到什么没？我只感受到你丫的在耍我。不，我感受到了，在你体内真有灵气在聚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仔细感受，要驾驭雷霆能量，需要集中精神，感受体内的能量沿着你的四肢百骸运转，将其汇聚到一个点上。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能感受到体内有一股热流。难道当初我爸也是这样学会的？啊，不可能，不可能！别吐，吐出来就是暴力吐息了。集中精神，将能量引导到你的双手。我得按住这小子，你过来搭把手。好的。糟了，劲用大了，不小心打飞了。不，效果刚刚好。你看，他游得好快。不好，那个水里面很危险的。没关系，跟着。不断从身体里溢出来的能量是，按照克隆仔说的，集中精神，努力感受。没想到真的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贯通了四肢百骸。难道这才是真正的奎龙投影？之前似乎都只是强化了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力量、速度等各项属性都有明显提升，甚至还可以在水下直接呼吸。或许真能赤手空拳击败利维塔龙虾。即便是面对利维塔龙虾这样的巨型怪物，也能冷静应对呢？难道真的是艺高人胆大？不，应该也不完全是因为实力的变化。之前投影小变异犬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性格和思维模式似乎都受到了影响。哈哈哈，不愧是怪兽之王，不仅属性，就连思维和内心都是1等1的强。有这样的属性，想抓只龙虾还不容易。只要从正后方贴身，它就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看招，这下你无计可施了吧？接下来只要集中所有精神，感受体内能量的运转，将注意力集中在右拳上。雷霆能量出现了，难道是疼痛让体内的力量得以聚集？来得正好！我成功了！
哇！果然还是不行，又过来了。好像已经煮熟了。哇哈哈哈哈！哥成功了，哥成功了！不好，怪物投影的时限到了。林修，真是的，又弱又喜欢胡来。果然，对这小子就应该用逼的。接下来就是熟能生巧，让他熟练掌握雷霆铁拳。30天过去了，林修，大家每天都在吃电烤龙虾。现在的你在奎龙投影状态下已经有不输灵窍境的实力了，没想到只有1个月你就熟练掌握了雷霆铁拳啊！真的？考虑到参加考试的都是凝血境新手，你想要通过考试，问题应该不大。不过还有另一个情况。这是薛母曾经是我的学生，听林玉说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吧？他这个人执着而且偏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何况是他追寻了12年的奎龙。他让你拿到极渊岛的资料，或许就是为了钓你上钩。这次大议会资格考试中，恐怕也会投下他的阴影。等等，明知如此，为啥我们还要参加这次大议会资格考试啊？因为宣木已经盯上了你，而且恐怕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所以我们再三考虑，绝对不容用这个机会引蛇出洞。放心，有我在。可是你在地表使用力量会很危险吧？这件事已经被我攻克了。这是我用1个月时间研发出的新药，能让奎龙在一段时间内释放灵气进行战斗。听说了吗？海报上的苏灵玉本尊也报名参加了本次考试。真的假的？他不是都有徽章了吗？难道是作为陪考官？好想有机会和他搭话。没戏没戏！没想到苏灵玉竟然有这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林修，你总算到了，我等你都快1个小时了。1个小时？大姐，我可是按约定准时来的。这小子该不会就是传闻中的那个人吧？看着挺普通的，竟然能让女神等。传闻？什么传闻？还傻愣着干什么？既然来了，就赶快进去吧。大姐，你注意一下影响好不好？你没注意到周围那些仿佛要吃人的目光吗？哟，瞧瞧看，这是谁来了？陈虎，闪开，别挡道。没想到你也报名参加了考试，这是准备靠裙带关系走后门吗？切，上次挨我一顿揍，就吓得1个月不敢来学校。你还真是你爸的好儿子。看来我上次和你说的是对牛弹琴。不，苏主席，你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作为回报，我也要好好提醒你。根据考试规定，在考场及周边使用异能私斗的考生将会被取消考试资格。你看，考场内外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这么多人正在巡逻呢。就算你不在乎，但这可是灵修的第1次考试。怎么样？奎龙得留到考试用，投小变异犬的速度加成，不知道能否搞定。方天戟，疼！胳膊要折了，完全使不上劲儿啊！就是之前对付奎龙仔的那招。听你要求试过啦，不能用异能1打5，还有事吗？我去，这丫头哪儿冒出来的？这么能打？你可闭嘴吧！那是方天戟，连续10次优秀通过资格考试，你考场跟串门一样。林修哥，看在这家伙都跪地忏悔的份上，原谅他吧。林修哥，羡慕啊！我也希望有这么2个美女护驾。这小子就是传闻中的那个人，没跑呢。又是传闻中的那个人。对了，
从早上开始，一直听到有人在说传闻啥的，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不知道吗？已经传开了。本次千年一遇天才美少女主动申请作为陪考官。因为她发现了一个5000年一遇的奇男子，想把那人收入自己的冒险队。我？这是谁传的？这不明摆着搞我吗？我传的，怎么样？我编的不错吧？效果 max，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感觉这完全就是羞耻 play。师兄，那边有点古怪。喂，你在东张西望什么？你说陈火？不是那边飘过来的灵气，总感觉似曾相识。先不说灵气 ，AB6暴击男正与陈虎密谋，也很可疑。大牙，过去看看。请坐。别怕，陈少爷，陈局长找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先上车，咱们细聊。老爸。什么运气呀！别这是，这么厉害啊！我叫金涛，是这次天海市大议会考试的考场负责人。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大议会创立至今已有近100年历史。本会取名大议，就是要时刻提醒每一个会员，即身带徽章，游走在秘境，就不能忘记大议授落9日，铲除6害，安定万民的志向。今天对你们这帮新人，我不要求你们有缔造传奇之能，但至少要展现出安宁济世之志。来吧，给我看看你们的决心！哟，哎，同学，你也是来考试的吧？现在正考前动员呢，还不快去！哦，不行了，不行了，马上，马上！不是吧？这也太犯规了吧！明天会一口气考完科目2和科目3。科目2是体能测试，科目3是实战测试。体能方面，我是有自信的。这些年我从来没松懈过，每天都在锻炼。别大意，这可不是学校的体育测验。大议会资格考试里，体能测试是允许使用异能的。不过好在觉醒者只会有1项异能，所以他们大多会偏科。因此，你只要在每一项测试中都死守中游，应该就不会被淘汰。我一定可以做到，凭自己的实力通过科目2。18米。喏，给你成绩单。科目2一共60人通过，你倒数第2。这次似乎是把科目2的通过率从10%提高到20%。哎，不然以你这个成绩，现在已经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真闹不明白，你是怎么考这么差的？稍微动动脑子，利用一下你那个投影和怪兽什么的，也不至于这么惨啊！你当我是你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成为觉醒者，10几年来我从没间断过努力。即使最终没能觉醒，但我还是想借机检验一下自己的努力成果。林修，而且接下来的科目3才是重头戏吧。我要把所有手牌都留到最紧要关头。科目2的成绩出来了，对，这次考试还真是出了不少不错的人才。我看看。比如天海市第1高中，今年刚刚觉醒了太乙系火焰异能的赵武，据说目前是各大名校和对策局都在抢的人才。还有牧人，罕见的太乙系植物异能者，一直被大家所看好，但可惜体弱多病，历年都在科目2挂掉，今年因为扩招勉强通关体能测试。不仅如此，还有2个大人物，玲珑尊的儿子林修，以及对策局局长陈柴良的儿子陈虎。这2个人的资料
我都看过了。灵修，科目2测试成绩平平，不知道实战能力如何。至于陈虎，科目2第1名，甚至超过了万年霸榜的方天戟，而且还是非常适合战斗的奇门系巨力异能。但问题是，对策局局长的儿子竟然来参加大议会的资格考试。不知道陈柴良那只老狐狸打的什么算盘，但不管怎样，他的算盘恐怕都要落空了，因为这次科目3测试的内容是陈公子，嘿嘿，恭喜你旗开得胜，夺得科目2第1。忙一上午，这是我特意准备的。下午科目3的测试即将开始。得第1就这么拽？考试的人到考场前广场集合。林修，下午的考试快开始了，我们过去吧。安静，安静！我现在要宣布本次考试科目3的内容。你们有90分钟时间，在我身后的考场里找到藏好的怪兽晶核。寻找怪兽晶核？不是实战测试吗？怪兽晶核这算什么？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就是啊！切，烦死了！给我闭嘴！跟我比嗓门，好强的声波！那当然，他的大嗓门在天海市大议会中无人不晓。别站那啰里吧嗦的，我们先跟我进来。这是迷宫？没错，这里藏了超多的怪兽晶核。90分钟后按你们找到的数量排名。至于寻找的方式，没有任何限制。听明白就可以开始了。哇哦，原来还费心准备了这样的游戏，难怪把科目2的通过人数增加了1倍。寻找方式没有任何限制的话，那最后一定会演变为……果然，我想的没错，只要靠怪兽雷达，就可以知道怪兽晶核的准确位置。这局决定。科目3测试开始，顺带提一句，测试中搜集到的怪兽晶核全部都归搜集者。太棒了！帅呆了！测试已经开始了。这嘈杂的声响是……不管了，当务之急是按照怪兽雷达标注的位置，由远到近，把这些怪兽晶核连接起来，设计出一条线路，然后在大家找到怪兽晶核之前，把它们尽可能的搜集起来。虽然靠雷达可以获得了怪兽晶核的准确位置，但想在迷宫里快速拿到也不容易。要是能再有个迷宫的平面图就好了。姑且选这边吧。啊，这小子就是传闻中5000年一遇的人才，似乎有寻找怪兽晶核的办法。跟住他准没错。按照雷达的指示，到了。啊，果然有。不出所料。迈出了成为大议会会员的第一步。怎么回事？怪兽晶核是老子的啦！baby， 等等，至于寻找的方式，寻找方法没有任何限制，任何限制，原来是这个意思吗？可恶，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哎，苏姐，拦住他！苏林玉，你干什么？前面的人抢了我的怪兽晶核，你不抓他，反倒是抓我！好痛！哎，你追上又能怎样？开怪兽头你揍他吗？冷静下来想想，现在这个情况下，移动是最危险的，因为躲起来伏击往来的猎物，远比主动出击把自己暴露在明处划算的多。怎么回事？把晶核交出来！我交！别用力！非常抱歉，吓到了你。我身体不好，医生不让我剧烈运动，可是我又有非拿到大议会徽章不可的理由，并且已经厚着脸皮参加了10次考试，这次侥幸才通过科目2，所以拜托你把机会让给我。大家各凭本事，
没啥让不让的。不过你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糟了！嘿嘿嘿嘿，木人兄，我偷偷查了所有考试参加者的资料。虽然我们都是太乙系，但打起来似乎是我比较占便宜。唉，你自己看看那边的信息屏。测试已经过去24分钟，再不快点！等等，不仅仅是测试的倒计时，就连参加测试的人数也在一同在减少。是的，虽说觉醒者可以看到灵气，但想要在如此杂乱的空间里找到怪兽晶核，主要还是靠运气。所以，既然不限制寻找方式，那么肯定是从别人手里抢比较快。因为看透了这些，所以你们才一直在这里等待。我还以为可以靠怪兽雷达。哎，放心放心，其实我早有安排。当当当，有这个在，还怕啥？过分了呀，大姐！你不会是要拿这个滥竽充数吧？怎么样，把怪兽晶核交出来吧？这次也没戏，白通过了科目2。只要得到大议会徽章，就可以进秘境赚大钱啦！秘境这大位置，怪兽晶核就在那个毛寸头小子手里。了解，毛寸头小子，你手里是不是有一颗怪兽晶核？什么人？陈公子。女子头小子的右手里有一颗怪兽晶核。根据资料显示，这小子和陈虎同班，是跟随他的小弟，所以你只要威胁他，就可以轻松得到那颗怪兽晶核。陈公子，你这是怎么回事？赵武，快把怪兽晶核交出来！我是陈虎啊，难道你不听我的话了吗？你这是巨力异能！快听话，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可是陈公子，不是你说我家穷，让我考大议会，尽快赚钱补贴家用的吗？快把怪兽晶核交出来！就算是陈公子的命令，我也不想交出去。受苦受穷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看到一点点希望，两个弟弟还指望着我加入大议会赚大钱，就这么把到手的希望拱手让人，我不甘心。可是我原本就打不过陈公子，而今天的陈公子更像是换了一个人，又怪又强。我一个人的话，不可能有胜算。但即便如此，已经抓住的，我就不会再松手。源泉！抱歉，陈公子，我还是决定不把怪兽晶核交给你。你说的没错，你很强，我很弱，但你忽略了一点，这场测试的规则是会把强弱逆转的，因为越强的人就越会更早成为大家的目标。喂，蓝野兄、木人兄，我们3个一起上，干掉他！怪兽晶核平分，怎么样？你说他们呢？饶我！靓丽竟然比我还孬！陈公子饶命啊！怪兽晶核给你，我上有80岁老奶，下有2个8岁的弟弟。吵死你！我要把你吞掉！去和我胃里的碎肉说吧！啊！妈妈呀！那是苏主席。搞定了？并没有，那条虫子的气息并没有减弱，而且我终于想起来，之前是在哪里感受过这种气息了，就上次那个恶心家伙身上的气息。喂，赵武，快离开那儿！那家伙还没死。那家伙在干啥？快跑路啊！在耽误什么时间？虽说陈虎这家伙平时也挺恶心的，但这个有点夸张了吧？那我很遗憾的通知你，其实还有更恶心的，那样的陈虎考场里还不止1条。
我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但可以肯定，那不是成虎，多半是这些怪兽拟态成成虎，混入了封闭的考场。突发事件，需要第一时间联系考试中心。不愧是你，竟然把通讯工具带入了考场。嘿嘿，这是陪考员的特权。紧急报告，考场内出现多只怪兽，目前已导致数名考生负伤，现请求解除考场封闭系统，开放出入口，救助考生脱离考场。出什么事了？考场那边出大状况了，赶快切换到考场监控。这是怎么回事？这堆顶着人脸爬来爬去的肉虫子是什么鬼？为什么会有怪兽进入封闭的考场？不对，那些虫子的脸是考生陈虎的，难道这是和陈虎有关？无论如何，得立刻联系技术组，先解除封闭系统，安排考生逃离。切，不用这么麻烦，区区一扇铁门，我吼一嗓子的事儿。你们别白费功夫了，现在整个考场的控制系统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感谢大议会为我们制造了这样一个瓮中捉鳖的良机，西虫们加油干翻他们！情况似乎是这样，考场控制系统被人劫持了，现在考试中心正在想办法。总之，在那边准备好之前，考场内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方天戟，别嬉皮笑脸了，现在正是陪考员发挥作用的时候，保护好在场的考生。哎，保护啥的我不擅长，就交给苏姐了。我和灵修还是会按照原作战计划执行，反正都是把对手聚一起，在15分钟内迅速打倒。只不过对手有考生变成不太容易杀的肉虫子，刚好可以见识一下雷霆铁拳的威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议会资格考试中混进了怪兽，这突发状况同时牵动了大议会和对策局。郝队长，你这是几个意思？竟然包围了整个考点，这儿是大议会的地盘，你们只是被派来协助维持考场秩序的。这帮家伙消息真灵接到有人求救，说目前考场内有突发的危险状况，而考场的封闭系统却在此时出了故障，无法关闭，急需救援。而且就在刚才，我们在厕所里发现了陈公子。据他所说，目前在会场里冒充他的是相当危险的怪兽。你们对策局是不是忘了我们大议会是干什么的了？不管怪兽还是什么系统故障，我们都比你们有处理经验，我们已经有应对措施了，不劳你们费心。你所谓的措施，就是强行破坏考场大门吧？这件事我们对策局无法允许。贸然破坏大门，可能会导致怪兽出逃进入城市，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危险。所以，这是陈局长亲自签署的命令，考点周边暂时由我们对策局接管，首先完善封锁，确保周边居民安全，然后再开始营救考场内的考生。既然你们也没有异议，那就别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了。包围！你们，陈柴良这个老狐狸说的好听，其实根本就不想救人。但即便如此，现在也不是和对策局后嗣的时机，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营救被困在考场里的考生，避免出现伤亡。目前考场周边已经被对策局的人强行接管了，并且他们还在拖延我们进去营救。对策局？他们为什么？对策局肯定是陈柴良那家伙，一定是冲我来的。陈柴良啊，就是林叔叔的那个战友。不过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想办法开一个缺口进去，但目前只能拜托你和方天戟尽量保护好里面的考生。另外，有机会的话，最好能把考生们聚集过来。有点难，考场是个迷宫，现在还充斥着怪兽，考生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想要聚集起来。等等，这些高级，哼，您放心吧，我想我有办法解决。各位考生，目前考场内突发怪兽入侵，情况十分危急。不过，请大家放心，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展开营救行动。但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也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将损伤控制到最小。所以，我再次请求大家听从我的指挥，务必努力向考场中心移动，并且在移动过程中，请大家尽量结伴而行，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里是
人钢筋的那个丫头。3根入血，所以就10根，白费功夫。血中是不死之身。说的容易，强兽迷宫，光是被这样的怪兽盯上，就无法自由行动了呀！没戏了！真遗憾，早知道前几次应该更努力一点。现在放弃，还太早了点儿。是你？为什么救我？我也是被人救的。既然是恩人请求，我们一起跑吧。可是，在这群怪兽的追赶下，要找到迷宫的中心。你往身后看，苏主席在迷宫的中心竖了一个标杆，只要径直往那儿跑就好。怎么样？一起来吧。好吧。原来是这样的径直吗？杂碎！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藤条，拜托了。修补身体有什么用？先补补脑子吧！切！2、3个一组，围住他们，让他们在我中间走一步。他果然朝这边来了，臭小鬼，你敢反抗？就是现在！哇哈！嘿嘿，你总算被吸引过来了。什么？大家都在走迷宫，你在空中给虫子支招，也太赖皮了吧！你以为以这点力量就可以控制住我吗？当然不，所以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个好东西。恶心死了！你撒的什么？哎呀，食用油而已。不过你听过有一种烟花叫窜天猴吗？你敢！给我下来！不让破门，我还可以破房顶。来呀，考生们，来人了！快跑！快跑！刚刚那个小丫头掉哪里去了？竟然如此戏耍我，我一定要把她碎尸万段！这回无处可逃了吧？听我这招，飓风刃！嘿嘿，虽然没能成功点火是个遗憾，但没想到油还有另一个作用吧？鸟类的羽毛有蜡保护，虽然不会被水打湿，但是很吸油哦。所以在油干之前，都不要想再飞起来。苍天戟，赶快上来！考场里面空间太小，无法展开兵梯，只能先用这个了。这里我可以搞定，先帮下面的考生。你以为这样搞定我，就可以解决现场内的危机吗？多亏了你们那个逃跑的计划，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不需要我指挥，他们也能吃饱吃好。是吗？你看仔细了，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喂，神虎，稀缺金盒，先到先得。快交出来！女生小心，那个不是全虎。你觉得我会把这个老老实实交给你吗？你似乎是忘了1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即便是没有觉醒任何能力的时候，我都不会把东西交给你。陈虎本来就很蠢，你们这帮臭虫子比陈虎还蠢。虽然讨厌陈虎，但对着他那张蠢脸出拳，还是挺有心理压力的。原来这小子是扮猪吃老虎啊！难怪被苏林玉选中了。那时候，哦，这小子本事不错。好
戏现在才开始。什么？死了吗？完蛋了！这小子有危险了呀！看我把他炸出来！不行，太危险了！这个角度会把铁塔上的考试一起炸倒。臭小子，终于抓到你了！快把天花板上的洞遮挡起来！等我10秒。哎，他这是要干什么？喂，你在干什么？把猪鹿封起来了，这下咱们怎么逃啊？强！菜，怎么可能？竟然有这么强的力量！天花板的洞遮住，趁着大议会和对策局都看不到，你们一起上吧。变壮了一点，别太得意了。什么？不可以进！哦，苏灵玉看中的小白脸，真是不一般，不愧是5000年一遇的人才啊！不对劲，我偷偷看过每个考生的资料，灵修是太乙系雷霆异能，太乙系都是操纵自然的能力，奇门系才会有肉体的强化。为什么灵修会变成这个奇形怪状的样子呢？我也不来呀！哥这辈子主打一个叛逆，这就不是少撕了你们！啊！炸了！我去，灵修，别把贵重往上面赶了！不好，这个塔不稳。苏主席，塔快要倒了，再加把劲儿啊！闭嘴，我已经在做了。这是好久不见呐，苏大小姐，以及大英雄玲珑尊家的公子。薛墨，他果然来了，是冲着灵修来的。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原来是玲珑尊的儿子。我们不是谈好了条件吗？既然你已经拿走了信息盘，那么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该死，再写下去，这塔要倒了！来，把手给我。掉下去了，那是地面上长出的这张大脸是什么？而且整座钢筋塔都被他含在口中。薛教授，实在抱歉。你做得很好，把他们引到塔上。灵修，你已经无路可逃了，快把奇缘岛怪兽交给我！可恶，他打算把整个钢筋塔吞入腹中。哼，嚣张个屁！老子要是下去，还说不好谁吃谁呢！哎，你倒是别随便探头出来啊！喂，上面的，下面的怪兽就要把塔吃了，快从塔上离开！林公子，话说下面的怪兽好像在和你要什么东西，如果不重要的话，要不就给他吧，我们这儿没法跑啊！喂，玩植物的，你说这种话到底算哪边的？信不信我烧掉你这个墙头草？我有什么办法？我哪知道实战测试会这么危险啊！是啊，被困在这铁塔上面，根本无路可逃啊！总跟这小子废话，他是灵修的同学，当然帮他说话。灵修，你听见没？赶快把东西交出来，别牵连我们。大家说的真有道理，你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呐，灵修同学。可恶，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狗子们，快出来，往钢筋塔上面爬。大眼妈可以留在包里，抓紧两边的墙壁。奎龙，你真有把握对付那么大的怪兽吗？别啰里吧嗦的，赶快放我下去！才一个兽降级，老子吃的还少吗？好吧，看你的了！
什么？大陆，这是什么鬼？这个怪兽和灵修的变身看起来真像，难道这和灵修的异能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个怪兽感觉至少也有1吨级，那小子竟然背着一个怪兽。看起来这个新怪兽是我们这边的。该不会就要怪兽大战怪兽了吧？燃起来了！这就完了！幸好刚刚没跟他闹翻，不然我们都得被吞了。大哥，你不是说手枪起手到擒来吗？你这是直接让人家给吞了呀！这还搞啥呀？等等，我身上还有奎龙的能力投影，那按理说，奎龙应该还在。我终于得到你了，奇缘岛的怪兽！喂，你要的东西给你了，快兑现承诺，放我们走！对啊，放我们走！兑现承诺？你们不提，我差点就忘了。我确实和人有过约定，只要那人帮我潜入考试会场，我就帮他处理掉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救命！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我不想死！可恶，不行了！快从塔上离开，危险！还好大家都在上面，还有营救时间。不是吧？再晚了一步，他们好像被吃了。喂，我们在上面。谁在动？踩到我了！灵修，快来救我们！他宝贝都丢了，怎么会救我们？刚刚是谁让他交出去的？赶紧跟灵修道歉！不要都过来，我要撑不住了！苏主席，快！赶紧打开天花板，让大家逃出去！那是……糟了，已经有媒体关注了，万一上热搜，恐怕不好收场，得赶紧解决。我才不在意什么热不热搜，现在关键是救人。也不知道为啥苏灵玉要封住天花板的洞，真想再来个巨声炮。现在里面肯定一片混乱，巨声炮威力太大，容易伤到自己人。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这动静可不比我的巨声炮小。队长，已经上热搜了，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我只遵从上级指令，陈局长没有发布行动指令。筒子已经围好，可以收口了。行动！什么？里面该不会是失火了吧？怎么冒出浓烟了？苏主席灵修，已经可以了，开始吧。笼子已经围好，可以收口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大议会考试会大乱？3个月前，薛木饲养在秘境里的风息被打败了。他尾随跟踪，发现对手是一头红龙。他发现红龙的地方，刚好就是你们学校的体育馆。同时在场的，你猜还有谁？难不成是林修？可是我保证，林修没有觉醒任何能力，就是个普通人。我让你抢玲珑尊留给他儿子的项坠，而你都干了什么？这个还给你吧。这是我的日记本。年轻人看到漂亮女孩就心猿意马，这很正常。但别因此忘记了该做的事。记住了，你的一个失误，可能就要用几十上百人的性命来买单。好浓的烟雾！
发生了什么？烛龙入侵后的抗震楼都有防火，这些觉醒者在玩什么把戏？苏主席，刚刚天花板上的考生都撤离考场了，要不我们也撤吧？剩下的就让大议会和对策局他们处理。灵修，你怎么看？不用着急，奎龙不会输，我还能变身就是证明。怎么样？你们底牌被嚼碎了吧？奎龙，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的系虫加330系虫加270系虫加260加35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点加320。没用，我可以无限再生。无限再生吗？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点加33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点加27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点加26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点加35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点加32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系虫，进化点加340。做主，检测到奎龙负伤，是否要将进化点用来给奎龙疗伤？是，你能复活，难道我们就不能了吗？奎龙仔，努力吃，吃它们就可以恢复。这个龙的恢复力超出预期，如果这个能力也叠加给我的吸虫，恢复技能有什么？老子也有。怪兽终究是怪兽，能力很强，脑子却不好使。整个体育馆都是我的身体，还想跟我斗？就算你能恢复，你的伙伴们也能恢复吗？长久吃下去，大家很快就会陷入下风，怎么办？哦，对了，一定可以的话，只要能用爆裂吐息，就可以一口气清掉这么多的臭虫。小心！啊，捡回一条命，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关键时刻是灵修救了你们吗？一个大嘴怪人吃了宠物怪兽，宠物怪兽出来反咬了大嘴怪人一口，把大嘴怪人咬得嗷嗷叫。林大哥的宠物看起来像是被吃了，但是其实都是计策，空城计。不愧是玲珑尊的儿子，真不一般。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不过，那个叛徒玲珑尊的儿子竟这么厉害吗？可恶！来呀，我可不怕你！你一个人就是个废物，什么也做不成，迟早要成为我胃里的碎肉。你不要过来啊！打起精神，提高警惕，这个怪兽千变万化，不能掉以轻心。是。苏灵玉，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逃出来的考生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懂。而且这么多人逃了，你们怎么还不出来？剩下的交给对策局处理就好了。抱歉，我拒绝。什么？该不会是因为灵修的宠物怪兽被吃，然后反手使出了空城计，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吧？不，是因为灵修的怪兽还在全力战斗中。苏灵玉，你可不要胡来，这不是在开玩笑。没问题，想干就干吧。不过对策局那帮家伙正在破门，留给你们的时间最多只有10分钟了。会长，哎，灵修，你听到没？对策局就要破门进来了，我们必须在10分钟内搞定。10分钟吗？你们不用担心，等到对策局进来的时候，你们早就被我吞了。没有时间了，吸虫能有超强生命力和恢复力，看来只能用爆裂吐息的雷霆之力将其粉碎。
没时间了，回龙，用爆裂吐息！没用的，爆裂吐息也没法快速除掉对手。爆裂吐息是一个扇形散射，越靠近嘴打出的半径越小。现在的距离只能在他身上打一个洞，再深也就跟刚才咬一口差不多。没错，星虫有超强的恢复能力，被一次造成超大面积的损伤，自然就无法击败我。而且只要我想，一瞬间就能吞下整个体育馆。必须赶快想办法。可是，怎么才能造成大面积的伤害呢？磁力铁拳！啊，磁力铁拳！对了，如果能用这个的话，只要找到一个立足点挥剑。风天戟，等一下！我准备从空中用大剑劈大脸，需要你的帮助。我帮你？你疯了！嘿嘿，你也是怪兽吧？恭喜宿主顺利驯服怪兽，加0评价。竟然还摸下巴！你当老娘是狗吗？长得像人的怪兽也是怪兽，果然能驯服。喂，鸟人，驮着我飞过去。老娘凭什么要听你的？哼，这可由不得你。我怎么自己动了？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妖术？哇，有这技术真方便，怎么不早拿出来？没想到连人形怪兽都可以控制。控制我也没用，加上我也不可能打赢博士。嘿嘿，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就被抓了。放心放心，哥自有妙计。快飞到塔上！来得真及时，竟把这小子抓了过来，太好了！快躲开，不然都得死！就是这个，拿到了，快走！我竟忘了，他能控制怪兽，而且居然控制了加0评价。可是，虽然大宝剑很酷，但是这个大嘴恢复力超强，砍下去肯定没用啊！喂，再飞就要撞上了呀！直接冲上去就可以了。呵呵，林修那小子出来的方式都跟别的考生不一样。就是现在！爆裂吐息！疯了，我可要跑路了！都闪开啊！还是小看了刃刀的怪兽啊！竟然真的搞定了！这么强，那怪物究竟是什么境界？虽然陈虎很强，但是你也不错。陈虎强什么？这怪兽才是强！我现在就去要签名，晚了该排队了。怪兽哥，签名！我是第一个。终于搞定了，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对策局的人马上就要进来了，总不能让他们看到满地怪兽吧？啊，有了！他们都是从那个包里倒出来的，现在再塞回去似乎也行。矮冬瓜，为啥捆我？快放开我，听到没有？快放开我！矮冬瓜，赶紧放开我，不然有你好看！放你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把我送到下面书包那里，我立刻放人。好吧，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刚刚发生了什么？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眼前突然血红一片。都闪开！不愧是队长，只用一脚，体育馆的墙都裂开了。我去，什么情况？我踹的只是门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居然把体育馆撕开了？那个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怪兽。这是什么啊？怪兽的脸都这么大，这怪兽本体得多大？这就是你们解决的？我们也没办法，谁让你们对策局来的这么及时呢？队长，前2天秘境监控里也是这个小子。是他？这还真是后生可畏呀！你要干什么？哼，测试一下杀怪兽的人的实力而已。你不是觉醒者的体质，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不然我要开始用力了。怎么办？奎龙的投影已经用完了，其他的肯定没戏。让我来，让我来！居然敢骗我！丁涛，你来做什么？这是我大议会的地方，我不来这儿还能去哪儿？而且怪兽已经被大议会的人解决了。大议会招人倒是挺快，考试才刚结束，你们就顺着味道来了。灵修的成绩没有问题，打败巨大怪兽有目共睹，而且现在外面有不少记者正等着采访他呢。记者？同学，打怪兽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从小就有做这方面的努力？作为新入会的成员，有什么感想想跟屏幕前的观众分享呢？现在你还说他没觉醒异能吗？大战结束之后，在大议会丁涛会长和苏天才博士的安排下，奎龙的相关信息总算被隐瞒了下来。苏林玉建议，等大议会资格证办下来之后，可以给日常姿态下的奎龙办一个饲养证。办证需要对怪兽进行体检，奎龙能通过检查吗？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这个药在，保证没问题。怪兽医院我都联系好了。虽然苏林玉拍着胸脯打包票，但我还是完全没办法放心啊。这么害怕，你就别来了。检查完成了，这小家伙不错，身体挺壮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饲主在这里签字。哦，好的。后面还有其他检测项目吗？身体检测都结束了，后面还有服从性测试。服从性测试是指？走吧，我们现在就过去。要听医生的话，别乱跑。听好，按照我的命令来完成。趴下，握手，翻跟斗，很好很好。那边的龙，快去把飞盘捡回来。哼，我可是一头有尊严的龙，做这么丢人的事儿，我还不如去死。只要办下证，老妈做的烧烤管饱。为了烧烤，这都是小意思。其实也不用这么快。好乖，好乖。大夫，检测还有多长时间结束？我来接他去参加下午学校的。哇，小龙龙好可爱啊！先拍下来。检测都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带他走了。证件会在7天到15天内发放，到时候戴在怪兽的脖子上就可以了。谢谢大夫，今天给您添麻烦了。快，时间要赶不上了。没关系，欢迎再来。现在的孩子真厉害，刚刚取得了大议会的资格，现在就已经有4只怪兽宠物了。苏主席是特意来接我去学校的吗？少自作多情，我来找你自然是有正事儿。先上车再说。哦，对了，这给你。这是什么？哇，这是我的大议会徽章。今天早上做好的，我猜你下午参加学校表彰大会的时候可能会想带着它。没想到你人还怪好的嘞，看你是皮痒了。哦，到了。到啥了？别转移话题啊！你看，哇，烛龙入侵后建立了应对怪兽的机制。虽然此后多少年再没有过怪兽，
但是天海市的人们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今天我们天海市第一高中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我们此次有大量学生通过了大议会的考试，特此表彰大家，同时也表彰林修同学在大议会考试中的英勇作为。让我们为这些优秀的同学鼓掌。他就是这次的英雄少年。听说他继承了他爸的雷霆之力，能召唤闪电，把考场都劈了。真了不起！不仅保护了整个考场的学生，还把巨大的怪兽都电死了。下面让我们有请学生代表林修上台讲话，大家热烈欢迎。我就才会点名让我发言，还好哥早有准备，把演讲稿存到了系统里。警报！警报！雷达在宿主周围发现有高浓度不可测量的灵气。陈虎，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早就听说陈虎和林修不对付，陈虎该不会是来搅局的吧？我上次还看到陈虎带着一群人堵林修，他这次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去，有戏看了！陈虎，你来做什么？林同学，求求你原谅我！林同学，不，林哥，是我错了，我狗眼看人低，不知道您继承了林将军的雷霆异能，您大人有大量。你够了！我爸在时，你就一直是这副嘴脸，千般畏惧，百般讨好。如今的我，不会再上当了。哎，怎么了？那个不是陈公子吗？怎么这么狼狈啊？估计是欺负人后，发现人家继承了老爸的雷霆异能，害怕了呗。我可听说他在大议会考试时被人绑在厕所里，得救时就是这副模样。陈同学，赶紧起来，学校里哪能跪来跪去的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林哥，林少爷，我知道错了，求你一定要原谅我呀！现在首先要弄清楚玲珑尊究竟做了什么，能够让灵修短时间获得如此大的提升。我应该怎么做？你们不是同学吗？去认个错，对方会原谅你的。实在不行，就磕个头。我为什么要和灵修那种人道歉？再说了，道歉他就会原谅我吗？你是不是误会了？我是说，磕头磕到他原谅为止。求求你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呀！这林修也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都是同学，还不把他扶起来？看来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鸟，谁也别说谁。我看还是林修更过分，不提倡毒死个人。人家对策局局长的儿子跪着求情，傲什么呀？要是我早把陈虎扶起来。原谅我，真原谅我！林修也太小气了，陈公子才是真男人，玻璃心男人。林修，你原谅我吧！父亲果然说的没错，林修，我看你小子怎么办！算了，我原谅你了。多谢林公子宽宏大量。系统超出了测量上限。林公子，多年不见，九叔问候。我的腿怎么不自觉在抖？这位学生家长，迟到就安静地坐在后面，不要打扰表彰大会的进行啊！怎么会呢？孩子们有矛盾，我就是来看看，并不准备介入，所以请您和嫂子放心。因我教子无方，导致犬子陈虎几次三番找林公子寻衅滋事，我知道后自然是批评了他，但是教子无方也是不可原谅的。
居然跟一个学生鞠躬道歉，真谦卑啊！挺平易近人的。程虎嚣张跋扈的，没想到他爹这么有礼貌。我只是想来和旧友的孩子道个歉，没想到却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令人难过啊。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一定要转告你。那天林公子拯救完城市，一个鸟怪从包里逃了出来，幸好我们的士兵用麻醉枪击落了。现在鸟怪已经被对策局收押。这个怪兽透露了大量关于主犯薛木犯罪的事实，其中有一些内容让我十分在意，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话语里提到了极渊岛和令尊。因为陈林两家交好，而且这次逮捕行动也有林公子的参与，所以我想邀请你一起参加怪兽的审讯。4天前的大战之后，我们对大议会考场进行了全面搜查，在体育馆的下面虽然发现了形似薛木脸的巨大残骸，但其中没有任何灵气残留。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薛木的金蝉脱壳之计，因此我们就薛木的下落对嘉陵平家进行了审讯，但他什么都不肯说。对策局连让怪兽开口的本事都没有，竟然还要来麻烦我吗？那是因为我的仁慈。仁慈？你还不知道吧？那只怪兽本来是人类。人类？不错，他本是薛木在大学任教时的助理，一个连异能都未觉醒的普通人类。后来成了薛木怪兽基因克隆试验的牺牲品，才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只是怪兽基因克隆试验是个禁忌话题，所以没有多少人知道罢了。对策局的宗旨即为除兽安民，对付怪兽的方式何止千万种。但即便再冷血，我也不想将其用在一个曾经的人类身上。切！曾经是人类，难怪系统的驯服技能对他的控制力会减弱。这么说来，之前我好像在苏林玉附近的办公室里见过他们的合影。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说不定我可以从这个点入手感化他。嘿嘿，哥真是天才。抱歉，此前我并不知道你和薛木的那些事。你想说什么？我和薛木的老师苏天才教授关系非常好，只要拿到薛木的实验数据，我相信他有办法把你恢复原样。接下来是不是就该问薛木人在哪里了？你套路人都这么不走心吗？另外，谁告诉你老娘接受改造是被迫的了？现在就明白告诉你，老娘接受改造完全是自愿的。在这个灵气复苏的世界里，无论你如何努力，只要觉醒失败，就会被当作垃圾踩在脚下。这都是因为异能在人与人之间拉开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怪兽基因克隆改造可以填平这一切，是他让我拥有足以对抗觉醒者的能力，是他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觉醒者终于愿意俯身与我对话。又来，这招对我没用的。你也是，那你更该理解我。并不，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才更有机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怪兽。怪兽并不在于长什么样，而在于做什么事。仗着自身能力欺负别人的才是怪兽，而我永远也不想成为那样的怪兽。我要消灭那样的怪兽。你可真敢说。不过既然你都说到这个地步，我也可以满足你的愿望。你们猜的不错，薛木教授现在就在极渊岛，并且我还可以告诉你研究所的具体位置。你竟然想教怪兽博士什么是怪兽，那就去吧。请进吧。坐。我刚刚已经问出了薛木研究所的具体位置。我看到了，不出所料，他果然在极渊岛上。
我听说他在被通缉前就一直痴迷研究极渊岛的怪兽，如今遭受追捕，也还是不肯放弃。你说，一只怪兽真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接下来怎么办？要登岛缉拿他吗？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上次登上极渊岛还是在16年前，那时我倒是常与令尊登岛巡视。只不过时过境迁，烛龙之后，极渊岛也发生了巨变，岛屿周边水域变得凶险异常。莫说一般的觉醒者，便是令尊贸然登岛，恐怕也凶多吉少。让我去吧，我想抓住薛木，游着过去我都不怕。不愧是将门虎子，但问题是，这个极渊岛如今飞在天上。曾经的极渊岛只是海洋上众多普通岛屿里的一个，但在几年前突然飘到天上去，海面上还留下了一个大坑，看起来就像被人硬生生从地上拽出来一样。林公子虽然勇气非凡，但恐怕这极渊岛不是那么好游上去的。即便如此，我也可以顺着瀑布爬上去。这老匹夫一定是故意让我丢脸。不过林公子既然有如此决心，我们对策局似乎也可以帮忙调配飞机。这天聊的未免也太水到渠成了吧？不知道陈柴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此事不劳陈局长费心。林修既然已是我大议会的人，这点小事我大议会自然会安排。都是为了天海市，何必分你我？其实我对策局一直都在探索如何从空中登岛，最近一班就在今天下午。如果林公子和苏小姐不介意的话，我去。大哥，500万推辞是为了啥？你是不是傻？你怎么就答应了？你没听出陈柴良在套路我们吗？这不是话赶话说到这里了吗？而且就算再危险，这也是距离我爸妈最近的一次。无论什么阴谋诡计，我都会克服。没错没错，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看我的。不愧龙仔，还是你理解我。放心放心，我一直都在。你们这俩货一定是飘了，1个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再说了，就算是这样，也不一定非得搭对策局的飞机吧。这个事情不能拖了，今天搞不定，后面只会越来越没有机会。你啥意思？对策局里面各个人都有几千个心眼子，你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谁知道里面有什么陷阱？听到没有？极渊岛也不要去，不准去。事情就是这样。话说，今天你该不会也是？没错，我骗我妈说你特意来接我去学校。啊，不是吧？你搞事情不要带上我啊！哟呵，来了。哎，你就是陈局长说的那个塞进来的人吧？陈局长说，你可是解救大议会危机的英雄，我们可要好好照顾照顾你。哎，看吧看吧，我就说陈柴良老匹夫早有预谋。大议会可真没有要这样的毛头小子救，丢人！我们对策局可是藏龙卧虎，跟你们不一样。你小子不要飘了，我们对策局的任务可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混过去的。我去，居然还带了个宠物，你真当是逍遥啊？宠物？我。哟，你居然没有宠物厉害，对策局真是藏龙卧虎啊！臭小子！我大议会可没有人会见个宠物就露出这样的表情。臭小子，连课本都不带，上个毛线学！一定是背着我去找陈柴良了。反了他了，看我不把他揪回来！警报！警报！有闯入者！有闯入者！这力气，
这还是人吗？陈柴良，你给我滚出来！你把林兄的小子藏哪儿了？让开，让开！陈司令来了。哟，嫂子来了。不过你来晚了，林兄已经上了去吉渊岛的飞机。什么？林兄！队长已到达距离吉渊岛20海里的海域上空，随行战斗机组均已准备好，是否开始执行登陆吉渊岛行动？开始执行吧。登岛行动开始，各组依照计划变换行动队列，战斗机组作战准备。看着吧，这次登岛咋样也能成功。话说，不就是登上一个飞在天空中的岛，用得着这么兴奋吗？你不知道，此前对策局已多次尝试登岛，但均以失败告终。据说是因为吉渊岛及其附近的海域都覆盖在一个强大而奇异的磁场下，这个磁场会干扰往来的飞机船只上的仪器，导致其失事。但这个磁场形成的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有说是因为地磁场紊乱，也有说是因为重力波异常。不愧是大议会高材生，背诵的和书本上一字儿不差。但真可惜，有些真相是只有我们这些活跃在一线的对策局成员才会知道的，比如说吉渊岛磁场产生的真实原因。别废话，集中注意力，我们已经进入吉渊岛的磁场范围。警告，系统异常。队长，受吉渊岛的磁场影响，机载的仪器发生故障。队长，继续靠近的话，恐怕通讯和视讯设备也将无法正常运转。可恶，虽然西里能再靠近一点，但看来是不可能了。传令战斗机组发射导弹。这是巡航导弹，他们这是登岛还是炸岛啊？干得漂亮！传令运兵机组，趁战斗机牵制怪兽的注意力，全力冲向吉渊岛。遵命。也就是说，吉渊岛磁场产生的真实原因，就是那只巨猿的异能吗？应该是某种类似磁力的异能，而且是非常强大。可恶，那些黑球吸引力太强了，已经加到最大马力了，可也只能勉强维持不被吸过去。而且受磁场影响，雷达和视讯设备全部故障，现在完全是又瞎又聋的状态。那也不能坐以待毙，继续加大马力，全力侦破。你们跟我去机头，看着窗户外指挥航行。不知道以我的异能是否有可能抵消？啊，怎么可能？那种级别的怪兽！趁现在，赶快逃离机舱！可现在距离吉渊岛上空还有20-30公里，而且这可是8000米的高空啊！听他的，立刻给我跳！糟了，要砸下来了！回龙，我现在人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说不说在你，不过你应该知道，薛木搞出这么大的乱子，让大议会颜面扫地。现在大议会那边可是全员出动，他发誓上天入海也要把他揪出来。这种情况下，整个天海市里能帮他的，恐怕只剩我的对策局了。博士现在人在吉渊岛。吉渊岛就是天上那个，要过去可不容易了。没错，那吉渊岛上现在有一只巨猿，无论何种机器交通工具，只要靠近就会被它击落。不过我和薛木博士自有登岛的办法，只要陈局许诺保证薛木博士的安全，无论登岛办法还是博士的研究室所在，我都可以告诉你。不急，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让薛木潜入考场，伺机制造混乱，可他却不顾我的吩咐，坏了我的事，还制造出这么大的骚乱。
我想知道理由是什么，或者具体说，体育馆被切开前，场馆内发生了什么？这两家伙究竟想知道什么？不，应该说，他都知道些什么。算了，不想回答也没关系。作为交换，你帮我做件事吧。毕竟，在天海市大街上出现怪兽，可不同于在秘境里藏一只风息。我没理由白帮忙。明天灵修会到这里来，我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把他引到极渊岛上去。为什么？哼，别装了。薛木在极渊岛上藏了16年，都在干些什么，我清楚得很。喂，有人要往哪个方向转啊？好好带路。报告，目前已经抵达极渊岛海域，继续前进。是。没想到薛木这玩意儿这么好用。队长，11点钟方向发现战斗迹象。是运兵机队那边的登岛作战开始了。这支巨猿果然感知力敏锐，而且手段了得。看来龚队长那边是少不了一场苦战了。这只巨猿似乎是通过声波和电磁波来定位对手，骑鸟登岛的办法真妙。我竟然会担心那小子的安危，不可能，一定是因为那个摸下巴的古怪能力。继续带路。哼，还要再低一点，再往前面就是博士的研究室了。逐渐下降，大家集中注意力。你也太过分小心了，骑在鸟上能有什么事儿？人类虽然会隐藏自己的弱点，但弱点总会自己跳出来。谁？什么人？我告诉你，别乱来啊！我可是天海市对策局长陈柴良的儿子。你身为人子，也知痛怕死，却为何要欺负其他动物？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从哪儿蹦出来的？是人是鬼？放心吧，我不是你，对折磨弱小没兴趣。我来只是想借着始祖鸟一用，去搭救一个老朋友的孩子。是嫡媳，陈公子被劫持了。小事一桩，看老子一梭子弹把他打成筛子。你不会是疯了吧？你这一梭子弹打出去，陈公子也得变成筛子。管他呢，那小子本来就是为了泡妞自己跟来的，跟老子有毛关系？都给我让开！队长，傲肉张皮！队长竟然来真的了，而且还是在空中。哦，真遗憾，我是肌肉异能的觉醒者，在异能加持下，我的身体结实的像怪兽，也斩不断吧？原来如此，也并非斩不断，不过脚下的大鸟恐怕已经无法承受我使用更大的力气了。也就是说，你无计可施了。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头脑单纯的也像怪兽？难道你没听说过射人先射马吗？金耀斩！什么？没想到你会来救我。陈局长和我约定的条件是带你们到博士的研究所。你的话听起来就像是故意放那个狼人去救林修的借口。别开玩笑了，我没你那么结实的身体，也不想拿自己的身体试刀。而且，我和陈局长的另一个约定是，把林修引到极渊岛上。你还真是个老实人呢。随手逃！水胶坠毁了，快变回来！这只猴子好大的力气！糟了，奎龙仔要挺不住了！啊！要掉下去了！快想办法呀！闭嘴！我的体力已经耗尽，没办法施展异能了。这
夏令评价虽然只驯服到了一半，但应该可以投射吧？马上就要被卷进去了，算了，死马就当活马医。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是你？那个怪物说要救人，原来是救你。叛徒之子，果然跟怪物是一伙的。你在说什么？你怎么会也在这里？是不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别吵！你们看，还差一点。别再用异能了，你已经脱力了，再这样下去会死的。可以了，你已经很努力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青药斩，起，开天！这是什么怪物？居然跟飞机硬碰硬！飞机加上重力加速度，它的力量可不一般。是你们！你怎么还在？我不是让你跳机了吗？我恐高，没来得及跳，没想到飞机被埋元一棍子打散了。飞机？对了，我的回龙呢？不用回去找了，飞机上什么都没有。而且鸟背上这么多人了，得先找个地方把大家都放下来。这种程度不用担心，怪兽比你想的命硬。克隆仔，抱歉，我之后再来找你。爆裂吐息！肚子好饿，这样应该可以吃顿快餐吧？嘿嘿嘿嘿！雷霆爪！可以开饭了！到了，这下面就是教授的研究所。总算是到了。刚刚那个是从哪蹦出来的？来干什么呢？话说队长，咱们真不管陈公子吗？管他干啥？没说不管，但都已经到薛大教授门口了，怎么说也该先打个招呼吧。教授，谢天谢地，您逃出来了。那小子砍的伤口细虫无法愈合，只能靠手术异能一点点的缝起来，所以花了不少时间，没能赶去救你。不过看来这段时间里你也没闲着。薛博士，陈局长想请您过去一趟，当面把这次的事说清楚。只是这点小事，似乎没必要劳烦郝队长，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陈柴良是让你来接管这个研究所，对不对？只可惜那老匹夫机关算尽，反而砸了自己的脚。这是怎么回事？地震了！老匹夫想骗灵修那小子当炮灰，可就在刚才，灵修的怪兽却击败了守护极渊岛的巨猿。这座极渊岛飞在高空之中，还有一头守护巨猿能够使用重力异能，这两点想必你们早已知道。直接点儿，说结论，没人听你上课。难道你们就没想过这两点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吗？什么联系？这座极渊岛是靠巨猿的重力异能飞在空中的，巨猿倒下，整座岛都会随之陨落。看来你并不想老实配合我们啊！你想干什么？我们在来的路上，按照你们给的路径，却遇到了一个兽头人身的怪物，还劫走了陈公子。而现在你又扯这种谎，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怪兽博士只能听得懂怪兽的语言吧？你的奎龙成功吞噬翼龙进化点加520，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地黄鳄进化点加666，你的奎龙成功吞噬土狼进化点加452。当年的火星怎么又来了？
快躲起来！怎么一见我就躲，就像猜到我要开饭一样？这还怎么抓呀？有了！总算平安落地了。作为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我重新明确一下死刑的目的：考察极渊岛的自然环境以及抓捕薛木。你们4人都要听从。等等，宫千羽，你没注意到吗？那个戴斗笠的瘦高个是只怪兽，是他绑架了我。我之前见到过他斗笠下面的脸，是张狼脸，而且他亲口承认是来救林修的，肯定是林修他爸投降了怪兽，他们是一伙的。是吗？抱歉，麻烦你把斗笠摘下来。身法不错呀，看这招，双星斩！就凭你，还想逼我摘斗笠？别小看人啊！这是40米大刀！不愧是号称对策局的青年才俊，不仅年纪轻轻就进了神府境，还能够将体内的灵气转化为实体。拿命来！一气化刀，有点意思。看在故人的面上，我就陪你玩玩吧。警告：系统内部错误，灵气值超出测量上限，不可测量。花架子，我从没见过这么脆的灵气化刀。没想到怪兽还能伪装成人形，而且恐怕他的实力还在那头巨人之上，只能硬着头皮先上，然后伺机逃走。林修，你别胡来，这个怪兽所散发出的灵气非常强。我知道，但我想试试看。谁准挑这个时候打来电话？而且这不是在秘境里吗？啊！臭小子，你居然敢骗老娘！等我过去收拾你！妈呀！不会吧，老妈，你怎么电话都能打到秘境里来呢？老娘正打飞的过去揍你，你老实待在原地别动。老妈，我错了，咱们回家再说吧。哟，你还想支开老娘？没门！他为什么逃走了呢？太好了，意外得救了！林修，你个小兔崽子，给我滚过来！林修呢？刚才还在这儿。死狼，这次又把我儿子拐到哪里去了？杀！你为什么要跟着我过来？我是来这个岛上找我爸的，如果让老妈看到，一定会不同意，所以希望你可以帮我暂时逃离我妈。你不怕我会吃了你吗？我可是怪兽。如果刚刚那一刀砍下来，我们都死了。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接近我，但是我觉得你没有恶意。你认识我妈妈吧？你怎么知道？很容易猜到吧？你刚刚听到我打电话，以及看到飞机表情变化那么明显，唯一的变量就是我妈妈。啊！我不仅认识你妈妈，还认识你爸爸，而且不久之前我就和他在一起。我爸爸，他在哪里？求求你带我去找他，我愿意做任何。打从刚才开始，这个岛就不停震动，是怎么回事？那只蛮猿能使用重力异能，极渊岛靠它才飞到天上。它被打晕，重力异能逐渐失效，岛随时都会掉下来。我去，岛随时可能崩溃掉。可是我妈刚才来岛上了。怕什么？他们不是坐飞机来的吗？关键时刻随时可以离开吧。话说回来，你刚刚不是说，如果我能让你见到你父亲，你愿意做任何事吗？是的。你回答的还真干脆。我刚好有件事需要你帮忙。这里是那只蛮猿掉落时砸出的大坑，居然这么大！不是，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少废话！我们要从这里跳下去，闭上眼睛，抓紧了。这里面空间好大，我们到洞底了吗？不，还没有，有人在跟踪我们。老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呵呵，没想到能在这里见面。来，儿子，让老爸抱抱。你怎么才出现？外面都说你被怪兽吓得临阵脱逃，我和妈妈这些年都抬不起头来。好儿子，不哭，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不是在这里了吗？来，让爸爸抱抱。造成这么大麻烦，你就不能道个歉吗？糟了，我忘了我还是投影状态。其实我和老妈都是100%相信你的，但你走之前也应该和我们打个招呼啊。这声音是……我的儿子，你竟然打我！白白演了半天，非但没有找到机会，还挨了一拳。我就说这小子不好对付。之前我们在天海市就吃过大亏，既然你不愿意让我抱，那就干脆让我吃掉吧。是血虫变的？废话，以你父亲的实力，就算是你这个半兽的状态，也没法让他挪动分毫。没想到血虫竟然会出现在极原岛上，同气化阵。这就是刚刚打落飞机的大猴子。这只猴子和狼人认识，这猴子是用这个当绳子爬上来的，看着好疼啊！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找他，因为极原岛能够飞在空中，完全是靠这家伙的能力。如果这家伙失去意识，整个极原岛都有可能会掉落。我可是被这只人带来的大蜥蜴打下来的。那是因为你先袭击我，而且那不是蜥蜴，是龙。对了，把龙还我。说起来，为什么要让极原岛飞起来呢？我本来也想问，不过看到这个深坑以及刚刚的吸虫，答案就很清楚了。难道是因为这个家伙吗？没错，你看。什么鬼？过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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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砍了他们！不光这样，重力波！这些虫子受伤后恢复很快，根本杀不死它。我是怕挡被虫子助光，才让它飞起来的。这些家伙究竟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岛上的？我知道这些吸虫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我还和他们交过手，并且我还有办法对付这些吸虫。那就太好了。哼，和那个时候一样。我可以帮助你们除掉这些吸虫以及他们幕后的主使，但事成之后，你要带我去找我爸爸。我去，这庞阿姨竟然这么厉害！不知道她和好对谁强？我竟然还动了他儿子！啊，伯母怎么来了？而且还是乘坐我们大议会的飞机。哇，当然是我带来的啦！你们两个太不够意思了，来这么刺激的地方都不带上我。我们有正事要做，前人免进。喂喂，这里还有一个人。啊，父亲，你也来了。装模作样，好恶心呐！父亲，怎么突然来极原岛了？情况紧急，你看。这是我上次发给你的吸虫。
是的，这是吸虫，我只在古籍里见过。根据记载，它生命力极其顽强，而且只要出现，必伴随着巨大灾难。它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这些吸虫是薛木制造的，那我作为他的老师，有必要终止这一切。抱歉，局长，多个队已经失联，我们组这次全军覆没了。不用在意，这次是我轻敌，不怪你。而且，遭遇空难的士兵们都已经被接应，平安降落到军舰上。太好了，我一定戴罪立功，完成极远岛探索的任务。爸，我被大怪物劫持了，好多那个王八蛋不管我就跑掉了，快找人来救我呀！你和好多走散了，那正好，你给我好好跟着大议会那边，如果他们有什么发现，立刻通知我。老爸，你不让好多那个王八蛋来接我吗？这里很危险的。好多那边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执行。队长怎么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啊？管他呢，干光这帮怪兽！掘墓那小子只有投降的份儿了。但是这怪兽完全是越杀越多呀！掘墓这小子到底养了多少？真希望队长能快一点逮捕薛木。果然恢复力惊人，但真遗憾，好像你之前的伤口确实没有痊愈。我建议你最好让外面的怪兽停下来，他们只是在白白送死而已。我下一拳说不定就可以要你的命。怎么还想继续耗下去？你不用去找陈公子了吗？真遗憾，我刚刚接到陈局长的消息，陈公子现在已经安全了。说吧，用你这16年的研究成果来换你和你那个鸟人助手的性命，你到底同不同意？队长，大事不好了！外面进来了一只至少是10吨级，相当于反虚境的怪兽。什么？反虚境的怪兽？薛教授，怎么会？这是怎么回事？真是太丰盛了！没想到这岛上有这么多美食。蠢货！你们怎么还把这怪兽带来了？你们知道自己在干嘛吗？这怪兽难道不是你养的吗？养你个头！我变成这样就是这个怪兽打的。卷毛，你用仪器测量一下这个怪兽的实力。好。测量器崩了！怎么可能？难道他已经到入圣境界了吗？蠢货！极远岛怪兽的强大，并不是因为它体型庞大，你仔细看。哇！他能吞噬变大！难道他是那时候李修那小子带着的？这根本不可能是对手。能够对付极远岛怪兽的，只有另一个极远岛怪兽。你口口声声说要除掉吸虫和幕后主使，有什么办法吗？你们尽管看我的。不过，首先要找到奎龙仔。先打开怪兽雷达，确认一下奎龙仔的位置。我去，这是什么鬼？难道我们被怪兽包围了？果然又出现了，攻击完全没有效果。把吸虫往我这边赶，由我来了结他们。怪兽投影的时间到了！啊！你咋专挑关键时刻掉链子呀？哼，果然靠不住。别了左右闪开！啊！嘿嘿嘿，狼叔总是这么靠谱。不是吧？
你还跳起来砍？巴豆看他帮不是要把我们全部埋里面？团团则成并吃，三毒三扣三火，灵气覆盖，人起于罪，羞于行，增于托盘，起于无念，天剑道，起，金光斩。拉硕，你倒是悠着点呐！这刀是我靠异能好不容易才稳住的，接受不住你那一刀。重力拼接，就是。岛屿在制约自己，感觉好恶心啊！仿佛整个岛屿都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吸虫。吸虫解决了？不，并没有，只是证实了一下，攻击不管威力多大，都无法彻底消灭这些家伙。那你耍毛的帅，现在怎么办？回军的办法只有36计。撒丫子跑啊！啊，你干嘛？完全闻不到灵气的气息。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是觉醒者呀。不过说来话长，啊，你怎么？别往前了，趁现在折返还来得及，越往秘境深处去，灵气的浓度就越高，遇到的怪兽也越强大。我们根本不可能是这种怪兽的对手。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们的目标可是秘境的根源，你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要去秘境的根源呢？因为我想打造一个非觉醒者也能平等生活的蓝星。难道说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儿子的觉醒会失败？我可以答应带你去找爸爸，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未觉醒者，你觉得灵气复苏的事情对人类而言是机遇还是磨难？没关系，等极渊岛的危机解决后，你再回答我就成。你这算什么问题啊？之前有一个人类问我的问题。还有多久？看雷达的指引，大概还有2个小时的车程。你确定灵修在那边吗？不确定，但从灵气反应来看，至少奎龙大概率。话说苏姐，你这就不行了，还说啥秘境探险？什么？你也不看看自己怎么开的车？老娘开的是飞机，能把飞机在地上开成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咋不说是谁不让我们飞的呢？而且伯父那么大岁数都没说啥，这才是真正的大议会探险家。父亲，您在干什么？这不是刚刚收集的土壤吗？有什么问题吗？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土壤。这不是普通的土壤，变成吸虫了。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你们所说的吸虫其实是古籍中记载的息壤。是息壤？不错，根据古籍中的记载，息壤乃是土壤受灵气滋养后形成的生命，可以无限生长，越结越多。据说上古时代大洪水泛上天际，于是神明降下息壤，以堵塞洪流，消除水患。神明怎么会降下这么恶心的东西？据说吸虫的形体会根据其体内蕴藏灵气的性质而改变，也就是说，恐怕有一个非常强大而邪恶的怪兽栖息于极渊岛上，才让这里的土壤变成如此面目可憎的吸虫。难道说是那个传说中的极渊岛怪兽？我只知道薛木从16年前听说了极渊岛的怪兽，就开始了研究。不管是与不是，我都必须阻止他。你们压根不知道极渊岛怪兽的能力，他根本不需要做这种奇怪的事情。你知道极渊岛的怪兽吗？难道你是为了极渊岛怪兽才到岛上来的？啥极渊岛怪兽？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我是来抓灵修的小子的。天哪，假的吧？我去，怎么突然出现了大钩？才几分钟不看着，你是怎么闯出这么大的祸的？苏姐，你也太高抬我了吧！
这能是我闯出来的？赶快把机身拉起来！你开的是飞机，不是汽车。你以为我不想啊？飞机的拉升装置刚刚撞坏了。真是一帮让人不省心的王八蛋！是谁让你们把我儿子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的？这是哪里啊？虽然不是很懂，但好像我们到了。上面那只极渊岛怪兽不用管吗？不用。你以为我是研究什么的？这研究所铜墙铁壁，只要我们自己不把门打开，就算是100吨级怪兽也闯不进来。刚刚有金光闪过，我看错了吗？好熟悉的气息，是过来时见到的那只狼。怎么可能？教授都说了，这里铜墙铁壁。怎么回事？停电了？不，研究所有2套备用供电，不可能停电，是电路遭到了破坏。你不是说这研究所铜墙铁壁吗？但对方精准击中了埋藏于地下深处的电路中枢。紧急通知，研究所的电路中枢遭到严重破坏，无法自动修复，建议强制开启疏散通道，请全体人员迅速撤离。重复，请全体人员迅速撤离。糟了，真把门打开了！嘿嘿嘿嘿嘿嘿。总算出来了。假如刚刚看到的都是真的，那么这个岛已经整个被渗透的。说吧，这个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都是因为我当年一时心软，救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当年极渊岛还没飞，那天我在海滩上捡到了一个遇海难的女人。人类？狼叔，你说过怪兽和人类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我救下他，给他疗伤，并且送他离岛。没想到半年后，那个女人变成了一只鸟怪，还带了一个男人来到这里。果然是他们，薛木和嘉陵平家。不过他们在岛上建立了实验室，此后吸虫就像传染病一样扩散至整个岛屿的每一个角落。抱歉啊，狼叔，我没能收好你交给我的极渊岛。你别突然扑过来呀！人家都叫你狼叔了，这么需要安慰的时候，你竟然还躲？要安慰你去，我可不想被他压扁。不哭不哭，你只是好心帮助了人类，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你的错，错的是那些利用你的好意和放出吸虫污染这个岛的人。你放心，我之前打败过他一次，这次也不会放过他。放出吸虫？人类？是的，我认识那个男的，他叫薛木。我觉得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没错，吸虫绝不是人类可以随随便便入手的。说吧，这个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的那个叫薛木的人，恐怕也只是被吸虫污染的生物之一。把吸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是他所释放的那只可怕的怪兽。当我意识到吸虫的存在时，立刻就循着踪迹找到了薛木的研究所。这种程度就想拦住本源，想得美！快把吸虫的源头交出来！我去，这是什么鬼？好大的骨架！这是什么怪兽？他在试图利用那些吸虫复活自己，真愚蠢！
既然闯到这里，就不要想活着回去了。这种怪兽根本不可能打得赢。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放弃狼叔交给我的极渊岛。脖子以下还是不可。嘿嘿嘿，我会让你知道，伸头觊觎极渊岛是你最大的错误。喂，能听到吗？终于有声了，你赶快到我这边来。哼，我才不去，这边有好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去找你？怎么回事？你是我的怪兽，当然得听我的，让你过来就赶紧过来。凭什么听你的？有本事你过来抓我呀！哎，别闹，我这是正……哇！抱歉了，林兄，跟着我太危险了。虽然目前不确定你的存在，但既然那个人救走了你，就说明他至少不会伤害你。这个岛的危险远超你想象，尤其是这个怪兽研究所。所以，还是让我独自来处理吧。前面的灵性可以说明，这里至少藏着一只接近100吨级的怪兽，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突然停电了？不能切换备用电源吗？快点想办法，这样下去我们会憋死在里面的。想什么办法？这可是专门用来关押实验怪兽的实验室，怪兽都出不去，我们能有啥办法？门咋开的？这是在利用怪兽繁育吸虫。你们这些卑劣的人类，竟然敢这样对待怪兽！怪兽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肯定是哪个怪兽叫来的帮手，快通知博士！别傻站着了，快逃啊！你是当时在地洞里和我抢地盘的怪兽。知道抓你来的人是谁吗？把我从这里放出去，我带你去找他，否则只凭你是找不到他们的。成交。束缚所爆炸了！什么？别吃我！住手！你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可恶的人类呢？我没有，只不过你应该先兑现自己的诺言。上来吧，我带你吃那个人类的老巢。出发了哟！怎么去？你抓紧就是了。林兄，再稍等一下，只要解决了这个研究所。没想到极渊岛这么深的地方，竟还有研究所，而且还有那么多道层层向下的关卡。都是为了保障安全，所以这里的防护是100吨级的。你确认这是极渊岛的怪兽吗？是的，我在大议会的试炼上拿到了灵修那只怪兽的血液，足以证明这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极渊岛怪兽。不过，竟然妄图复活这么强大的怪兽，你真是疯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盘古怪兽的级别，你想让7年前的悲剧重演吗？只有你们觉醒者会那么想，而对于非觉醒者来说，活在你们异能者的世界里，每天都跟活在怪兽横行的世界里一样。没想到啊，你这个怪兽博士竟然还能说出这么有人味的话。不过这一切的计划都被那只巨猿搅局了，它将岛屿搬到了空中，导致好不容易复苏的怪兽
变成了现在身首分离的样子。所以我想和你谈笔交易，你帮我控制那只巨猿，让极渊岛落地，我可以把这个实验室以及极渊岛怪兽交给你。你太看得起我了，我们只有5个人，根本不是那只巨猿的对手。不，我不是跟你说，你觉得这个交易怎么样呢，陈司令？怎么样，陈司令？如果你不答应，我可以把极渊岛的研究资料原封不动发给人类议会。64年前，极渊岛还只是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平静小岛，深受大自然的庇护。直到有一天，经过测算，极渊岛内部埋藏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秘境，但我们却无法触及。那个岛仿佛是在排斥一切人类文明和科技的产物，无论舰船还是飞机以及微型飞行器都会遭到毁灭。你有什么办法吗？我已经从古老的东方找到了一个植物系的异能者，安排他利用这个能力潜入了极渊岛。只要对方回复，随时可以动手拿下极渊岛。但是没想到遇到了极渊岛的怪兽，人类最早的觉醒者组织，人类一全军覆没。那是全军覆没之后不久。我去，这是什么东西啊？没想到竟然这么轻易的全军覆没，剩下的都是这种没有任何能力和骨气的废物。求您饶我一条狗命！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自愿来的。够了，你住口！我可以帮助你逃出这里，但是你要帮我完成一件事。什么事儿？这是……别问那么多，你只要许诺会把这个孩子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他的用不着你管。作为交换条件，我可以给你提供一艘逃命用的救生艇。想不到这快艇是用他脑袋做出来的。人类议会的7大罪都会被逼到这种程度，极渊岛怪兽究竟是何方神圣？从那时候我就知道，只要驾驭这样的力量，就能够逆转我们天海市和西方那帮人类议会之间的平衡。然而没想到，如此重要的怪兽的力量，竟然让玲珑尊抢在了我的前面。他竟然还能够把改变华国命运的力量给了自己那个废物儿子，而且这小子好死不死，偏巧和那个小丫头走得那么近。我一定要把极渊岛怪兽弄到手。看来陈局长这是接受了我的条件。全体都有，解除待命。目前极渊岛上发现一只10吨级的怪兽，你带队去抓捕，要快。是。好好那个蠢货，果然不出所料搞砸了所有。终于轮到我为局长办事了。队长，找到了！前方发现一位目标的存在。追上去。是。先维持高度，不要下降。据说这次的敌人拥有非常棘手的重力异能，先试试他的深情。你没事吧？奇怪，明明是砍中了箭，箭怎么没有停呢？是异能者的能力吗？只要我异能驾驶的箭射出去，箭往老子来了都不会停。我的眼睛就是准星，这天下就没有我看到还射不中的东西。你们早点投降，还能晚死一会儿。竟然偷袭，真是卑鄙无耻！喂，快用刚刚打飞机队的那种能力，狠狠地教育这些讨厌的人。之前我把极渊岛搬到天上，捏合被切开的岛，
力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现在又身受重伤，完全使不上半点力气。啊，这个东西我好像见过。啊，我记得这个好像是那个怪兽博士宣木用来控制怪兽的特殊晶核。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对策局的剑上？难道说陈柴良和宣木已经……小心剑尾携带的怪兽晶核，这是宣木的手笔。陈柴良可能已经和宣木联手了。他们用这种剑攻击敖狠的唯一原因就是控制敖狠，让岛归位，让那只可怕的怪兽复活。对策局竟然帮助一个通缉犯，想要释放传说中的可怕怪兽。陈柴良究竟想要干什么？让那只可怕的怪兽复活，就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你说过，只要我们帮你找到奎龙，你和奎龙就可以解决这场危机，对吧？是的，只要有奎龙的雷霆吐息，就可以彻底杀死这些吸虫。但是从刚才开始我就在呼叫他，他始终没有回应，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既然如此，让敖狠护送你去找奎龙吧。我看到那只龙乘着筋斗云离开的，敖狠应该可以找到筋斗云所在。不要啊！他那个异能，你不占便宜，人家就是目光锁定，大杀穿杀，躲不掉的。我这么硬的身板都被打穿了。好狠！果然如陈局长所说，这个岛能够飞在空中，竟然真的是这只怪兽的异能。只要控制你，让岛屿落回原处，我就是陈局长面前的第一红人啦！各战斗机，继续给我进攻那只巨猿！听我的，护送灵修去找他的奎龙。仅仅是一个山洞的吸筹，我们都搞不定。如果真让你说的那只怪兽复活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杨叔，小心！我们找到奎龙之后，马上就会回来的，不会让你们跑掉的。001，给我追！哼，我还没老到需要你这么个小鬼担心的地步。而且，谁允许你们去追了？看来这就是好好汇报里提到的那个奇怪的刀客吧？真棒！没想到随便接个任务还是个双黄蛋。浩哈，你搞不定的，那都由我来打包收拾吧。002、003、004，盯紧那个刀客，牵制他的行动。你动作再灵，只要战斗机保持安全高度，你就够不到。在你疲于躲避的时候，看我一炮送你归西！外有战斗机的弹幕网，中间有我的夺命剑，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天罗地网！没用的，只要我看得见你。果然要打中目标才会结束。什么？你的剑还给你。哦，空的。抱歉了，刀客，我又不是好好那种脑子里都长满了肌肉的白痴。和你缠斗下去，只会没完没了的拖延时间。我真正的目标是他们。果然越往下，这种阴森森的灵气就越浓。如果这些灵气不是来自风息，极原岛上到底该存在什么样的秘密？之前在体育馆里见到的，应该就是这种奇怪的虫。不过，为什么他们好像在惧怕我？该不会是因为现在的我太强了吧？保持这个气势，直捣黄龙！警报，发现怪兽灵气反应。警报，敌人已经到了，做好准备，转变成1号形态。果然不违你们的命令，解
然如此，那就让你们尝尝爷的厉害。用不着那么麻烦。不管是因为灵气还是什么的影响，泥土变成什么样，也还是泥土。那些吸虫是在害怕这个家伙。糟了，是研究室里的那只风息跑出来了。难道就是我之前在 A86 秘境里抓的那只吗？当然。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风息是吸虫的克星，吸虫生命能量来自灵气，而风息因为身体独特的构造可以隔绝灵气，因此被风息吞掉的吸虫真的就会死亡。我之前就是利用风息这个特性，所以才把风息当作培养吸虫的温床。那只风息已经今非昔比了，手下败将而已。陈局长究竟想干什么？真想找他问个清楚，可惜通话器已经不能用了。看来那头蠢猪是已经到了。灵气强化，暴热刚体，来吧！应该就是这里了，我能感觉到那种奇怪的灵气就来自这个铁门的后面。快停了！那个博士没骗人，你倒是长了一点力气。没想到你们两个居然凑到一起，在一些麻烦的事情解决之前，都不允许你们过去。别！快让开！这个地下室里有一只极为可怕的怪兽，若让它复活的话，别说是极渊岛，就连整个天海市都会面临危险。怪兽，你觉得我会信你说什么吗？在陈局长把事办完前，这里都不允许通过。是吗？你的陈局长似乎并不打算和你解释下面那只怪兽是怎么回事呢。哼，用不着你费心，我自己会去问。不好，博士被怪兽吃了！该死，来不及了，没时间废话了，快闪开，不然连你一起打！抱歉，我可没有听怪兽命令的习惯。那就没办法了，爆裂突袭！你算什么本事？既然你也是龙翼的话，敢不敢和有身体的我较量一下？哼，快让开！这个地下室里有一个极为可怕的怪兽，若让它复活的话，别说是极渊岛，就连整个天海市都会面临危险。怎么除了风息，连那头奎龙也闯进来了？这里不是能抵挡100亿级怪兽吗？看来刚刚的停电应该也是那个家伙捣的鬼，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开玩笑，那种怪兽就算有10个好汉也不可能打得赢吧？没指望他能打赢。陈柴良应该已经派出精锐部队去对付那头巨猿了，所以他只要能拖个20-30分钟就好。你太小看龙的血脉了。那个人连1分钟都争取不到，能对付龙的血脉的只有龙。不过现在的我没有身体，所以需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博士，吞噬获得奇门系手术异能。这就是我的异能，只能用来做些开刀和移植的手术，和没有也没什么区别。这个看起来像科学怪人一样的人，是在安慰我。传说中那头极渊岛怪兽可以通过吞噬获取对手的能力，只要揭开其中的谜团，就可以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心愿选择异能。博士，不好，博士被怪兽吃了！
接下来只要把头和这个岛缝合在一起，就可以暂时的自由行动了。没想到人类的异能竟然如此方便。不对，我能感觉到你不是极渊岛的怪兽，你欺骗了我。你现在才发现，不觉得已经有点晚了吗，教授？不过不管怎样，都谢谢你的异能。你欺骗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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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欺骗了我！我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个办法？哈哈哈哈哈！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把头和身体连接起来了。怎么样？只要是我眼睛中所中的目标，不管跑多远，我的剑都能贯穿。这家伙怎么追过来了？难道连狼叔都没能拦住他？你好像很担心那个刀客。我说了，我是用目光锁定目标的，身法再敏捷对我都没用。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放弃抵抗，乖乖站在那里变成筛子吧。回龙的能力投影还没有恢复，剩下的还有。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恶，是那个狼头刀客追上来了！林兄，你给我记住今天的事！还好灵机一动投影了斜眼，用斜眼的隐身和虚拟投影骗过了那个孔鸦。你是灵修？你怎么变成了这样？说来话长，先看看敖狠吧。敖狠，敖狠！你说的那块控制怪兽用的晶核已经嵌在了他的背部上，那该怎么办？闪开！狼叔，你干什么？我想试试能不能把那块怪兽晶核削下来。敖狠躲开了？不对，他的状态看起来有点奇怪。喂，你要去哪里？不好，敖狠被宣木控制了。这一刻终于到了，没有人能阻止我的头和身体连接起来了。你分明不是极渊岛怪兽，竟然还敢欺骗我！我从没说过自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相信，还上赶着要为我的复活做准备。可恶！可恶！为什么突然动不了了？不用费劲了，你我现在虽然是一起，但论意识的支配力，你们这些像皮肤一样轻贱的人类，怎么可能超过统治蓝星数百亿年之久的盘古怪兽？如果不是为了使用那个便利的异能，我本可以直接把你的所有意识吞没，因为你已经帮我培养出了足够的吸虫。现在留着你也没有任何意义。可恶！啊，这是他们真的把怪兽晶核安到了那头巨人的身上了。想不到吧，我还有这一手。怪兽，我需要你服从我的命令。这座岛已经化身为一只巨大的怪兽，需要你帮我摧毁它。不，我已抬不动极渊岛。杀死怪兽，岛屿将会坠落海中。你这只臭猴子，给老子听话！哇，你要去哪里？糟了，他被控制了。那是
袁姐，她怎么也来了？怎么停了？给我冲啊！袁姐，救救吉渊岛！吉渊岛要托付给你了。哼，又是这家伙，自不量力。论意识的支配力，也许我真的比不上你。那怪兽几千万年的生命进程里，没有进化出异能，也就是说，在操纵异能方面，你还是小学生。又是你，快放开！我们是一体的，你这是在自杀！谁跟你是一体的？凭人类意志的怪兽，没有培养的价值。我培养的吸虫，你这个赝品不配用，你不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糟了，这个岛，现在在往下落。全是帮自说自话的家伙。伯母，快说，现在这个状态下，你有什么建议吗？建议？给我记住了，永远都不要相信那帮脑子里只有冒险的臭男人。大家立刻返回机舱中。别跳了，保命要紧。可是你爸也没动啊。爸，别玩了，快走啊！伯母说的对，永远不能相信脑子里只有冒险的臭男人。还我！少废话，快跟我走！快，赶快驾驶飞机起飞！这下又发生了什么？岛要坠毁，我们得跑路。苏姐，有一个小事情，你是不是忘了？这架飞机刚刚在丛林里贴着地面飞奔，飞行系统早就撞坏了耶。你怎么不早说啊？快想想办法呀！没关系，只要在金属里，我用异能就能搞得定。快停下，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挺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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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住！你从没见过自己的爸妈吗？真是个苦命的孩子。不过今后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妈妈。啊，真的吗？如果我的异能不能发挥作用的话，可恶！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我的异能却派不上用场啊？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理解人类异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类异能的本质。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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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苏姐！完蛋，这回连苏林玉都昏厥过去了，绝对完蛋！老爸，是你打来的，简直太好了！快来救我！我在一个要坠毁的飞机上。不用担心，吉渊岛下方早就部署好了数艘军舰。不过，大议会的飞机及机上成员不会获救，会获救的只有你，明白吗？飞机坠入海面后，你有5分钟的时间夺走大议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逃离机舱。之后，飞机将会因为能源系统崩溃而爆炸，永远沉没海底。可是，宫千羽和苏林玉也还在飞机上。我这边信号不好，没要紧事的话我就挂了。老爸，你现在在哪儿啊？在一个距离你很近的地方。博士的资料，我一定会守护好。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真没想到，我这么纵容你们，换来的却是如此彻底的背叛。薛木要毁了我的吉渊岛怪兽，而你
还想拿走所有的研究资料。陈局长，你怎么会在这里？当然是靠异能移动过来的，因为我担心我的合作伙伴会骗我。不要过来捣乱，这里很危险。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你半天。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啊？要不是变成这样，我还真找不到你呢。这里这么危险，你来这儿干嘛？少废话，还不是为了找你。帮还是不帮？帮是肯定要帮的，但是你先看看这个，离谱吧？那个家伙少说也掌握了10种异能。10种？之前遇到的好夯和孔亚，一个神府后期，一个反虚初期，陈柴良能力肯定远在他们之上。而且当初我爸被称为天海市第1英雄，应该达到了入圣境界。陈柴良如今稳坐天海市对策局长之位，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了我爸的水平，入圣境界。入圣境界？你现在体重22吨，入圣大概相当于100吨的怪兽，也就是5个年。所以现在还不了解对方手段，贸然硬碰硬，一定是要倒霉的。目前最核心的是想办法引开陈柴良的注意力，救了人之后快溜。这里就看我的吧。所以啊，我得亲自来一趟，还真有闲心呢。那头怪兽并非极渊岛怪兽，而且刚杀死了玄木博士，非常危险。这我当然都知道，不然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里都放任你们胡闹？但现在情况可不同了，那是一头货真价实的龙，而且有着和极渊岛怪兽一样，靠吞噬来强化自身的能力。老邓，看我！幼稚！老邓，看这里了吗？打我呀！是灵修吗？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能力。练得漂亮，大眼挺住！谁会在？再怎么说，你也是和我缔结了契约的怪兽，我是不会让你死在这个家伙手里的。可惜了，对我没有用。不好！原来是用这种手段，了不起啊，林公子。黑龙，看来这个实验室也并不大嘛。那你们要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是那头龙。这么说，你是灵修？不要把头探出来，现在还很危险。黑龙，我没事。刚刚的是什么？不知道，应该是陈柴良的异能之一。还好有这个洞。谢谢你又救了我。竟然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就逃出这个研究中心，狗屎运真好。不知道那小子还有什么能力，不过谅他也没法这么快就离开极渊岛。话说，这就是盘古怪兽的实力吗？还真够丢人的。只要我把头按到身体上，我会告诉你吞噬能力的秘密。放心吧，早已在海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开始坠落。各单位注意，怪兽正在下落，出6艘军舰包抄怪兽。遵命。怪兽头颅方向稍有偏移，预计在50海里的西南方向掉落。左满舵，全速前进，突破塔准备。你击中目标，已确认捕捉怪兽，下一步行动请指示。基地已崩溃，基地已崩溃。已确认捕捉怪兽，下一步行动。干得漂亮！刚刚那一下好像用力过度了，
把整个研究基地都搞砸了。不是吧？这是什么怪物啊？这可是100吨怪兽，都不可能突破的研究室啊！林大侄子，顺着血的气味，还是找到了你。你的成长着实让我惊讶，但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个地下研究室即将塌方，吉渊岛也已经是摇摇欲坠。再过不久，整个岛屿都会化为那头怪兽的身躯。祝你们好运！我是陈才良，情况已经收到，接下来载着那头怪兽，全力朝漩涡中心进发。您说什么？朝漩涡进发？可是……对，没错，往漩涡里开。不好，舰长，舰船的驾驶系统被劫持了。陈局长，我这边已经接管了所有舰船，现在立刻开始，全速驶向漩涡中心。报告，系统不受控制了！怎么回事？快驶出漩涡范围！不行，海流太大了，被扯进去了！快启动紧急动力系统！不行啊，舰长，系统啊！你这个人比薛木更有趣，深得我心。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我可以考虑满足你。你杀死了我们，夺走我们的异能，还用我们的异能耀武扬威。陈才良，陈才良，你竟然如此践踏我们的梦想！陈才良，我恨呐！该死，反噬反应发生的越来越频繁了。你们都给老子闭嘴！这好歹，明明只有我可以阻止人类议会的入侵。太有意思了，你这人说吧，想要什么？过奖了，你只要告诉我，要如何将吞噬掉的异能消化，以抹除原主的思维和意。离席，离席。这鬼玩意是个啥？开炮！开炮！失败了，果然还是不管用，这就不是现有武器能打的呀！这里是有香蕉吗？怎么又来了一只多管闲事的猴子？啥叫多管闲事？你在老娘地盘惹事，问过老娘没？那就去死吧！滚开！不好，动作太大，岛裂开了。还是掉下来了吧！小心，别让那些土落入水中。吵死！狼兄！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虽然只有半个身体，不过也没差。区区霸主级盘古怪兽，怎么会是龙族血脉的对手？人类异能的本质，灵气复苏改变世界，使动物进化成怪兽。但同样浸润了灵气的人，为什么没有变成巨人，而是进化出异能呢？那是因为动物更喜欢过往的延续，而人总是喜欢在变化和否定中追寻未来。异能其实就是人把自己对未来的梦想
以灵气的形式具象化的结果。所以，异能不是粗野的灵气掰手腕，使的劲儿越大，效果越好。驾驭异能的关键在于放飞对梦想的想象力，以及坚定对未来的信心。对梦想的想象力和对未来的信心。不错。哼哼，你是谁？我是你前任的磁力异能觉醒者。在这片海域之下，我为你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个密银头环可以弥补你现今的实力不足，帮你尽快适应。用你的想象力和对未来的信念去操纵他们，营救你的朋友吧。坚定对未来的信心，放飞对梦想的想象力。坚定对未来的信心，放飞对梦想的想象力。我这是在哪里？等等，那是……狼兄！幸好在最后关头躲开了，要是正面挨一下，肯定会粉身碎骨的。也多谢你了，接这么准。我就说咱俩有缘。哼，我只是还你刚刚的救命之恩而已。人们小心，这只怪兽的目标是机缘岛，它可以用岛屿组成身体。不过与此对应的是，只要岛屿在，这家伙就不敢使用黑火。又来做梦！在真龙面前，一个招数居然敢使用2次！春龙，你中计了！我其实只是想要一个接近你的机会。星光斩，战裂！星光斩！愈合了。果然如我魂所说，这头怪兽的筋肉骨骼十分结实，即使用灵气刀，也只能伤到它的表皮。不过也并非全无办法，但机会只有一次。真有趣，一只怪兽竟然使用人类的战法。不过真可惜，你的招式威力太小，根本就是不痛不痒。趁着他现在掉以轻心，呵呵。是吗？一刀从颅后刺穿，直接破坏了他颅中的怪兽晶核。难怪我后面可没有机缘岛，这么着急送死，我就成全你。臭猴子！糟了！机缘岛是我的了！可恶！终于赶上了，还好只剩下半个，不然真搞不定了。你是嫉妒？啊，这么多怪兽，而且都是盘古级。不过看样子巨人和狼好像都是我们这边。可是我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这个是你适应，是一个以前交过手的对手，现在。不过现在他看起来好像不在状态，靠上去。虽然不想趁人之危，但为了避免背后受敌的境地，也只能……慢着，狼兄，这可不是之前侵略极原岛的嫉妒，气息不一样。他身上有种熟悉的气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灵修学校的学生会长苏灵玉，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这么说，你是伯母？好机会！没想到人类的异能竟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但真可惜，你还没有适应这具躯体吧？被他看穿了！花刀给我！竟然动我未来的儿媳，你不想活了？儿媳？终于不用扛着刀了，可以好好揍你一顿了！不知死活！少废话，看拳！当年学的这套拳法，虽然已经60多年没用，但从没有生疏过。瞧你了，竟能让我如此狼狈！接下来要换我进攻了。即使把身体打穿，竟然也能痊愈。去死吧！人们，趁现在攻击头部，直接打碎怪兽晶核。交给我吧！这条怪龙的头骨好硬。你说的对，恶孽护甲。伯母！终于走了。舰长，舰船失控了！怎么还来？我就说这姑娘不错。你们确实都很有趣，也很强，但不是我的对手。这是种族的差异，因为我是龙，和你们这些只能从自然界摄取灵气的低等野兽不同。我们龙族的血脉里天生就蕴含灵气，因此只要晶核不被破坏，无论多么严重的伤都可以治愈。但是凭你们根本没有能力击碎我的怪兽晶核。滚龙说的没错，要想击碎他的怪兽晶核，需要突破那个护盾和坚固的头骨。连狼兄都这么说，难道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如果只是欠缺攻击力的话，我或许有个办法。只要有那种程度的攻击力，应该可以一拳打碎那只怪龙的头盖骨。我也相信海儿他爸有这样的实力，但问题是，谁知道海儿他爸在哪？玲珑尊叔叔虽然不在，但是灵修在，我相信他也能办到。说到底，你们还是要追上我儿子。人妹，别激动，我见过领袖，他确实继承了雷霆的能力，不过那个威力比他爸的还差得远呢。我相信他，他有那样的决心。即便力量不足，我也会帮他补足。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找到灵修，还要请几位帮忙拖住滚龙。没问题，你快去吧。就交给我们吧。首先是找到灵修，还好有这个秘灵头环，可以快速连接和操纵周围的所有金属制品。啊，他在这里！灵修，你在这附近吗？赶快过来！灵修，你在这附近吗？赶快过来！这是有谁在叫我？我去，你变成什么鬼？你才是吧！而且你怎么出现在了这里啊？先别说这些，目前情况紧急，伯母和之前帮助我们的伴郎人正在下面的海面上。我妈不是和你们一起坐飞机吗？怎么会跑到海面上？我该怎么和你说？伯母变成了一只大猩猩。啊，灵修人呢？他妈，稍等，我来救你！灵修，等一下，你听我说。放我下去！我要救我妈！伯母现在很安全，你这样贸然跳下去，纯粹是送死！这是什么？我起来了！怪龙和大猩猩，高达，
林兄，下面到底出了什么情况？情况很复杂，是这样的。一句没听懂。这么说吧，巨猿、狼和高达是朋友，那只龙是敌人。也就是说，只要打倒那只怪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对，但是那只怪龙有极强的防御力和再生能力。目前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用非常非常强力的一击，直接打碎它脑袋里的晶核，所以我才来找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有点难办。其实我刚刚和那只怪龙有过一次交锋，当时我就准备用爆裂吐息来击杀对方，但没想到那头怪龙竟然也可以用这样的能力作为防护。不过，既然招式没有被那个护盾反弹，就说明招式有用，只是需要强化一下攻击力。你有办法？那当然，姐是谁？你们听说过电磁炮吗？只要将你们的雷霆和我的磁能结合，就能打出强烈的攻击。电磁炮利用电磁系统中电磁场产生的安培力，来对金属炮弹进行加速。带电物体只要在磁场力沿着垂直切削磁场线的方向移动，就可以产生安培力。安培力会反过来推动物体移动更快，在这样的反复加速下，可以产生极为惊人的巨大速度。电磁炮的射速是海军的舰炮的3倍。电磁炮？安培力？好吧，你们只要准备好使用雷霆能力，剩下的交给我去准备就可以了。还有2个小时到午夜0点，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好的，准备好之后我来通知你。林兄，你有把握战胜那只可怕的巨兽吗？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可以试试，毕竟我们之前也这样联手打败了薛木。但那只怪龙是不同的，它很强，这个给你，你带在身上。这是薛木用来控制怪兽晶核的。没错，只要能将这个插在怪兽的晶核上，就可以直接让怪兽灵气紊乱而爆炸。我已经找到了林修，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在哪儿？他就在极原岛上，已经准备好了。晚上10点开始进攻，不过还需要离开，和滚龙拉开一些距离，给炮弹一个加速空间。布布，你干什么？只要离开一段距离就好了吧？这个交给我吧。狼兄，我们去准备作战了，这边拜托你了。想逃没门！虽然我这招不足以伤害到你，但拖住你还是没有问题的。10点30了，距离0点还有1个半小时。那边只剩狼叔一个人，不知道能不能搞得定。无上斩！这种把戏也就一开始会管用，想靠这个一直撑下去有点困难。一旦滚龙把攻击的焦点转向这边，那艘军舰根本就……等等，那艘军舰在往什么方向看？往哪儿看？我不是让你赶往北偏西36度，那名刀客落脚的地方吗？但是你也听到了，陈局长正在命令我们和其他舰船会合，重编队形。所有舰船会合，重整队形。所有舰船会合，重整队形。难道陈局长是看到现在的场景才发出这命令呢？眼前这只怪兽虽然比不上当年登陆天海市的烛龙，但至少也是盘古级。如果放着它完全复原，后果不堪设想。陈局长究竟在想什么？陈局长不了解当前的状况，把方向盘给我。这个距离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妈和狼叔他们没问题吧？不确定，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现在是11点，我会有30分钟准备好电磁炮的设施，后面大概有10分钟用于瞄准和调试。驱动电磁炮炮管需要巨大的磁能，以我目前的能力，大约只能维持10分钟左右。我会在11点50分开启，机会只有一次，准备好。我和奎龙会提前做好准备，0点时准时发射。龙母，我要变身了，请做好准备。
开始瞄准。糟了，杨叔有危险！找死！还是大意了，明明只差30分钟，接下来只能靠袁妹和凌霄那小子了。哈哈，感受真龙的愤怒吧！现在轮到你们了。杨叔，集中精神，还有最后10分钟，磁场就会开启了。后面就拜托你了。在耍什么花招？哼，管他呢，先喷一炮再说。火喷过来了，快！还有5分钟。还活着。啊！林月，我妈怎么了？林月，苏林月，苏林月！既然都下了决心，就别磨磨唧唧的。啊！这头怪兽难道是我妈？妈，在串明天卖的烤串吗？我也来帮忙吧。啊？哼，平时就没见你这么懂事。说吧，又有什么事求我？妈，升高中的事我决定了，我还是想考天海市第1高中，等成年后觉醒异能，像老爸一样去秘境探险。又是秘境，你爸当初也天天秘境的，最后还不辞而别，一走就是7年。我觉得老爸会不辞而别，肯定是被什么意料不到的难缠情况绊住了手脚，所以我想去帮他。啊！妈，你听我说，既然都下了决心，就别磨磨唧唧的。这边有我呢，你只管横下一条心，努力干。妈，你没事吧？林月，看来伯母已经和你说清楚了，现在电磁炮已经设置好了，没时间了，得赶快发射。你准备好了吗？我没问题，但我妈受伤了，苏姐，拜托帮忙照顾好我妈。奎龙，我们上！还敢来，不怕触怒真龙吗？恶孽护甲！哼，倒是有点本事。看来有戏。哈哈。爆裂出现！2段攻击被我预判到了，我早有防备。这种程度的突袭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成功了！不愧是同样有着龙的血统的怪兽，但是很遗憾。你虽然能压倒我的突袭，但能量已经被消耗了大部分吧。更遗憾的是，我的突袭可不止1天1次，你还能接住我的下一个突袭吗？难道我输了？哼，不对，天上是什么？既然这样，那这次你预判到了吗？什么？这头龙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即便是极渊岛怪兽的力量，恐怕也不足以彻底将它抹除。你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有个不错的主意。薛墨，你怎么在这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要杀死这头龙，我倒是有一个不错的提议。鬼才信你！这头怪龙不就是你制造的吗？不听我的话，会吃亏的。你做什么？来都来了。什么鬼？被吃掉了！小菜一碟。啊！这是哪儿？你果然想坑我！用磁力叠加电磁炮异能，真亏你们想得出来。不过真遗憾，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无法杀死滚龙。你小瞧人！哼，是不是小瞧人？看了这个就知道了。啊，这是这头怪龙的晶核。龙的身体构造极为特殊，它们可以直接将灵气注入心脏，构成的血肉有很强的恢复力。要想击杀滚龙，必须一击之下将这些怪兽晶核轰得颗粒无声。你能做到吗？这么大，秒成渣很难呐。而且这个长得好恶心啊！这是因为这头怪龙四处吞噬了各种晶核，比如这边这颗就是我的。你已经被怪龙吃了？怎么突然亮了？怪龙准备再次发动攻击了。不能让他得逞，老妈已经受重伤了，撑不住下一次攻击的。住手吧！我说了，这种攻击没用的，只会让这头怪龙警觉。那怎么办？现在外面已经没有人能承受住他的一击。你在冲过来的时候，嘉陵平家应该有交给你一个仪器吧？我可以用那个控制器控制怪兽晶核里的能量。啊！所以，只要你把那个怪兽控制器插在滚龙的怪兽晶核上，我就可以搞定它。我凭什么相信你？我不认为你还有的选。而且，假如我有控制怪兽思想的办法，还会落到这步田地吗？放心吧，我只是觉得，既然是我复活的怪兽，我就有权利在走的时候把它带走。姑且信你最后一次。如果你敢骗我，等着瞧！成功了！我的盆子，怎么？林修做了什么？居然强行打断了那个大招！我要把晶核里全部的能量都释放出去，估计会引起一场大爆炸。你快逃吧，留在这里会死的。那你呢？你准备怎么办？你是在担心我吗？快滚吧！最好还是期待我死在这里，不然下次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抢你的奎龙。你尽管来抢好了！雷霆铁拳，芝麻开门！你们这帮家伙真烦！早说了，这些对我是没用的。老子有无限的复苏能力！这怎么回事？你一定不知道，你口中生命力脆弱的人类有多么恐惧衰老和死亡，以至于产生了癌细胞这样只知道自我盲目复制，为了逃避死亡，却反而把生命推向了终结的存在。我一直很想知道，如果把人类对死亡的这种恐惧灌输到生命力无限的龙的体内会怎样？竟然敢耍我！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既然要死，把你们都拖到秘境来给我陪葬！要当上龙的祭品，你们这辈子也值了！都去死吧！伯母，抓稳，千万别放手！还没接电话吗？继续打！报告，对策局指挥中心一直占线。该死！必须阻止这个状况，这么下去，有可能会让当年的烛龙之乱重演。报告，前线情况十分危急，请求支援。
本来只是想借这头冒牌的盘龙古兽，弄清楚龙驾驭自己吞噬的怪兽的能力的奥秘，没想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林修，你小子还真是好命！哎，什么？目前吉原岛附近水域的状况十分危险，可能会波及天海市的安危。天海市正在面临危险，我们对策局需要挺身而出。好大的阵仗！天海市对策局这次得全军总动员了吧？他们好像是准备用火力把那头怪兽推入秘境里。恐怕没那么容易。你看那边，我去，那是什么？这些都是秘境里钻出来的怪兽！伯母，你看！糟了！如果让这些来自深层秘境的怪兽跑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是吉原岛，恐怕连天海市都要遭殃了。立刻带着敖狠和吉原岛远离这里，让林修去找你们会合。伯母危险！我把你小子推回去！你过得来吗？该死！糟了！这是狼兽！还不只是那样，又是怎么回事？这么多的异物，还救了老妈？想到光是那边的沙狗和猿猴，也都来了。你应该知道我的实力，你和那两只加在一起，不是我的对手。我知道，我的任务只是来阻止你继续蹂躏吉原岛，要收拾你的另有其人。另有其人？谁来都没用，除了那个家。恭喜你，猜对了。什么？不可能！他现在应该在秘境灵脉的最底层才对，你骗不了我的。而且以他身体的质量，这个世界的密度根本无法承受。啊，这就是吉原岛怪兽。他应该知道我父亲的下落。警报等级为特级，请周围居民紧急避难。警报等级为特级，请周围居民紧急避难。大家不要惊慌，排好队，不要插队。没想到会有意外收获，你果然还是放不下天海市。可是，让你保护的这些人看到这个景象，他们是会感谢你呢，还是会害怕你呢？快，盯紧吉原岛的怪兽，冲过去！他很可能知道我爸在哪里。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什么。没想到你竟会以怪兽形态直接钻出来，你就不怕这个世界承受不了被压塌吗？毕竟情况紧急，再说我帮个忙就回去了。所有人都救下了，该救的不该救的我都救了，老娘出手什么时候有过差错？喂，蠢死啦！你就不能变回人类形态吗？哦，怎么样，伤得重吗？幸亏我平日里在体内存了大量灵气，刚刚用那些灵气堵住伤痕，这才逃过一劫。我们不会待太久，事情解决了就撤了。不过走之前，可以先让翼龙把你送到吉原岛上。我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恐怕回不了天海市。我跟你们一起走。可是，就听他的吧，他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既然他都这么说了，只可能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有人可以接替他的职责了。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封锁秘境。喂，等等我！吉原岛怪兽，我有话要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可是兑现了诺言，帮你见到你父亲了。我可是兑现了诺言，帮你见到你父亲了，亲了。我去，那是我爸！我去，你还不知道？行了，就这样吧。喂，别跑，给我说清楚！
究竟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呵呵呵呵，有了这些影像，你们不死，也有的是人让你们死。陈局长，我接到情报说，天海市周边有极其严重的突发事件，兹事体大，总部决定封锁这次事件的相关信息。可是这次情况严重，甚至有可能会发展为像7年前烛龙入侵一样的大灾难。考虑到天海市居民的安全，陈局长无需担心，帝都对策局也第一时间进行了观测。现在几只盘古级怪兽均已消失，秘境的裂缝也已经闭合，不会有任何危险。可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总部要封锁这次突发事件的原因是？你也知道，极渊岛下面有高级秘境，而且是华国东南重要的灵脉秘境。多年前，人类议会就曾觊觎极渊岛，只是因为岛内怪兽太强，导致他们全军覆没，才不得不放弃。此后，极渊岛便由我们华国率先登陆和探险，并成为了我们重要的岛屿。但是听说他们从未放弃极渊岛，而且这次事件中，据说失踪多年的极度也再次登场。如果消息流传出去，你觉得他们还会保持沉默吗？全是借口。一直听说他似乎和玲珑尊有些交情，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看来传言是真的。看来陈局长对于总部的这次安排似乎也没有异议。那我就先告辞了。明白，辛苦您了。有什么了不起？我是帝都对策局，竟然还想把我踩到脚底下！只要那个东西到手，不管是对策局还是人类议会，总有一天你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进来。陈局长，你要的东西一到手，我就立刻给你送了过来。这是那颗怪龙的心脏。说时迟那时快，当时灰色怪龙一掌拍下，就在一瞬间，我找到了发动异能的间隙。我控制一枚专门针对怪兽的穿甲弹，直接穿透鬼龙胸膛，夺了他的心脏。要是稍晚一步，我也跟他一起被派到秘境里面去了。这真的是一颗龙心吗？这么大一头龙，只有这么小一颗心脏？这个气息不会错的，这颗心脏已经足够大了。心脏再大，即使是龙，心率也会衰竭。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帮陈局长变得更强了？不错，好了，你先出去吧。是。看来这颗龙心至关重要，这次我的功劳可是远超那个肌肉无脑男。该死的贝利亚，竟敢欺骗我！小骨头，你再这样，我可藏不住了。好了，等一下，别哭了，马上就好。吃的来了，给！哎，喝牛奶。终于安静了，这家伙的异能越来越强，这样下去不可能藏得住。万一被人发现人类议会7大罪的孩子在我手上，后果不堪设想。基督，不要怨我只答应你带这个孩子到安全的地方，我已经做到了。这是……你看起来像有进化，我得立刻把它交给对策局。陈先生，谁？陈先生，是我来和你做笔交易。你是？抱歉，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人类议会7大罪中的欺骗。你可以叫我贝利亚。我希望你能帮我照顾这个李英，并且帮他编造一个新的身份，让他在天海市生活下去。这不可能，你也看到了，
这个女婴有着如此可怕的异能，这根本瞒不住。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我可以暂时封印这个孩子的异能，直到他成年并学会控制异能的方法。那个女婴似乎没有抗拒眼前这个人，可是你为什么不把她接走？她的母亲和你一样，是人类议会的顶层吧？已经不再是了。嫉妒在极渊岛发生了一些状况，这个孩子现在无家可归。嫉妒的下场是他自己选择，我无所谓，但我至少希望这个孩子可以活下去。你愿意和我合作吗？你说这是交易，那么假如我答应的话，我能得到什么呢？明知我是7大罪之一的欺骗，还愿意和我谈交易的，你是第一个，你真有趣。喂，格律翁，你也很喜欢这个家伙吧？这家伙想干什么？别担心，我是让他把报酬拿过来。众所周知，龙可以靠吞噬获得灵气和能力，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完全是龙心在起作用。龙的心脏可以说是灵气和能力的存储器，而只要吞噬了龙心，即便是异能者也能获得这种梦幻一般的能力。对于你这种低等异能者来说，这会是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我答应了那个骗子的交易，自那以后，那个骗子每隔5年就会送来一颗龙心，确实让我可以靠吞噬获取灵气和异能，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这些灵气和异能会一直保留着原主的意志，只有靠不断吞噬新的龙心才能够压制。他就是想像这样利用龙心控制我，可是你不会如愿的，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极渊岛的怪兽拥有完美的吞噬能力，我只要能够弄到极渊岛怪兽的心脏，就可以彻底支配吞噬的力量。这就结束了？不对，岛上还有蟋虫，快回岛上！他们在那儿！喂，林兄，大家没事吧？刚刚多亏了蛮元用异能稳住飞机，救了大家，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实在是太感谢了，这份请我接下了。刚刚那么危险，你小子躲哪里去了？各位大佬高抬贵手，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真是的，为啥连这个家伙都救下来了呢？真没想到苏主席还有这样的本事。不过在大议会入会考试的时候，怎么不展示一下呢？我也不知道，这是刚才一个神秘红发女子给我的力量。不过她刚刚把机器人收回去了，只留了这个头环给我。真遗憾，我还想自己驾驶一下那个大机器人试试。哎，不对，我差点忘了，那些蟋虫很危险，小心脚下的土。这个时候笑什么？真的很危险啊！滚龙被击败之后，土壤就已经恢复了，因此可以推断，正是滚龙身上携带的强烈的恶念，让这些土壤变成了吸虫的。古籍上是这么记载这件事的：上古大洪水的时候，鲧为了抗洪，从天上偷了息壤。虽然洪水止住了，但偷东西的事情却暴露了。于是鲧被神的使者杀死了。不过鲧死后肚子里生出了雨。那头怪龙竟然是和薛木、嘉玲评价一样，都是人类变成的怪兽。说起这头怪龙，等等，东西哪儿去了？啊，找到了！幸好我手疾眼快，最后的关头拿到了这个。这个是怪兽晶核。系统，是否可以用这块晶核升级？当然可以。恭喜宿主，怪兽大主宰系统已经升为3级，驯服技能已升级，怪兽空间已升级，怪兽图鉴已升级，灵气罗盘已升级，能力投影已升级。空出来了3个名额，这是不是说明该找新的小弟了？要不要成为我的小弟？就像奎龙仔一样？不，我得一直留在这个岛上，
这个岛还有岛上的孩子们，还需要我的守护。差点忘了这茬了。奇缘岛秘境恢复了正常，就会落入对策局手中。那这里的怪兽之后会被杀死吗？这方面倒不用担心。看这个，这是极渊岛本就是你父母的财产，如今你已经成年并且觉醒的能力，所以对策局高层决定重新将这个秘境委任给你。想不到我家里居然有矿，老狠，我可以跟你一起保护这个岛。从今以后，奇缘岛我罩着你。这消息得上报给总部吧？先等等，先确定祭祖遗骸的位置。地血，岛哥发现了！不可能！息吧，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但极渊岛不是你们人类议会应该染指的地。人类议会手下的那帮猎狗，鼻子还真灵。多亏了穆老您的提醒。不过，基督的遗骸重见天日，这事儿就算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啊。用不着瞒一世，我只需要一点时间而已。我得在人类议会行动前，先排除掉内部的不安定因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依然怀疑玲珑尊的失踪与陈柴良有关？我不确定，但相信马上就会知晓。我刚刚把极渊岛的所有权移交给了玲珑尊的儿子灵修，如果有关的话，想必陈柴良那只老狐狸已经开始坐不住了吧？一切都结束了。12年的恋人，没想到最后全化为了泡影。整个研究所变成了一片废墟，博士繁育的怪兽也被那头丑龙吃了个精光。前面博士亲手养育了10几年的极渊岛怪兽，最后也被博士亲手葬送。博士这么做是自暴自弃，还是说认同了那个狂妄的少年？谁在搞什么鬼？来了来了！啊！怪兽空间这个技能的升级版，未免也太好用了吧！这是哪里？这还是极渊岛吗？你传过来了，看，这就是升级之后的怪兽空间。从现在开始，只要我想，可以随时将怪兽传到我身边。当然，只有被我驯服的才可以，比如你。哼，使用斜眼投影能力，宿主可以随意将自己在每个斜眼熊体所在的位置之间进行转移。哈哈，这个技能牛啊！如果叠加斜眼的怪兽投影，看谁还能抓到我。看来得让大眼多增值一些分身才行。多亏了这技能，真是逃命一流水准。谁用你救了？用得着你来献爱心吗？反正我们已经输了，还不如让我和博士最后的遗物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谁管你那么多呀？你现在是我的怪兽，只有我才有权决定你的生死。果然还是这样有驯服的仪式感。切！我让你臭屁，让你臭屁！没事的，我们只是打闹而已。他并不是真要伤害我。哎，那个，如果我也被你驯服，是不是也能像那样迅速到你身边？是啊。来，驯服我！你是新一代的极渊岛之王，我要贴身保护你。极渊岛之王是什么鬼？好吧，让我摸一下你的下巴。恭喜宿主顺利驯服怪兽傲狠。好了，让我试试传送。把我传送到香蕉最多的那棵树上。你就是懒得动吧，喂！林兄，马老师电话找你。怎么了，苏主席？不知道，你自己问马老师吧。喂，马老师。林秋，
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过2天要开个表彰大会，庆祝你这次的功劳。没问题，我会准时去学校参加表彰大会。表彰大会不在学校，而是在天海市的对策局总部。怎么会在对策局？因为陈柴良说这次探险活动是天海市难得的大胜利，要隆重表彰。陈柴良那家伙又搞什么鬼？我一会儿把这次活动相关的报道信息都截图发给你。总之，你在这之前可要好好看看。放心吧，我搞得定。这些报道都在胡扯些什么呀？据悉，一头巨大的蛮猿怪兽利用异能偷走极元岛，因此对策局展开讨伐工作。在探索过程中，多亏英雄之子灵修大显身手，成功击败蛮猿，夺回极元岛。这是什么？刚刚马老师打电话让我参加对策局总庆功会，要按照这些新闻讲讲我的光辉事迹。这消息假的不能再假了，让我怎么说啊？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英雄之子，大议会选拔赛，还有这次探险，2次接连立功，连你的称呼都变回来了。我想要的是为父亲洗刷冤屈，并不想要这种虚假的名声。再说，蛮猿也是这次讨伐滚龙的功臣，竟然还被描述为了大反派，可不咋的。喂，太好了，你们都没事，我们来接你们了。喂，这些新闻这么胡说，你们对策局都不纠正一下吗？纠正？怎么可能？这些信息本来就是对策局发布的，而且，如果不这么说，要怎么说？难道说极元岛被一种可怕的寄生虫怪兽感染，险些毁于一旦？然后有4头来路不明、吨位不亚于烛龙的盘古怪兽在天海市附近爆发激战，险些引发大灾难。就目前情况来说，这样的报道对你比较有利。但是这样，蛮猿硬是被诬陷成了坏人呢。哎，没关系，我又不在天海市生活，只要对你有利就行了。哼。不过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极元岛局势如此险恶，为什么陈局长会把自己的儿子送过来？你想过没有？是为了抢功劳，但是最后他却把一切功劳都给了你。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会如坐针毡。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这些？这帮家伙跟了我很多年了，虽然只是一群笨蛋，但笨蛋养久了也有感情。老大，水！在极元岛坠落的危急关头，是嘉陵平家安排始祖鸟救下了他们，而你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吧？放心，我会平安归来。是，确实就是这样的。感谢啊！哎呀，不瞒您说，那小子其实是我的亲传弟子，他的这些成绩都是我教导的。我虽然是校长，但最擅长的就是教书育人，这可不是我胡说。想当年啊，同喜，希望你们也能培育出灵修一样出色的学生。所以你说那个灵修其实没有觉醒任何能力？是的，不过他学习成绩很好，秘境探索科目也都是满分，此前还考取了大议会成员的资格，但确实没有觉醒任何异能，战斗能力应该是0。那为什么他能够大出风头？这次和他同去的苏灵玉能力非比寻常，2个人关系似乎也很亲密，想必是他。终于盼来一次可以出名的机会，但没想到竟然还是个大麻烦。要不要联系媒体纠正这些不实信息？不，将错就错，把这些内容发给那个叫灵修的学生，让他在表彰会上按照报道说。这样不好吧？有啥不好？错也是对策局弄错了。没问题，不用这么客气，这是我会过去的。这老东西不阴不阳的，真难缠。什么情况？还不是那个陈柴良，他说
这次活动是3大组织共同努力才能够获得最终胜利，所以要把庆祝仪式弄得隆重一点，还点名希望我参加。这是飞机上的视频记录，苏林玉他们传回来的。这不是最重要的，能够让陈柴良这样的猎狗把到嘴的肉吐出来和我们平分，只有一个可能。他希望借我和王校长之手，牵制某个他不方便去正面硬刚的存在。所以当务之急是需要弄明白，这个他不方便去正面硬刚的存在是什么人。这么说来，今天上午好像收到一份调令，林修被任命为吉原岛的负责人，调令签署者是帝都对策局的局长。周吉。人心灵气复苏以来，在灵气作用下，生物分为2种：将灵气转化为异能的人类，以及用灵气构筑血肉的怪兽。觉醒者经历了漫长的进化，终于进化出各种对付怪兽的能力，例如攻击、防御和追踪。但是遗憾的是，这些被称为人类之光的能力却并不适合用来对付人类自身。这种灵气复苏前的老古董虽然功能简陋，但因为不能使用金核作为能源，所以不会产生灵气反应。同时，攻击只要瞄准的不是觉醒者自己的身体，也无法用灵气察觉到危险和杀意。没想到这个灵气复苏的时代，对我这样的活化石还真是友好。没想到 A86这种1级秘境里竟然会乱入这么强的怪兽，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队长，今天这事儿我觉得有点怪。遇难那小子连异能都没有，在秘境里应该寸步难移，怎么可能招惹上这种大家伙？怪的又不止这一件，这次回去要把这些怪事一件件查清楚才行。我去！什么人，竟然敢袭击对策局？你是黄兽队的主荒川，为什么？即使是奇门系强化肉体的觉醒者也是一样，虽然可以在灵气的加持下形成不输怪兽的肉体和力量，但真可惜，你们并不是怪兽，而这恰好就是我们狂兽队被制造出来的原因。好，队长，该上路了。许久没有尝到这样的滋味了。觉醒者的金核要比怪兽的金核美味得多。抱歉了，好队，陈局并不认为你有调查方面的能力，尤其还是背着他调查。你整理这些，准备在表彰会上说什么呢？怪兽是人类的天敌，这可是这个世界上一切规则运行的基础。老板娘，加40串羊肉串和5串大腰子。你们2个还要吃到什么时候？你们对策局工作那么闲的吗？毕竟大议会天才少女经营的店，在这世界上可没有第2家。我去，你要干什么？大小姐息怒，小弟就是和你开个玩笑。抱歉啊，客人，我帮您收一下桌子。好可怕！我咋没在店里看见领修呢？人家本主都跑了，你一个打工的还在这看啥店呢？刚刚还在，被一个电话给叫走了。那位阿婆还没吃完呢，她好像是这家店里的常客。让她自己去吃，你先跟我走。走不了，有话快说，说完赶紧滚。明明是你叫我来的，现在让我滚？别臭美了，谁会叫你？不好意思，小姑娘。不好意思啊，小姑娘，我年纪大，吃得慢，
耽误时间了，我买单。没事没事，您稍等，我去拿手机。陈虎这小子打电话给我能有什么事？苏灵玉，赶快离开那里！不管你在哪儿，快跑！你说什么？喝多了吗？苏灵玉，快跑！这是狂兽队的暗杀蛙！敖恒，赶快去找林修，让他不要参加表彰大会！快，距离表彰大会还有2天。你让我们等待了整整17年，花费数千亿进行研究，而这一切就只得到了这样的成果。陈先生，您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向议会的其他成员交代。难道是薛木和那只鸟人对我早有防备，提前把研究资料调包了？更糟糕的是，现在极渊岛不仅回到了海面上，还落入了那个名为灵修的少年手中，并且这个少年还是玲珑尊的儿子。就凭这一点，我都会觉得，说不定这个少年只用1-2个月就能发现极渊岛秘境的入口。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只要1周的时间，我就可以把极渊岛从这个少年手里夺回来。抱歉，陈先生，我们并非怀疑您，但巨大的灾难即将到来，如果我们不能在那之前打开极渊岛秘境，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只能采取非常手段，希望您理解。我们已经派出了7大罪的谎言，他会监督你，把这一切迅速搞定。摩西摩西，好久不见啊，老陈。是啊，自上次一别就是60年，对于我这种没有觉醒异能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半辈子了。这次我一定会在天海市好好招待你。那就先这样吧，陈先生，祝您尽快将极渊岛弄到手。请你们放心，我也知道要在非常时期使用非常手段。陈局长，我是孔鸭。进来，我需要你去帮我抓一个人。抓谁？您尽管吩咐。苏天才的女儿，大议会的苏灵玉，而且要活的。什么人？完蛋，被发现了！这根本不是我该听的事。老爸要抓苏灵玉，我要不要提醒他？不用追了，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陈公子。对了，这个给你，把这个名单转交给楚荒川。啊！遵命。不过，真的有必要调动狂兽队那帮怪物吗？真无聊，已经在这里蹲了3个小时了。明明我自己刷一下就能搞定，非要用这种恶心东西不可吗？在表彰大会举行之前，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弄出任何动静。哼，这东西动静也不小，好吧？只要那边的烧烤店爆炸声响起，你们就立刻凑过去，集体自爆。行动！居然有埋伏！快去通知林修！让你注意安全！就是现在，炸！可恶，物尽粉末！苏天才，这老小子真会给自己闺女弄好东西。喂，你们没事吧？没事，处理了几只癞蛤蟆，就犯敞开香槟。风千羽和你一样，都是对错局的人，你想干什么？我只是奉命来抓你，谁知道那小子会在你店里
他活该。抓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就算没有吴金粉的加持，这丫头控制磁波的异能也变强了。苏大小姐，你的武器似乎有些短啊！你以为我会放你靠近吗？那个吴金粉可以随心所欲改变形状，防御简直是百密无疏，刚好可以克制我的异能。怎么不说话了？是不爱说话吗？我去，这吴金粉的加持完全就是犯规啊！这就害怕了。不对，再来！我快，在这里，消失了。目标苏灵玉，抓到！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厉害，幸亏事先埋伏了伏笔。等处理完下面那2个家伙，就可以向陈局长复命了。这不是我的活儿，我们狂兽队的队员是严禁对对策局的成员出手的。切，该死的野兽！是你？究竟想干什么？陈局长的命令，要清理掉所有知道纪元岛事件的人，尤其是那些受到过那头怪兽巨猿帮助的。不用管那头逃走了的巨猿吗？陈局长说了，虽然抓捕怪兽也很重要，但是让天海市的居民不要忘记怪兽的恐怖更加重要。其实我个人也非常想知道，巅峰时期的玲珑尊有多强？他和如今的陈局长谁更强呢？无聊，你还真闲。如果是巅峰时期的话，应该还是他更强吧。陈局长回答的还真是直接，我还以为陈局长是个更加自大的人呢。不管再怎么自大，一只鸡也不会觉得自己比鸵鸟更高大。当年我靠着你给的龙心，才总算是觉醒了异能。我也终于觉醒异能了。上阵杀怪兽是觉醒者的天职，保家卫国是觉醒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终于从对策局的后勤组转入了战斗组，我也终于成为觉醒者的一员了。总有一天，我也要站到那个位置上去。我当时把台上意气风发的帝都局长周吉当做了自己的偶像，希望能在他手下做事。然而，周局长，您就是我辈楷模，愿意为您效劳。我记得你是新晋从后勤组那边转过来的吧？觉醒者觉醒异能的平均年龄是18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个27岁才觉醒异能的人，就好像上学时留了9级，勉勉强强才毕业的人，冲到前线也是送死。我劝你还是免了。实在抱歉，因为无能耽误了您宝贵的时间。您是？我叫玲珑尊，是天海市对策局的。你要不要跟我干？在转入天海市对策局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玲珑尊竟然是和周吉齐名的大人物，这让我兴奋了很长时间。然而，周吉局长的话是对的，像我这样的半吊子，根本无法灵活地控制灵气和异能，即使经过了半年特训，基础的考试资格依然无法通过。林局长，您坦白地告诉我，您当初到底看上了我什么？嗓门大，说话有气势吧？那个有气势在战斗中也很重要。气势在战斗中有什么重要的？你之所以实战测试始终无法通过，就是因为太过在意自己的灵气。不要那么在意灵气，只想着自己的拳头一定可以打穿任何地方。任何东西。我去！拳头是要这么打的。但是那个可是实战测试中心啊！
玲珑尊，靠气势来打出一拳。当年烛龙入侵的时候，你也是这么干的吧？这么一拳，现在我也能办到。就算巅峰时期的玲珑尊与烛龙对战，也没有这样的威力吧？与烛龙对战时候的玲珑尊是巅峰时期，你弄错了吧？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叛徒。格律翁，你要做什么？我并不是要试探你的实力，这都是议长的命令。议长特别强调要把这头烛龙活着给你送过来。为什么？这头烛龙是由袭击天海市的烛龙的基因所培养，但是自出生以后一直靠营养液维持生命。虽然也会长大，但是从未清醒、进食，也没有任何生命指标的反应。但是近来，这头烛龙却突然苏醒过来，并且隔三差五的就失控暴走。你猜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灵修？你和议会那帮人想到一起去了。虽然具体情况不清楚，但灵修和你一样突然觉醒异能，那么像你一样吃了龙心也很合理吧？所以啊，虽然概率很低，但是会长想要试一试，一头龙有多颗心脏，会共享血液、灵气，哦，当然也有记忆，这是只有你能做到的事情呢，陈局长。确认本命怪兽回龙。我看到的这些，难道都是真的吗？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显然灵气和血是不会说谎的。通过吞噬来获取灵气和异能，使用奇怪的方式瞬间强化自己的身体。这个少年获得了如此多的便利，而有趣的是，他却不需要变成如此面目可憎的怪物。陈局长，这是你的心声吧？你还好意思说？我变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你的诡计？陈局长脾气好大呀！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找了个远离市区的郊外废弃仓库。不然，如果让天海市民看到对策局的局长竟然自己就是一头怪兽，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呢？你不要太得意了，我告诉你。苏灵玉可是在我的手上，只要我想，随时可以要他的小命。没想到陈局长竟然还是这么纯情的一个男人，我随口撒的谎，竟然可以让您守约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想过，那可能只是我为了诱骗您吃下龙心而撒的谎呢？你说什么？您想要剪除所有到过极渊岛的人，让灵修陷入孤立，我没有意见，但劝您把多余的权力和精力都用在如何从灵修手里夺回极渊岛的事情上。我们人类会议已经扶持您60余年了，请不要让我们竹篮打水。说好了9点在门口集合，苏灵玉和宫千羽这两个家伙一点都不守时。林兄，我来了！终于来了。宫千羽呢？还在路上堵着呢，太堵车了，我就先跑来了。别管他了，我们先进去。人好多呀。先坐下吧，不知道堵车要堵到什么时候。怎么除了宫千羽，郝夯也没到？为什么没有带着蛮源过来？这种报告对他很不友好，所以早上用一打烤串为诱饵，把他留在家了。烤串！烤串！烤串！快起来！你也太离谱了！奎龙这么离谱，还不都是你宠的？表彰仪式现在开始，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此次参会的领导，他们分别是对策局局长陈柴良、剑幕联盟会长
王玉英，大议会会长李太古。本次表彰大会旨在表彰这次极渊岛行动里的优秀人物。一个少年自己拯救了极渊岛，具体是如何做到的，我们请当事人来为大家亲自讲述。我难道真要按照报告书上写的扯谎吗？感觉太对不起蛮元了。想要极渊岛的管理权，就得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打造成英雄。下面有请我们的英雄灵修上台发言，大家热烈欢迎他。大家好，我是蛮元。这个时候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岛不是消失了，而是悬浮在空中。岛消失的原因找到了，是有一头巨兽利用自己的异能力量让岛悬浮。当然，我们对此早有准备，我们早就安排了始祖鸟。我得把烤肉店的事告诉林修，可是他正在台上讲话。既然这是林修梦寐以求的，那肯定还是不要打扰会比较好。找到了，他在这儿，快瞄准，射击！注意，开始防护。那个岛上有一只巨猿守卫，它会捣毁任何想要着陆的飞机和战船，想要登岛非常困难。林修说过，不可再伤害人类。追！那个巨猿十分庞大，可以吞天蔽日，而且生性残暴，非常难对付。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坚定不屈、百折不挠的品质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快给我抓住，别让他见到林修！从那里可以直达大礼堂，拦住他！快抓住！最终击败了蛮元，把他放回了极渊岛。嘿嘿嘿，靠近了就好罢了。现在记者提问：为什么不杀了那头怪兽？这对策局搞什么？这问题可不在计划里。对呀，这多危险啊！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出来了。怪兽还要留着，如果跑出来，不是还要抓一次？这不是浪费人力物力啊！杀了就完了，搞这么复杂。这件事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呀，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和我都明白，这个除掉怪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胡说！抓到了还不杀，不是有阴谋？有回目，有回目！该不会被陈柴良阴了吧？蛮元敖狠已经进入了大礼堂内。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要看长远的计划，杀了的话会引起不好的影响。为什么不杀了那怪兽？这位先生，请你下去。你到底得了什么好处？给我们一个交代！林修，哪有什么原因？我们对策局一向是除恶务尽。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在这里！快！开枪！住手！不要伤害他！林公子，你说什么？我叫你们住手！不要伤害他！雷龙！救命啊！有怪兽！变大了！怪头！怪兽怎么进来的？这可是对策局总部！混进来了2只怪兽，到底怎么回事？包抄这只怪兽！这2头怪兽都是那个少年带来的。陈柴良是因为知道会这样，所以才特意办了这个活动。林修，别冲动，千万别胡来。可是，明明蛮元也在极渊岛出了很多力，救了很多人，他是我们的朋友。你说什么？
你是这怪兽的朋友？难道是你把这2头怪兽带过来的？看来叛徒玲珑尊的儿子也是叛徒。这不仅是叛徒之子，还是怪兽之友。你们这些人，你们知道是什么？滚！灵修毁坏公物，通敌叛国，罪行清晰。现在逮捕灵修。你休想！苏林玉，你去做正事，这里我可以搞定。多谢了，奎龙，先清理那边。门员，捕兽网准备，发射！就是现在，一起上！紧急刺斩！伤得重伤，还能动吗？先进来再说。怪兽被收起来了，搞定了，别打了，先走再说。抓住他，大家一起上！别让那小子跑了！有破绽！别打了，要走了！警告！警告！怪兽空间中有不明生物入侵！啊？什么？这里是哪里？警告！警告！怪兽空间中有不明生物入侵！怎么回事？之前进去也没有问题。又在装神弄鬼，吃我一剑！什么？灵修的显眼形态可以在雄体之间切换位置，实现瞬间移动。启动保护屏障。是。可恶！对策局的应对可真是狼狈，损失不小啊。属下办事不力，让怪兽和灵修都逃跑了。先不要说这个，看看现场有没有受伤者。轻伤可以直接送对策局的医疗室包扎，重伤员可以用对策局的飞机送往医院。遵命，前提，行动。是。陈局长，多谢陈局长救我一命。都是因为对策局不查，才会让能驱使怪兽的人进来，危害到了大家。而更让大家不安的是，最近这个家伙竟然还被任命为极渊岛的管理者。我希望彻查极渊岛。彻查！彻查！彻查！我同意彻查极渊岛。同意。这大概才是陈茶良这次的目的。你怎么在这儿？说来话长，不过幸好在极渊岛上留下了一只邪眼，真是有先见之明。咱们得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接下来你死掉比较好。林修，你没事吧？快放开他，往后退，不然我就撕了他。这么一个普通人，没了怪兽投影就没有任何能力。我说的对吧，大英雄？他怎么会知道？明明没有任何能力，还想保护其他人。你不会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接替你父亲的英雄吧？陈柴良，陈柴良，吸虫。说了，上前一步，他就会死。林修，暴烈突袭！林修，这不可信啊！到头来还是做一个没能力的废物去死。别胡说，我不会让你就这样死掉的！快把他抬到地下研究室，那里有紧急医疗设备，快！我们天海市对策局一定会全力以赴。可是，
咱们3大组织不能只有对策局一家出力彻查吧？一起彻查！一起彻查！一起彻查！看来如今的局面是陈差良这老狐狸早早设计好的。李会长，大议会的决定呢？我完全支持彻查，不过有一个条件，这次的行动需要得到帝都对策局的认可。是的，彻查可以，只要帝都对策局同意。你怎么这么官僚主义？层层申报，要申报到什么时候啊？这些流程上的杂事，我来处理就好。陈局长，文件已经批复下来了，帝都大议会同意吉渊岛的搜查行动。1周后，吉渊岛的搜查行动将会正式展开。怎么样？林修已经死了，我马上就可以讨伐怪兽。至于吉渊岛的管理权，也可以直接收回。真无聊，这次竟然让那个老奸巨猾的老贼赌对了。本来还指望帝都对策局和天海对策局以及吉渊岛3足鼎立，能够掐个你死我活，这样不仅有一场好戏看，我们还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可没想到啊，那个帝都对策局的周吉竟然真能沉得住气。走吧，我们回去。您要去哪里？失算了，本想逼一下陈差良，却没想到陈差良真能落井下石，这次差点害死了林修。即便如此，您还是同意了他搜查吉渊岛，我只能答应。人类议会一直虎视眈眈，如果在这里和陈差良争斗，很容易导致两败俱伤，会让人类议会趁虚而入。所以，现在你准备去吉渊岛帮助他们吗？不管陈差良野心有多明显，我都不能站在他的对立面上。为今之计，只有去找那个人，只有这群怪兽才能保证吉渊岛的安全。另一边，远离尘世的秘境中，充斥着远古的气息。还以为已经坐吃山空了，终于等来一个。喂喂喂，会叫的恐龙咬不到人。正好有机会试试和师傅学的新刀法。哼！嘿嘿，威力比想象的大。连山峰都砍碎了，有肉吃啦！哼哼。想不到这丫头进步这么快，这威力差不多能到神府境觉醒者的水平了。跟你有毛关系？深层秘境的空气里灵力充沛，植物的果实和怪兽的肉里面也都富含灵气。会有这种程度的进步也很正常啊。有你什么事？你跟过来干什么？你过来用的是我的翼龙，我得看着我的资产。嘿嘿。怎么，不进攻了吗？哼，不然偷袭都没结果，接下来肯定拿师傅没办法。切，油腔滑调。师傅，想要达到我的高度吗？你还差得远呢。只是日常过招，下手真狠，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疼死了。我才没有闲工夫和你玩过招的游戏。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什么事啊？这么郑重？林修遭到了刺杀。什么嘛，师傅，你这笑话也编得太差劲了。是真的，我们刚刚收到了周吉的消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
怎么回事？目前极渊岛的情况非常糟糕，如果你要回去的话，我可以让死亡灵鸟用翼龙送你快速离开秘境。谢谢师傅这么久以来的关照。不过在离开之前，我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师傅可以答应。你说吧，这么多年来，你是你师傅的第一个爱徒，无论啥心愿，他应该都会答应的。说。我希望在回去之前见玲珑尊一面，听他亲口解释11年前他离开天海市的原因。我们在灵修家的烧烤店，一个来吃饭的老太婆突然变成蛤蟆，爆炸了。这个时候，苏灵玉发觉不对，让我去阻止灵修参加表彰大会，他留下断后，所以他们才有机可乘，去冒充这丫头。那你怎么没第一时间告诉灵修？我收到苏灵玉的委托，当然是立刻去找灵修。可是路上四处都是严密防守，我只能先去会场，在终点拦住他。好在还能找到通往会场的道路，所以一路都很顺利。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回家路上的阻塞，还是前往会场道路上的无防备，应该都是有人提前设计。哦，为什么？把你引到会场制造混乱，让灵修名誉扫地，还可以趁机偷袭他。那现在灵修要怎么办？灵修在被袭击的时候是人类形态，比较脆弱，现在是濒死的状态，已经全力抢救了，但是情况很不妙。如果西虫没死，也许还有办法。西虫，目前唯一的方法，先把灵修捞出来，然后用我的尾巴修补它。但是我的尾巴里有怪兽的基因，所以灵修的基因有可能会被怪兽的基因所取代，甚至彻底变成一只怪兽。但既然灵修已经陷入死亡的状态，就只能这样试一下了。听起来很危险啊！你的尾巴和灵修能匹配吗？灵修的状况没办法拖延，未经之计，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好危险！你们怎么不去帮忙？你愿意去，你去啊！喂，不要随便下来，在这儿，我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报告，战斗人员已经全部就位，是否开始行动？别这么心急，先派人去宣读搜查令，让岛里的人主动出来，配合搜查。这有用吗？岛上的人怎么可能出来配合呢？哼，灵修那小子肯定是不会出来的，但毕竟这个岛和帝都对策局有关，还是要慎重行事。薛木这小子还真是留下了不错的东西。来2架直升机去岛上宣读搜查令，让里面的人出来配合调查。里面的人听好了，出来配合搜查，出来配合搜查，这是你们唯一的选择。这个不停变大变小、出现消失的怪兽灵气反应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好像是薛木的实验室。里面的人听好了，出来配合搜查，出来配合搜查，这是你们唯一的选择。该死，
真会挑时间。灵修现在生死不明，奎龙把尾巴给了灵修，然后就进入了休眠的状态。满渊之前也受了重伤，根本无法战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阵痛。我们收服怪兽的基因，就会反而被怪兽的基因收服。里面的人听好了，出来配合搜查，出来配合搜查，这是你们唯一的选择。等等，那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直升机失联了。这么明显的事，不用你说，这是林修身边那只红色的怪兽，竟然敢挑战对策局！锁定地下研究室，发动进攻！报告长官，所有的机器都失灵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算我受伤了，也绝不会让你们登上极渊岛。不闹就到此为止吧。是该到此为止了。重力异能出现了，快打开炮门！没完没了了！我说过，只要我看得见你，你就逃不掉的。你的剑可以射中万物，我的能力可以吸引万物，我能扛起一座岛。要跟我硬碰硬，是要跟我比力气吗？手下败将，还大言不惭！你没发觉我的磁力小了很多吗？我的焰火是免费看的。哼，射中了，剑就没用了。你的异能也就这样。林修，快醒醒！你刚刚无意识暴走了。修，你醒了，奎龙应该也快醒了。我不会伤害他的。快醒过来！你没事吧？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我在哪儿？我明明在极原岛上。一个伪装成苏灵玉的吸虫从背后捅了我一刀，然后我被搬运到地下基地进行治疗。可是这里显然不是极原岛，但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天海市。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玩小孩子才玩的东西，难怪整天摆着一副弱不禁风的娘娘腔。还给我！哟，没想到小弱鸡也敢反抗啊！这是爸爸！可恶！你们在干什么？妈呀，有怪物！竹龙入侵之后，城市里的建筑都进行了强化，所以这是在竹龙入侵之前。跑，快跑！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没事了。哦，
我想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话说，刚刚那个没关系吧？没事没事，我不是都塞回去了。走，零钱拿好。好的，谢谢阿姨。刚才多谢你，这个请你吃。谢谢。为什么盯着我的脸？难道脸上有脏东西吗？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喏，因为这个。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原来爸爸也曾体弱多病。就是这个，爸爸每次外出打工都会寄一个回来给我。这个是回龙。闪开！快闪开！没事吧？快跑！怎么了？怎么这么紧张？快抓住我！啊！这次又是……究竟是什么声音？声音是这个骨架发出的，这是什么？这头巨蟒竟然还活着！亿万年来，你是第二个来到这里的人。第二个？那么，第一个难道是我爸？你终于到了。知道我会来，究竟是谁？这是好浓郁的灵气。我乃是灵气之源，我乃是秘境之根，我乃是怪兽之祖。上古时期，这颗星球表面缠绕着厚厚的灵气，直到有一天，在亿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小行星的撞击破坏了地面的灵脉，导致地表的灵气断绝。依靠灵气生存的动植物都死去了，地表变成了一片荒芜。在这蔓延的绝望之中，只有一头怪兽还没有放弃努力。龙主还在挖坑吗？据说一直向下挖，地表深处会有灵气，就是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撑到那一天。快点挖开！混蛋，挖不开，大家都会死。然而，好难受，快要撑不下去了。那么容易，再快一点呀，混蛋，不然都得死。龙主，再挖一点点，说不定前面就有。为什么还没有挖到？龙主，这是龙主的喊声。龙族已经那么痛苦了，我们也不能继续坐等了。反正都是死，我们一起来，一起来，总比干等死好。这就完了。又过了。终于成功了。然而，大家都不在了。这么长时间，我究竟在挖什么？就这样，蓝星终于又恢复了生机。这一切，直到那个人出现。我父亲，他想要扩大地壳的洞口吗？不，他准备关闭这一切。关闭这一切？为什么？因为在他所生活的世界，
本来就没有灵气，本来就没有灵气，所以我刚刚看到的那个是来自那个没有灵气的世界。我父亲来自另一个世界，据说是从我挖开地壳，灵气开始外溢的一刻起，就分离出的另一个世界。据说没有灵气，就不会有各种不平等，大家可以更加平等和幸福的生活在世界上。所以之前遇到的人，但是我也不会就这样放弃拼命挖掘出来的灵气。于是我和他打了一个赌，因为这个世界的命运应该就由这个世界出生的人来决定。不会吧，这已经是盘古怪兽了，我怎么可能会是对手？我总算知道为什么苏姐迷恋这一拳这么多年了。我不是说了让你小心吗？你一直都在进行这种程度的战斗吗？这都不算什么，接下来看到的你才要吃惊呢。怎么样，还敢来吗？害怕的话，最初就不会来了。这究竟是什么骨架？世界上最古老的怪兽。上古时期，灵气意外枯竭，只有这个固执的家伙不想坐以待毙，耗费无尽的时间挖出了灵气。又有怪兽来了，让我看看你的身手吧。哼，跟师傅学了这么久，他这几个怪兽还不是手拿把掐？怎么样？作为一个没有灵气的人，已经非常强大了。既然如此，有件事我要拜托你。师傅，快起来！当年随着猪龙一起诞生的，还有怪兽之母。我在多年探索之后，发现了怪兽之母，但它却一直保持着卵的形态。只有本身没有灵气，但是拥有最强肉体的人，才能够接触这枚卵。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调查。调查而已，怎么搞得这么郑重？自从猪龙死后，有无数的怪兽骸骨拼死保护着这颗卵。触碰这颗卵，可能会唤醒这些古老的骸骨。到时，我也没法保证你的安全。叔叔，我去。虽然不是很懂，但这样应该可以帮到叔叔和灵修吧？有很多怪兽骸骨，一旦触碰就会很危险。稍后我会尽力保护你。你去调查吧，我在旁边支援。他们来了，快跑！这些怪兽我来对付。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心，这里有他了！终于来了！我这就来帮忙。不用担心这里，你快去极渊岛。快冲出去！对不起，我得赶着去极渊岛帮助灵修，有师傅一个人。放心，那家伙可没那么弱。哼，对于他来说，这只是小挑战而已。你先去，我们收完尾就过去。好。灵修，快醒醒！很危险，快醒过来！哈哈，否则伤患，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喂，没事吧？
薛牧养的宠物鸟，主人都死了，还出来干什么？陈柴良身边只会偷袭的狗都出来了，我有什么不能出来的？快去啄死他！可恶的鸟！你连宠物鸟都不如，也太弱了吧！哈哈哈哈！战场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怎么样？看来在人数方面，我们也是占优势的。南岳小心，千万不要让那些蛙人靠近，他们会彻底炸毁极远岛的防御系统。可恶，现在能指望的只有林修，可是他还在发癫，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什么？老娘来也！打起来了！林兄，你这是怎么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因为无法压制体内的怪兽之血，或许这样可以让你冷静下来。无上的慈悲。变异啊！欢迎回来。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现在大战一触即发。我去，林兄，你又是什么货了？说来话长，现在陈柴良率领的对策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占领极远岛。你可真会作死啊！现在苏灵玉也在他们的手上。我才离开几天，就惹这么大祸！不对，苏姐那么厉害，谁能抓住她？就是这个家伙。这家伙那么强吗？他很强，不只是绑架了苏灵玉，他还杀死了宫千羽和郝夯。林修，你个混蛋，刚刚发什么疯？满园为了保护你，都被打成筛子了。你在哪里？南园现在怎么样了？我正带着奎龙往地下基地更深处转移，还有极远岛外侧第一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我带着他们继续去基地深处，估计还能撑个20-30分钟，后面就只能靠你想办法。我马上就去帮忙。极远岛这边交给我就可以了，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实力。你放心去对付楚空川好了。好。你们有这点能耐吗？金光愈合了伤口。耶！终于变回人类了！嘻嘻，很好，干得不错。那些人已经被蛮源护送进地下基地了，你放心。竟然把人变成怪兽，陈柴良究竟在干些什么？你们这帮混蛋，我要你们血债血偿！小子，不错嘛！你很厉害，你也不错，真是可惜，你这个技能叫怪兽投影吧，也能维持15分钟，而我是真正的怪兽。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猜？我怎么会知道？一点都不想，猜都猜得到，只是在拖延时间的可不止你一个。哼，看来他已经成功了。糟糕，大意了！
兽，我们又见面了。为什么会这样？你的部下已经重新变回了人，并且说出了你关押苏灵玉的地方。我弄死你！恐怕没机会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林兄，我要弄死你！你想干什么？疯了吗？醒一醒吧！你现在已经没有能力了，一拳都接不下。失去力量的话，还不如去死呢。或者就这样，与你一起同归于尽也不错。林兄，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多战斗，你还和初次见面时一样，不忍对敌人下手。可是，毕竟这是对完全没有能力的人。但是这可是伤害了你那么多朋友的人。算了，这也算是你的优点吧。不过这家伙就先交给我吧，我把他带回基地，之后听凭你发落。既然车马炮都已经除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将军了。全军听令，李修与吉渊岛怪兽串谋袭击杀害对策局官员。我现在下令，全军出击，击拿林修，生死不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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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对策局通缉了，看来事情变得越来越热。陈柴良为了给你罗织罪名，可谓是费尽苦心。无论是抓我，还是杀死郝航和宫千羽，都是为了铲除你的潜在支持者。为什么？他这么怕我？因为帝都对策局把吉原岛交给了你，陈柴良无论如何都要把吉原岛弄到自己手中。因为据说吉原岛下面有人脉，你想干什么？难道我在梦里看到的都是真的？什么梦？说来话长，当务之急是先要铲除眼前这些敌人。苏姐，接下来看来是一场硬仗，你还行吗？少废话，老娘正准备一雪前耻呢。不好，之前一样，机器突然失控了。军舰和战斗机开始集体失控了，这是蛮源。我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登上吉渊岛的。这里交给我，你们上。交给我吧。林修，没想到最后还是需要我出手来除你。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即便你已经是半步入圣境，也不可能同时打赢我们4个人。我劝你立刻下令撤兵，别让那些士兵白白丢了性命。只要能够得到吉渊岛，这些付出不算什么。就像当年我牺牲你父亲一样。住口！苏姐，为了区区一个吉渊岛，你竟然不惜牺牲那么多人！可恶，生批不下去。不过是从妈妈那里继承了一个躯壳，如此得意，真的好吗？什么？你驾驶的机器躯体与你母亲差得远，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拧断脖子。苏姐，林修，任何一个人都救不下。可恶，这不是怪兽投影。哼，没错，托你的福，我已经和奎龙合体了。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在这里将你铲除了。虽然要牺牲这么多对策局的部下，会有些心疼。这是出什么事了？人道，一级裂缝又打开了。陈柴良，你在做什么？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你只有一个人。先把苏姐送到安全的地方。死去的士兵还要补位，要找到这么多觉醒者可不容易。该死，这是什么怪物？林修，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去死吧，林修！
这里使用爆裂吐息的话，可能会伤到苏简。你死定了！你是？你父亲没和你提起过我吗？我们可是老朋友了。不过现在可不是叙旧的好时机，我们得先把这个怪物解决了。周琦，没想到你也大老远跑来凑热闹。你该不会以为我把极渊岛给了连修，就什么都不管了吧？不过我确实没想到下手这么狠。他把你从地图引出来也不错，干脆就在这里把你一起除掉吧。真自信，有本事你就试试。不用你说，我也会试。这是传送门异能，既然灵气不假，是利刃异能。这回你知道了吧？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凌的毛头小鬼了。想打败我，就使出全力吧。那就如你所愿，厉海潮生。帮我照顾一下苏主席，我回去帮忙。已经搞定了？怎么可能？不过我比较在意的是，陈才良好像学会了多种异能，看起来他好像至少掌握了几十种异能。难道说那个传闻是真的？最近天海市接连有队员失踪的报告，不仅如此，就连派去调查的队员也都失踪了。这件事十分蹊跷，觉醒者身上有灵气反应，正常情况下用灵气探测仪应该会很容易找到。或许这些人是被人夺走了灵气和异能。什么意思？我也不确定，但我曾听人说起过这样的传言。人类的大脑里也存在着和怪兽相近的晶核，只是这个晶核十分不稳定，在人死亡之后会立刻释放灵气而消失。但这样的消息公开肯定会引起世间的混乱，所以发现这一事实的人类议会一直在封锁相关的消息。可即便如此，还是有觉醒者在偷偷使用人类的晶核来获取灵气。这么说，这么多年来，陈才良是通过吃觉醒者来强化自己的。目前还只是传闻，不彻底打败这个怪物，我们也无法确认。是错觉吗？怎么感觉他变得比之前更大了一些？怎么不打了？这么美味的灵气，我没有吃够。他可以通过从攻击中摄取灵气来强化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稍安勿躁。陈才良，你霸占天海对策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陷害对策局的将士，挑起祸端。你该不会以为细数这些罪状之后，我就会束手就擒吧？即便是现在，只要将你一并杀死，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些事儿。恐怕你失算了。你觉得作为执法者，我会只身前往吗？现在，全世界的人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在看着你呢。无论是你丑陋的样子，还是你刚刚说的话，真可怕！没想到陈才良是这样的怪物，比怪兽还像怪兽。老爸竟然是这样的怪物！难怪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占领极渊岛。我早就瞧他不对劲。他就算是人形，那一脸横肉，写满了狰狞和贪婪。他无论变不变成怪兽，都像一只永远喂不饱的饿狼，时刻算计着如何从他人的痛苦中攫取利益，从同僚的失败里搭建自己的晋升之梯。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世间的毒瘤。没想到多年的苦心经营，竟然变成了这样。既然如此，就拼个鱼死网破吧！住手！林修、周琦，接下来我要将整个天海市都吞入腹中。
如果你们有能力阻止我的话，就过来试试吧。接下来怎么办？不阻止他的话，10年前烛龙侵入的惨剧就会重演。不过他说的没错，我们现在确实没有阻止他的手段，刚刚已经试过了。普通的攻击只会让他变得更强，而威力足以杀死他的攻击，恐怕会给这片海域以及临海的城市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要想击败他，首先需要一个可以承受巨大能量而不会被破坏的战场。秘境怎么样？秘境？我刚刚从秘境来，所以可以大概分辨出秘境的方位。只是要将这么大的怪兽拖入秘境之中，似乎有点困难。你们只要将他引导到秘境的位置就好了，我有办法处理。这种事就交给我们吧。作战开始。话说回来，要怎么让这样的大家伙挪到我们想要的地方呢？他现在似乎根本没有在理会我们啊。我倒是可以吸引陈柴良的注意。你小心一点，陈柴良这个家伙不知道还藏了什么样的能力。放心，交给我肯定没问题。无限御神诀，上！让怪兽见识见识我们的本事。烦人的臭虫！攻击没用，傻大个。哼，中计了！领绞杀！中计了！嘿嘿，你要完蛋了！住手！裂土息！这种进攻对我没有用的。可恶！脱线！他变得更大更强了，连爆裂吐息的进攻都对他没有任何效果。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个庞大的怪兽？有什么从海里钻了出来？等等，那是苏姐，为什么会在这里？不只是苏姐，巨猿也在。我会用我的能力将他们升起来，然后你用爆裂吐息将他们打到目的地。可是这样会不会伤到苏姐？别啰啰嗦嗦的，要保护天海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可是没时间犹豫，苏姐控制不了陈柴良那么长时间，我会用能力尽全力保护苏姐的。好吧，烈吐息！苏姐加油，我会全力挺你的。你们这是白费力气，这种攻击对我来说根本没用。是的，不过我的任务只是把你送到这里，抵达目的地。苏姐，快离开那里！邱局长，已经可以开始了。吸眼光，开灵智之眼，洞察诸般，舌尖战略，发现物世之威，震撼群邪。诸般灵液，结于方寸，乾坤流转，万物皆尘。所以，你说的打开秘境的方法，其实是物理方法。原来秘境和现实世界之间，竟然还有空间上的连接。在秘境里就可以尽全力去战斗了，一起上吧！啊！我去，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人？不要挡路，我们必须要立刻到下面去。白泽，你也来了。白泽大人，您也过来帮忙了。还不是玲珑尊那家伙，真是会使唤人。白泽大人，白泽大人也是你爸爸的熟人，而且是极渊岛的守护神兽，他对怪兽的了解无人能及。真厉害！我说你啊，秘境当什么啦？什么怪兽都往里面扔。之前那头滚龙还好，虽说是盘古怪兽，但受到怨气的蚕食，能力已经减弱了很多。但这次扔进来的家伙，是在盘古怪兽中都属于十分棘手的存在。十分棘手的存在？陈柴良到底变成了什么怪兽？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干了，真不愧是你爹的亲儿子。陈柴良变成的怪兽名为饕餮龙，十分罕见。虽说所有的怪兽都是用灵气来组成血肉的，但龙自古就被视为是不同的存在，因为龙可以用自己的心脏制造灵气。虽然用龙心制造灵气的原因不明，但传说在上古时代，有很多战士通过吞噬龙的心脏来强化自己的异能。但是人类这种渴求力量的欲望与龙的血脉结合，造就了一种新的怪物——饕餮龙。饕餮龙怪如其名，它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充分吞噬四周环境中的灵气，不管是来自攻击还是其他什么。吸收四周环境中的灵气，等等，这不就是说……不错，将饕餮龙带入这种灵气无穷无尽的深层秘境，可能会招致毁灭的结果。没想到有你在，竟还能让他们惹出这么大祸。就是他出的主意。当时情况紧急，陈柴良想要吞噬掉整个天海市，而且在地表我们也无法对他进行像样的攻击。如果让他抵达天海市的话，所造成的灾难可能会更胜当年的烛龙入侵，绝不能让这样的灾难重演。算了，当时的情况也确实迫不得已，而且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们随我来吧。目前下面是什么状况？现在冰池狼和死亡灵鸟正在与饕餮龙战斗，不过也只是勉强能够牵制住他。幸好你们也赶过来了。幸好？是不是已经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了？是的，我来迎接你们，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个。饕餮龙虽然可以自由从四周吸收灵气，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只是吃了龙心变成的怪兽，而不是真正的龙。所以关键在于将它的头和身体分隔开，然后全力攻击它无法吸收灵气的头部。小心！小心！爆炸炸开的肉势滚过来了！交给我吧，机会到了，做好准备。这是什么怪物？这就是它吸收了秘境产生的变化。如果继续拖延时间，它还会变得更大，所以必须要尽快歼灭它。没错，如果在这里让它逃脱返回地面，不仅是天海市，整个华国都有可能会有危险。记住，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成功。太乙武魂缩，用！还有我！好机会！就是现在，攻击陈柴良的头颅！交给我吧！爆裂突袭！怎么回事？爆裂突袭竟然会转弯！你们这帮只会打小算盘的臭虫，失算了！可恶，身体上竟然可以生出新的脑袋，这要怎么打？怎么样，要不要帮忙？你是什么人？我叫贝利亚。相比那些无所谓的身份和头衔，现在我可以做个更好的自我介绍。我是可以帮助你打败陈柴良的人。你说要帮我们打败那个怪物，可是我们连你的身份都不知道，凭什么相信你？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需要击碎那个怪物体内的龙心了吧？只是不知道这样一个怪物要如何瞄准他的心脏，是吧？所以你知道要如何瞄准他的心脏吗？当然，那些心脏本来就是我给他的。为什么？你是七大罪，谎言之贝利亚。看来陈柴良在背地里勾结人类议会的传言是真的。是的，所以周局长要公事公办，现在就把我除掉吗？你果然是个危险的家伙。你要帮陈柴良的话，就不会特意过来和我们废话。说吧，你来这里究竟有什么目的？很明智的判断，不愧是周局长。陈柴良显然已经失势，所以我们只是准备向新的极渊岛岛主献上一份见面礼。见面礼？现在正是时机，将那头怪兽打穿。这是灵叶剑。我用火炮在陈柴良的身体上轰开洞，你们趁机贯穿他的心脏。是你把苏姐带到这里的？
不仅是带过来，而且如你所见，还进行了特殊的强化。怎么样？这是一份不错的见面礼吧？不过，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时机，你们还不上吗？可恶！为什么这个炮弹竟然能打伤我？因为这是我们特意为陈局长准备的，不含灵气的炮弹。贝利亚，你们竟然敢欺骗我！我们当初约定的是照顾好嫉妒的女儿，是你先背弃约定，想要杀死那个女孩，所以你没有资格享用这些心脏。初音狂舞，这种程度的攻击想要命中我，真是异想天开。你别太得意了，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新手了。格律翁上。趁现在，贯穿陈柴良的所有心脏。大家准备进攻！收到。王印造魂风，战天诛邪刃，银珠棒，雷霆者。别以为只是牵制住出手就可以打败我！啊，真的有效！现在进攻似乎可以打败他。吃我一剑！终极幻灭破军！啊，成功了！不，你们看。你们没想到吧？当初薛木死的时候，我留下了一只吸虫。在灵气浓厚的秘境里，一只吸虫马上就可以腐蚀整个大地。你们没想到吧？将我打入秘境之中，反而是帮助了我。该死！难道又要对付这些令人恶心的吸虫吗？可恶，这家伙简直比臭虫还难杀死。现在的状态，只要返回现实世界，瞬间就可以占领整个世界。谢谢你们送给我这具无敌的身体。痴心妄想！阻拦他！不能让这么强的灵气和怨念到地表上去，否则不要说极渊岛，全世界都可能在一瞬间被这种力量所吞没。没有用的，别白费力气了。我已经与吸虫合为一体，现在的灵气就是我的血肉。而对你们来说，非常不幸的事情是，在这个秘境里，灵气也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哈哈哈哈！走吧，马上脱离秘境了。已经太晚。该死！为什么停下来了？冲啊！冲啊！向上冲啊！可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体内的灵气在减少？在这秘境里，不是应该有无穷无尽的灵气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嘉陵平家，陈局长，这下傻了吧？嘉陵平家，你大概不知道，吸虫只是地表世界里对他们的叫法，他们其实只是拥有意志的富含灵气的土壤，所以在秘境里，他们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壤。而土壤不管如何肥沃，都无法抵抗来自植物的侵袭。这
是。老朽来迟，请少主恕罪。多亏了爷爷到来，不然刚刚的状况真的很危险。穆老，我往日与你无冤无仇，为何阻我？好，真甜呐！陈局长，你似乎不知道相生相克的道理。秘境中确实有无穷无尽的灵气，可这些灵气原本并不是多余的，而是用来组成秘境中的大地、天空、太阳、空气、水、植物和动物的。老朽只不过是把这些灵气归还了他们所应在的地方而已。我去，那个桃子竟然是可以吃的吗？陈茶凉，这次你总该承认自己输了吧？哼，你们有什么可得意的？你们不过是一群人拼尽全力，才侥幸阻止了我。而且，如果不是贝利亚那个叛徒，你们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这点我承认，虽然你手段很卑鄙，但获得的力量确实很强。但可惜的是，这力量终归不是你的。难道你还没有明白，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吗？哼，花言巧语，想杀我就快杀吧，没必要废话。不过，在那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当年我父亲的突然消失，以及被污名化为叛徒，这都是因为你吧？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父亲是怪兽，这件事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不仅我爸爸是怪兽，我妈妈也是怪兽。不过我相信，他们是真心实意要保护天海市的怪兽，不会允许你以此为借口搪塞我的问题。我要毁掉你的父亲，不是因为他是怪兽，而是因为他是天海市国家，甚至是这个世界的罪人。你胡说！我父亲是英雄，不是罪人。现在的我，即便你们不动手，吃3颗之后也会咽气。我还有什么骗你的理由呢？而且，你父亲犯下的罪，你比谁都清楚，是吗？你说什么罪？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罪就是他要关闭这个世界赖以维系的灵气的通道。10年前的烛龙入侵世界时，妈妈，花火烧起来了！别回头！天海市靠近海岸的部分已经完全被烛龙的登陆破坏掉了。烛龙释放出的强烈的激光已经摧毁了半个街区。第7方案失败。城市里的火炮进行着强烈的反击。够啊！你这铁棺材！这些火炮对飞龙所能造成的伤害极其有限，而飞龙的反击可以轻松给人类的火炮造成致命的伤害。3队包抄，别让他们升空。在飞龙对人类的火炮发起进攻时，有异能者跳出来，杀死这些飞龙。战线就是这样。弹药耗尽，异能过载，在极其惨烈的牺牲下，才得以维系。很快，飞龙又聚集起来，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不是说能打穿40毫米钢板吗？人类的士兵面对成群的飞龙，拼命发起进攻，全无效果。材料短缺，改用常规弹药。不可能！回海里去！你是我们的救世主，太好了！是林局长。非异能者迅速撤离，防线后移20公里。为什么还不走？没有异能的人在怪兽面前，完全就是饵料。报告长官，这是陈副局长的命令。陈才良，必须投放诱饵部队。是。你们都出去，我有事和陈副局长说。